季春时节，万寿寺北面的山坡上，桃花像是被天边的云霞扯落人间，尽数绽放开来。宋昭月带着丫鬟绿珠悠然地漫步于桃花林中，仿若走进了一个属于桃花的世界。姑娘，咱们还是且先回去吧，不然李嬷嬷又要念叨了。回府后，她定会去夫人跟前告状的。怕甚啊，由她去说呗。如此大好春光，岂能错过？哎，绿珠，你去上房瞧瞧今日有何点心，拿些银子去要一叠来。是。打发走绿珠后，宋昭月独自在桃林中转悠。他心里知晓，绿珠是在担心自己，怕嬷嬷告状后，他的日子愈发艰难。日头渐渐西沉，一行10余人缓缓上山而来。爷，这万寿寺的春日桃花乃是京中一绝呀，现在正开着呢，您可要去瞧瞧呀。万寿寺的桃花果然名不虚传，瞧着主子眉眼舒展。福顺正欲凑去说些讨喜话，却发觉主子的目光突然停留在了一处。他立即噤声，悄悄抬眼顺着主子的视线望去。夕阳西下，一个身影静静地伫立于桃花林中，落日余晖为他披上了一层金色瑰丽的光晕，于那片粉色的花海之中，美得仿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林间的风拂动她的衣袂，半披的长发随风飘散，伴随着漫天的桃花如梦如幻。可眨眼间，神女的裙摆飞扬，似受惊的小鹿般消失于桃花林中。去朝。嘿嘿，好嘞。自家王爷14岁离京赴边疆就藩，整日忙于封地上的军务要政，北击打打，对女色毫无兴致。如今20有5，却仍是童男子一名。福顺都不愿想起此事，只觉得实在丢人。此事若是传出去，谁能相信？堂堂一方手握实权的藩王，都25了，竟还是童子身。未料到这趟万寿寺之行，竟会有如此收获。自家王爷居然动了凡心，只是不知这林中的仙子是哪家贵女。万寿寺客院，二姑娘怎的这般没规没矩，随意四处走动？这寺里可不比家中，姑娘还是好生待在院中为府里祈福要紧。二姑娘，你……李嬷嬷气得浑身直哆嗦。这李嬷嬷都一把年纪了，气性也忒大了。嬷嬷莫气，我家姑娘素来随性了些。没规矩的贱丫头，真是不知好歹。好啦，嬷嬷莫要气了。嬷嬷方才说要待于院中，我不出院子便是了。那我现下便去院里走走。刚出门，姑娘，您这般只会惹恼了李嬷嬷与夫人。我不肯嫁与夫人侄子，已然狠狠得罪于她，再多几件此类小事又何妨？即使她老实祈福，乖巧顺从，柳氏难道便会打消她嫁入刘府的念头？不，绝无可能。既然不指望柳氏能放她一马，眼下又何必继续与柳氏之人虚与委蛇？次日早课刚毕，府里突然来人传话说老太太回来了，夫人遣人来接二姑娘回府。忽然一阵喧嚣自寺庙的门口传来，发生何事了？姑娘，许是哪家的贵人吧？只见一群黑衣侍卫簇拥着一名男子自寺庙中走出，无奈相去甚远，他只能隐约地瞧见男子刀削般的侧脸。姑娘，咱们该走了，李嬷嬷在看着呢。宋昭月这才回过神来，只得收回目光。殿下，怎么了？无事。殿下，那不是昨日在桃林里遇到的那位姑娘吗？他昨日连夜使人查了桃花林中女子的身份，乃是安阳侯府庶出的二姑娘。马车渐行渐远，车帘被风轻轻地掀起了一角，一个淡粉色纤细的身影一闪而过，很快便消失不见。走吧。裴明旭收回目光，转身继续前行，只是那微微勾起的唇角泄露了他此刻的心情。母亲万福。柳家乃世家大族，你能嫁过去，乃3生修来的福气。待过些时日，亲事定下，你便老老实实备嫁。倘若你不肯嫁，我这上有几个年过50旬的官夫人选，你好生掂量掂量，是嫁我侄儿，还是嫁50旬官夫？柳家如今败落的厉害，府里妻妾争宠，乌烟瘴气的，入不敷出。
柳氏的侄儿更是京城出了名的浪荡子，正经的好人家的姑娘无一人愿入此火坑。二姑娘，你莫要不知好歹，辜负夫人的一番好心。难不成二姑娘还想着嫁给贵人？宋昭月仍然低头不语，一副油盐不进的模样。罢了，你是个聪明的，想来迟早能想通。先回院子，晚些去给老太太请安。姑娘，您没事吧？夫人，没事儿，母亲让回来歇息，晚些去给老太太请安。傍晚梳洗一番后，宋昭月换上了缕金百蝶穿花软烟罗齐腰襦裙。姑娘，您早就该穿这条裙子了，这裙子衬得您跟个仙女似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今日穿它才是正好。这条裙子是她金岁生成时老太太所赏，剪裁与布料皆为上乘。绿珠，你帮我把刘海梳上去。好。收拾妥当后，宋昭月带着绿珠径直前往老太太的福寿院而去。昭月给祖母请安。是二丫头啊，来上前，让祖母好生瞧瞧。堂中众人皆是见过宋昭月往昔留着厚厚刘海的模样，如今再看，恍若隔世。哎呦，好孩子，今日这身装扮甚好，赏心悦目。思及儿子先前所言之事，老太太笑得越发慈爱，自手腕上拿下一只碧玉镯子，给宋昭月戴上。多谢祖母。月儿养育我膝下多年，今日方得见其真容。月儿这般行径，可真是让人寒心。二妹妹，我娘辛苦养育你多年，你竟然如此欺瞒，可见你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宋昭月的心中暗自冷笑，柳氏与宋明烟这般一唱一和，分明是想将不念养恩、心机深沉的罪名强加于他。他当初遮掩美貌，只为避开高门联姻，一心只想从父亲的弟子中择一清白的读书人家嫁了，过些平淡安稳的日子。柳氏却逼他嫁进刘府那等火坑，他岂能坐以待毙？展露真容，增添自己反抗的筹码，不过是无奈之举。他知晓展露美貌后或许会引来麻烦，但他从未担心会被送去做妾。老太太和父亲还是要脸的。母亲，我今日梳起刘海，只是为了配老太太赏的这件裙子。若您不喜，我今后便将刘海放下来就是。你明言，你的教养何在呢？手指着自家妹妹，成何体统？月儿，日后就将刘海梳上去，如此甚好。后院之事他虽不过问，但并非不知晓。柳氏欲将昭月嫁给他那不争气的侄子一事，他一时知情。洗尘宴毕，众人陪着老太太又说了会儿话，便欲告退。月儿便留下吧，自今夜起，月儿搬至我院子来，陪伴老身。母亲，这恐有不妥吧？怎么不妥？我这把老骨头，想要个孙女承欢膝下都不行。儿媳并非此意。就这般定了。那月儿便劳母亲费心了。老太太拍了拍儿子的手，点点头，一切尽在不言中。姑娘，这跟做梦一样，我们居然搬进了老太太的院子。绿珠伺候宋昭月在福寿院东厢房睡下后，躺在贵妃榻上，仍是满脸的难以置信，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莫高兴得太早，老太太可是个严厉的主，这福寿院的规矩严谨，日后行事需小心谨慎才是。4月初时，宫中忽然颁下旨意，为皇子选秀，命京畿之地勋贵官宦之家，有女年14至17者，由礼部登记造册，2个月后进宫备选。一听到消息，柳氏恍然大悟，老太太与侯爷想必早已知晓选秀之事。娘，凭什么宋昭月可以去选秀，绝不能让她去。嫣儿，事已成定局，府中唯有她可去选秀。她若入选，于侯府、于你2位兄长皆有益处。娘，将宁国公府的亲事给宋昭月吧，就说她和4公子定亲。不得胡闹，这是欺君，你想害了侯府满门。娘，嫣儿，昭月是庶女，府里在朝中说不上话，那丫头若被选中，最多是个夫人，为人妾时
低人一等。你不一样，你嫁过去便是正妻。英国公府虽不及陈国公府煊赫，但也是权贵之家。四公子在府里是个受宠的，今后少不了你的富贵荣华。嫣儿，你放心，娘定会让你风光大嫁的。宋明烟不甘心的撇嘴，他知道娘亲说的没有错，但就是心里堵得慌，仿佛有一块巨石压在心头，让他喘不过气来。福寿堂，老太太和宋替手正在说话。母亲，此次选秀主要是替未婚的5皇子燕王、6皇子楚王、7皇子安王选妃。以我们府的门楣地位，正妃之位自是无望，但以月儿的美貌，侧妃之位倒是有几分指望。秦王迟迟不肯就范，同太子分庭抗礼，如今京中形势复杂。安王乃皇后所出，与太子一母同胞；燕王乃皇后表妹淑妃养子，其生母亦是皇后母家表妹，可算是太子一系。楚王同燕王交好，倾向于东宫。此次选秀是我们侯府站对太子的良机呀。母亲，你算言极是，月儿无论是入哪位皇子的府，皆是我们向太子投诚的契机啊。夺嫡之争容不得手鼠两端，太子为正统，内有皇后，外有陈国公府的支持。虽然陛下宠爱云贵妃和秦王，宋替手仍决意站对太子。同你媳妇好好说说，一荣俱荣，这个时候莫要误事。宋替手点头应下。晚间，宋昭月从老太太那里得知选秀的消息时，眼里闪过了一丝了然。老太太与父亲想必早就得到了选秀的消息，难怪那日她显露过人的美貌后会如此的看重于她。不过选秀于她而言亦非坏事，高门联姻也少不了妾室和通房，同是与女人共享丈夫，还不如选秀搏一场富贵，嫁入皇家混个品级诰命，当个富贵闲人。以她的家世，王子的正妻之位此时莫想了，但侧妃之位尚可争取。侧妃是正二品，上皇家御蝶，虽婚后要随王爷去封地，但天高皇帝远，上头没有长辈压着，且身为侧妃，无需主持钟馗，趁早诞下子嗣后，她大可安闲度日。初选当日阳光明媚，户部已经严格的核查符合条件的参选女子，制成了花名册。今日宫中宦官与嬷嬷们便照着花名册一一进行初步的筛选，过高的、过矮的、过胖的、过瘦的，肤色不白皙的、五官不正的，身有疤痕、胎记等明显缺陷者，一一挑出淘汰。场面紧张而严肃，秀女们提心吊胆，唯恐自己被淘汰。虽未梳起刘海，但其容貌身姿于待选秀女中亦属出众，颇为顺利地通过了初选。燕王府正殿的西二间，事情办得不错，吩咐下去，继续好生护着安阳侯府二姑娘，确保她平安顺利到殿选。是。京中的探子梳理得如何？哦，殿下请放心，已经全数梳理完，叛变的探子皆控制起来，正在查他们的新主子，很快便将要眉目。叛变的探子查清主子之后，挑一些留下，放些不紧要的消息稳住，留作后用，其余人送去矿山挖矿。这些叛变之人背后的新主子，想来不过是他的那些好兄弟们，若是全部拔除，还得辛苦他们重新布置找空子。他体恤他们辛苦，给他们留着，日后说不定能在紧要关头发挥出意料之外的作用。至于之前安插在各府的探子，如今需尽数动起来，尤其是成国公府和安阳侯府的。王生领命退下后，裴明旭食指轻轻地敲了敲桌子，想起白日父皇所说的话，心中思绪万千。储秀宫里，宋昭月谨小慎微的又熬过了半个月，秀女们规矩礼仪也学得差不多了，宫中的贵人们开始陆续召见秀女。储秀宫的气氛紧张起来，不少秀女被陆续召见，这让整个储秀宫都弥漫着一股焦灼与期待的气息。又过了几日，有太监前来宣召，淑妃召见宋昭月。参见淑妃娘娘，娘娘万福。启仪，抬起头来，让本宫看看。是。你这丫头，长得可真美，怪不得呢。你平日里在家还做些什么？回禀娘娘，臣女在家中无事，便喜欢读书习字，
做些女工。倒是不错。说罢便询问起了关于诗书等方面的问题。每每提问，宋昭月总能够提出巧思与见解，让淑妃有些惊讶。她没想到这安阳侯府的二姑娘不光生得容颜绝色，才学也不错，难怪旭儿会递话进来，让她提前赐下凤钗。你写几个字让本宫瞧瞧。娘娘请过目。淑妃接过来仔细地端详一番，点了点头。不错，这支凤钗赐给你了，殿选那日记得带上。本宫乏了，你先退下吧。宋昭月恭敬地接过了宫女递上的锦盒，行礼告退，心中满是喜悦和激动。淑妃是燕王的养母，燕王此次正要选妃，淑妃赐下凤钗，这无疑是将她指给了燕王做侧妃。正想着，突然听到前头领路的太监道：“奴才见过燕王千岁，殿下万安。”这说曹操，不是想曹操，曹操就到。臣女给殿下请安，殿下万福。无需多礼，起吧。趁着起身的动作，宋昭月微微抬目望去，想看看这位传说中的燕王究竟长得什么模样。这一眼让他心跳顿时漏了半拍。裴明旭的眸光微动，近距离看着二姑娘，她脸上粉云蒸腾，倒是比那日在万寿寺多了些红尘之色，明艳不可方物。她这是从永福宫出来，想来姨母已经将凤钗给了她，想来她应猜到了什么，所以刚才才会如此羞怯。裴明旭眼里带上了几分笑意，但面上仍旧是淡淡的，直接举步朝着永福宫行去。见燕王没有再说什么便离去，宋昭月的心底松了口气，赶忙跟着小太监继续朝储秀宫赶。永福宫内，淑妃见裴明旭来了，面露喜色：“明旭，快过来坐。”姨母近来可好？好着呢，放心。刚才你过来碰到安阳侯府的二姑娘了吧？我已将凤钗给了她，嘱咐她殿选的时候带上，你就等着抱美人归吧。多谢姨母费心。那姑娘的确是不错，容颜绝世，才学也好，配得上你。我就盼你啊，早日成亲生子，你母妃在九泉之下也能安心。姨母，我会的。姨母同母妃是姨家的表姐妹，母妃自幼身体不好，被成国公府接进京调养，而姨母自幼寄养在成国公府。姨母、母妃、皇后三人一同长大，都嫁给了父皇。母妃早逝，姨母多年无出，皇后膝下二子高居凤位。这回选秀，你的正妃由陛下做主，应是你表妹成国公府的三姑娘。现正妃和一个侧妃已定，剩下的侧妃和夫人之位，姨母再为你挑选几个好的，好开枝散叶。明旭先行谢过姨母，但封地事务繁杂，明旭实在无心应对数名女子，还请姨母再选个侧妃即可，夫人此次就罢了。他对女色并无多大兴趣，虽安阳侯府二姑娘是他自己看中的，但他不想像太子和秦王一般，将自己的后院弄得花团锦簇，纷争不断。府里一名正妃，2名侧妃即可。若不是只有二姑娘1名侧妃太过于招正妃的眼，他是不愿再纳1名侧妃的。就只再选一个侧妃？是，劳烦姨母了。见裴明旭态度坚决，淑妃也不再勉强。虽然他不明白裴明旭为什么不愿多纳几个女子，但他深知裴明旭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他得好好再翻翻储秀宫嬷嬷送来的册子，挑些品行好的过来问话，并再选个妥当的侧妃。臣女见过陛下，陛下万福金安。臣女见过皇后娘娘，娘娘万福。臣女见过贵妃娘娘。免礼平身，都抬起头来。方才抬头时，宋昭月惊鸿一瞥，瞧见上首端坐着5人，正中的皇帝威严无比，左右侧分别坐着4位雍容华贵的妇人。左侧明黄凤袍的是皇后，那右侧应该是冠绝后宫的云贵妃娘娘。淑妃娘娘坐在皇后的下手，与之相对的是楚王生母德妃。淑妃妹妹的眼光可真是好啊，一挑就挑了个容颜最佳的秀女。多谢姐姐夸赞。陛下，秀儿这些年在北疆迟迟不愿成亲，此次好不容易松了口，臣妾想着秀儿喜读诗书，就想给她挑个才貌双全的。这位姑娘我之前见过一次，才学不错，
一手字写的也出色。陛下，淑妃妹妹真是疼爱燕王，慈母心肠，如此国色世间罕有，可遇不可求。还是淑妃妹妹动作快，这燕王北击鞑靼，立下赫赫战功，美人配英雄也是一段佳话。唉，只是可惜了楚王殿下，遇不到如此佳人。贵妃妹妹此言差矣，旭儿作为兄长，又为我朝立下北驱鞑靼大功，淑妃妹妹提前为旭儿挑中一个秀女，有何不可？更何况德妃妹妹挑遍储秀宫，却漏过这名秀女，想来都是缘分。皇后娘娘真大方，都忘了七皇子也要挑侧妃呢。旭儿是兄长，雪儿理应礼让，兄有弟恭，长幼有序，方是祖宗规矩，人伦正道。淑妃眼光不错，此女甚配旭儿。景熙帝的话语如同定音之锤，让这场争论画上了句号。大殿内安静的紧，上首皇帝几人说话，宋昭月等人听得一清二楚。宋昭月在听到景熙帝一锤定音后，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已定。接着皇后等人问了黄陵如和顺安侯府嫡长女几个问题后，便命秀女退下。他跟着太监回储秀宫厢房收拾了行李，便提着小包袱被送出了宫门。姑娘，先喝口茶吧。宋昭月一大早起来，在太阳底下站了快1个时辰，面圣时又神经紧张，这会儿正是又累又渴。我进宫这1个月，看样子你和老太太的丫鬟学了不少啊。姑娘您在宫里努力，我也要好好努力，将来当姑娘的左膀右臂。姑娘，这选秀当然是选上啦，燕王侧妃。雷明旭静静地立在金碧辉煌的立正殿中，听着景熙帝对他北驱鞑靼之战赞不绝口。父皇过誉了，若非父皇英明神武，全力支持儿臣北伐，儿臣岂能北上痛击鞑靼？儿臣能立刻鞑靼，是父皇教导有方。老五，不论怎么说，你这次北伐大捷的功劳，朕都记着，朕为你骄傲。如今北疆鞑靼之患已除，你也该成亲生子，开枝散叶了。是儿臣不孝，让父皇挂心了。安阳侯的二女，朕看她才貌双全，甚配我儿。你姨母眼光好，到时候要好好感谢你姨母。是，父皇，儿臣遵命。正妃人选已定，是成国公府三姑娘。记住老五，正妃才是名正言顺的妻室，切莫以美色误事。父皇教诲，儿臣铭记于心。那就好，老五，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安阳侯府，府里大大小小的主子齐聚在老太太的福寿院。正厅里，宋昭月将留宿宫内选秀发生的事挑重点说了一遍，细细提了殿选时的事情和淑妃赐下的凤钗。好，真是祖宗保佑啊！月儿做得不错啊，想来这几日赐婚的旨意就会传到各家了。昭月能选上燕王侧妃，真是意外之喜。燕王可是手握重兵的实权封疆亲王，日后有了燕王做靠山，安阳侯府也将水涨船高。翌日，天使莅临安阳侯府。圣旨到，安阳侯宋替守二女宋氏昭月接旨。臣女恭领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安阳侯宋替守次女宋氏昭月，秉性端淑，公持殊甚，朕公闻甚悦，特将如赐予朕之五子燕王为侧妃，钦此。臣女领旨谢恩。终于尘埃落定，得偿所愿。福寿堂，老太太宋替守和柳氏三人围坐在一起，商量着宋昭月嫁妆一事。不知燕王正妃是哪一位闺秀？月儿的这嫁妆不好越了正妃的。啊，是成国公府的三姑娘，成国公世子的嫡次女。昔日成国公世子嫡长女出嫁时，是128台嫁妆。这三姑娘嫁进皇室做皇子正妃，嫁妆肯定比这多。我们就按120台嫁妆备着吧。母亲，
这120台是不是太多了？府里规矩，嫡女120台，而庶女只是80台。僧多粥少，他的3个女儿都尚未婚嫁，给宋昭月的嫁妆多了，分到他子女的头上就少了。月儿是嫁进皇家，她的嫁妆不仅关系我们安阳侯府的脸面，更关系着府里今后的前程。只按着惯例备上80台嫁妆，你是要打燕王、打皇家的脸吗？母亲，我没有说只按80台准备的意思。好了，就按母亲的意思吧，不够的从我的司库里出。夫人，月儿是侧妃，将上皇家玉蝶，待月儿为燕王诞下麟儿，将来最不济也能封个郡王。若正妃无子，侧妃之子便可名正言顺地请封世子，有一个留着安阳侯府血脉的郡王，甚至是亲王世子。这对府里意味着什么呀？那就无需我多言了吧。是妾身短视了，多谢侯爷教导，妾身定会好好准备月儿嫁妆。燕王府书房内，殿下，赐婚圣旨已下，天师已前往各府传旨。安阳侯府和皇侍郎府上顺利接旨，府里和2位侧妃皆喜气洋洋。但是成国公府上在接旨时出了点岔子。说，莫要隐瞒。据探子传来消息，成国公府3姑娘听完旨意后脸色苍白，迟迟不接旨，后来更是晕厥过去。成国公立即以3姑娘身体不适遮掩过去，后下了封口令掩盖此事。哼，命探子加强探查，查清成国公府3姑娘接旨时举止不当的原因。燕王府精心培养出的探子果然有能耐，夜间便将事情的原因传回了燕王府。裴明旭看着写满了密密麻麻蝇头小楷的信纸，下颌紧绷，眼底暗流涌动，心中冷笑。信上写了，傍晚3姑娘同成国公世子大吵了一架，成国公世子怒斥3姑娘不嫁也得嫁，在世子再三逼迫下，3姑娘勉强同意嫁到燕王府。夜间听闻3姑娘与其贴身丫鬟私语，确认3姑娘与太子有私情，将今日成国公府接旨的情形透露给父皇。这个亏他是不会白白咽下的。立正殿中，空气仿佛凝固一般，压抑凝重的让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成国公世子诚惶诚恐地跪地请罪，身躯止不住的微微颤抖。成国公立在一旁，半弓着身子请罪，头上也不断地冒出细汗。景熙帝面色阴沉，眼中满是压抑不住的怒气。景熙帝冷冷地看着成国公世子，一言不发，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成国公世子只觉得每一秒都如同煎熬。圣旨已下，你家3姑娘已是燕王正妃，这次便饶了你们。日后她定当用心侍奉燕王，不得懈怠。皇家早逝的皇子正妃也是常见的。是，微臣遵命，定当好好教导小女，让她日后好生侍奉燕王殿下。陛下，老臣定会命人好生教导孙女，谢陛下开恩。那孽障接旨那天闹出的事，还是被陛下知晓，引来陛下此番敲打，让他这个做祖父的颜面尽失，无颜面君。若那孽障执迷不悟，府里的5丫头过几年就年岁刚好，可给燕王殿下做继妃。日头西斜，宾客散尽，宋昭月带着绿珠去给老太太请安。刚行至花园，路过一处僻静的角落，表妹，你来了呀！刘广宗瞧见了宋昭月，眼睛一亮，色眯眯的在他身上上下打量，四下张望了一下，见并无他人，忍不住上前就要拉他的手。表哥请自重。哎，表少爷，您喝多了。刘广宗被主仆2人冰冷的眼神一惊，顿时想起有战神杀神之称的燕王，那将达达杀得忘妻而逃的名声，让他的酒醒了几分。表妹，我这喝多了，你莫要怪罪啊。还有，先前这事是我不对，我向你赔罪。表哥说笑了，你我之间何谈赔罪？刘广宗见他不为所动，居然拿桥，顿时怒火涌上心头。表妹，你这何必拒人于千里之外呢？你马上就要嫁给燕王了，在此之前，我们兄妹好生亲近亲近嘛。放肆！你别给脸不要脸啊！这侯府乃是我姑姑当家做主，
今日看我如何收拾你！说完，刘广宗便要扑上来，宋昭月直接飞起一脚，朝他狠狠地踹去。宋昭月一脚下去，刘广宗惨叫了一声，趴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姑娘，您平日练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动作，果然没白练。平日里叫你和我一起练，你不练，要不然刚才你自己就能撂翻他。姑娘，我以后也跟着你一起练。绿珠，你去福寿院喊人。说着，宋昭月快步上前，重重的一脚下去，将快要爬起来的刘广宗又一脚踢了下去。你个贱人！你！刘广宗惨叫了一声，宋昭月又几脚踢过去，刘广宗的脸瞬间肿起，这下子是彻底的老实不出声了。绿珠带着福寿院钱嬷嬷等人到的时候，就见自家姑娘静静地立在那里。二姑娘，你……嬷嬷，你来啦？这是怎么回事？嬷嬷，您看到了，柳家表哥借着醉意，意图对我不轨，我不得已只好出手，没想到却一不小心失了手。我不会放过你的。嬷嬷，你也看到了，还是把柳家表哥扶到老太太院子里，让老太太来评评理吧。评什么理啊！你个贱人，你将我打成这样，我定让姑母好好罚你。表哥说话要讲究，不能污言秽语。难道刘府的礼仪规矩都是摆设不成？母亲不是素日最爱说刘府乃世家大族吗？钱嬷嬷不敢接话，只得赶紧叫人将刘广宗带去老太太处。宋昭月带着绿珠则是跟了过去，一脸的轻松。福寿院，月儿来了，快来尝尝这新到的银针。宋昭月走到了老太太身边，接过茶杯，轻抿了一口。好茶。那就好，待会儿带一罐回去。多谢祖母疼爱昭月，昭月今后好好孝顺祖母。刘广宗被人扶到了门口的椅子上坐下，刚想说什么，老太太一个眼神过去，便立马止住。六公子还是莫要说话了，待你姑姑他们来了再说也不迟。一旁的绿珠佩服自家姑娘的淡定，她把夫人的侄子打成这般模样，居然不怕夫人找麻烦。不过她转念一想，姑娘已经赐婚给了燕王，夫人也拿她没办法。宗儿，这是怎么了？谁把你打成这样？姑母，是宋卓越，是他把我打成这样的，您可要为我做主啊！老身还没死呢，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喧宾夺主了？进来也不问安，这便是刘府的规矩教养。母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自己问问你的好侄子，都干了什么好事儿？柳氏看向侄儿，见他眼底划过了心虚，心中一沉，迟迟未开口询问。哼，你这侄儿好在当真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才没有惹出更大的祸事来。这只是月儿一面之词，月儿一个姑娘家将自家表兄打成这样，这要是传出去，名声还要不要了？月儿，你来说，到底怎么回事？父亲，女儿冤枉啊！女儿马上就要嫁入燕王府了，怎么会拿自己的名节开玩笑呢？这分明是表哥他借着酒意对女儿，女儿实在害怕，才不得已出手自保的。你胡说，这分明是你的一面之词，谁知道是不是你故意勾引广宗，然后又反咬一口？母亲，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女儿马上就要嫁给燕王了，燕王是何等的尊贵，母亲又怎么会看得上柳家表哥呢？母亲，我知道您疼爱柳家表哥，觉得他一表人才，可也不能是非不分啊。柳家表哥如何能与燕王相提并论？若是此事传到燕王殿下耳中，殿下会怎么想？女儿还怎么嫁进燕王府啊？你这……柳氏，你看看你的好侄子，竟然敢对月儿无礼！来人，将这个畜生给我拖下去，关起来！再派人去刘府，请柳家老爷过来。侯爷，广宗他只是一时糊涂，你就饶了他这一次吧。母亲，您忘了，当初您要给表哥说亲，特意安排柳家表哥到后院花园里堵我，让他逼我交换信物。这事儿您忘了吗？
他们只知道柳氏曾想逼昭月嫁到刘府，却没想到居然使了如此不堪损害侯府名声的手段。这万一中间有个岔子，事情传了出去，侯府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柳家表哥，他一定是记恨我当初拒绝了他，所以才故意。好了，莫说了。宋昭月的这番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他的意思。刘广宗这是故意报复，想要毁了他的名声，让他嫁不成燕王。宋替手也是越想越气，猛地一脚踹到了刘广宗的胸口。孽障！谁敢破坏昭月嫁进燕王府一事，谁就是同他宋替手，同他安阳侯府为敌。侯爷，广宗他只是一时糊涂，您就饶了他吧。父亲，此事关系到女儿的名声，也关系到侯府的未来，还请父亲为女儿做主，否则女儿心头之恨难消啊！你，老大，就按月儿的意思办，该怎么罚就怎么罚，而且所有人务必将嘴捂严实了，谁敢透露半句，必严惩不贷。是，母亲。来人，将这个畜生给我拖下去，重责20大板。不多时，院子中就传来了板子声和惨叫声。听着阵阵的惨叫声，宋昭月的嘴角向上弯了弯，然后看向了宋替手，也不说话。来人，将夫人也一并带下去，禁足1个月，每日跪着抄经2个时辰，好好反省反省。侯爷，你这是要逼？宋替手不待他说完，便让嬷嬷和侍女将他半扶半拖的下去。多谢父亲为女儿做主。月儿，今后有什么委屈，即使与为父或者你祖母说，我们呀定然不会委屈了月儿你的。多谢父亲，还有祖母。祖母，这是孙女给您新抄写的佛经。哎呦，月儿有心了。祖母，您喜欢就好。父亲，女儿也给您做了荷包，晚些时候给您送去。好。宋替手有些意外，没想到昭月还给他绣了荷包。这样看来，昭月的心里虽然有气，但也只是对柳氏的，对他这个父亲还有老太太还是有心的。只要接下来好好安抚他，他日后定还会念着侯府。一时间正厅里父慈子孝，三人其乐融融。姑娘，你慢点儿。好吧，我们慢点，仔细掂坏了老太太赏的东西。老太太刚赏了2套头面，作为安抚宋昭月今日受惊的礼物。这礼物还当真是赏到了宋昭月的心坎里。她是个俗人，就爱这些珠宝首饰。安阳侯府传承数代，老太太手里不少好东西，况且有好处不拿白不拿。我的乖乖，这得值多少银子啊？你家姑娘我今日运气不错，既出了口恶气，又发了一笔小财。恭喜姑娘！夜幕降临，绿珠服侍宋昭月歇下后，便在贵妃榻上睡下，给宋昭月守夜。姑娘，您睡了吗？还没呢，怎么了？奴婢就是觉得今天真是太解气了，老太太和侯爷终于肯为姑娘出头了，狠狠地教训了柳家少爷，还进了夫人的族，真是大快人心。老太太和侯爷可不是为了我，他们是怕我嫁不进燕王府，丢了侯府的大好前程。对啊，奴婢怎么就没想到呢？还是姑娘聪明。所以啊，与其夸老太太和侯爷，还不如夸夸燕王殿下呢。若不是看在燕王殿下的面子上，老太太和侯爷才不会管我的死活呢。也是啊。不过今天这一闹，也的确是解气。禁足1个月，每日跪着抄经2个时辰，够夫人受的了。活该，谁让他总是欺负姑娘，克扣我们院子里的份例。每年寒冬，夫人克扣姑娘院子里的炭火，冻得姑娘瑟瑟发抖。最严重的那次感染了风寒，姑娘差点没熬过去。绿珠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满是恨意。好啦好啦，默契啦，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会越过越好的。姑娘，我们越来越好。至于刘广宗，今日只是小惩大戒，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姑娘放心，奴婢以后一定好好跟着您练，帮姑娘打坏人。就你，还是算了吧，别到时候反被人家给打了。姑娘，绿珠有些恼，气鼓鼓的直捶床。燕王这块牌子还真是好用啊，
接着燕王的事，他与柳氏的恩怨今日就一笔勾销。禁足加跪着抄经，够柳氏喝几壶了。等柳氏出来，保腿还来不及，怕是没什么精力再挑事了。至于老太太和父亲，指望他拉拔侯府，他爱莫能助。燕王愿意用父亲或者2个兄长，他不会阻止，但是要他说好话，那是不可能的。这些年柳氏搓磨欺辱他们都看在眼里，却只是袖手旁观。况且就算他进府后什么都不做，但只要他嫁进了燕王府，就是已经给安阳侯府和燕王搭上线了，对得起安阳侯府了。燕王府书房内，王爷，安阳侯府的消息来了。今日二姑娘还是如往常一样。王生的面色古怪，欲言又止。怎么？可是出了什么事？这说。是，王爷，您这还是自己看吧。裴明旭接过了信笺，展开细看。信笺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小字，详细地描述了今日安阳侯府发生的事。安阳侯府二姑娘，本王的侧妃倒是个妙人。王生顿了顿，想起信笺上所说宋昭月一脚踹飞了刘广宗，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这姑娘要是进府了，不会鲁莽地对王爷动脚吧？不过王爷的身手可不是刘广宗那个酒囊饭袋可比的，应该不会被踹飞。这谁知道这动起手来也毫不手软啊。这都是被逼的。看来本王的这位侧妃在安阳侯府的日子不怎么好过。王爷，您说这安阳侯府脑袋是不是进了水啊？居然敢放刘广宗到后院堵侧妃娘娘。这刘广宗平日里欺男霸女，看了不少女子，都是安阳侯府出面摆平的。这安阳侯府还不知这人的秉性啊！哼，是某些人活得不耐烦了，不将本王和侧妃放在眼里。宋替手既然想借着本王的事让安阳侯府更上一层楼，那他就得好好对本王的侧妃。看在侧妃的面子上，这次饶了安阳侯府，杀鸡儆猴险。那咱们刘家不是将刘广宗接回府养伤了吗？派人动手，将刘广宗的颞根和右手给剁了，舌头也拔了，省得听见糟心的事。是。翌日，刘广宗惨遭断手拔舌的消息传到安阳侯府时，老夫人，您说这事儿真的是被柳家少爷害死的那姑娘他们家里人干的？哼，不是他们还能有谁？柳家那个纨绔这些年做的阿扎事不少，怎的偏偏就昨日被人断手拔舌？而且就算真是那姑娘的家人报仇，又怎么可能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刘府，还全身而退？官府的人去抓人时，那家人早已人去楼空，根本找不到。既然燕王府将凶手的名义推给了那家人，那就是那家人了。这还没进府，燕王就护上了，今后得待昭月更上心才是。走，陪我去趟锦绣院。锦绣院正房内，气氛压抑。跪下！宋明烟吓得浑身一颤，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你可知罪？宋明烟瑟缩着身子，低着头不敢言语。刘广宗被人断了手脚，割了舌头，你可知晓？我且问你，昨日刘广宗酒后闯入后院花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不知道。不知道？哼，不知道也罢。我告诉你，昭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燕王侧妃，刘广宗的下场你也知道了。昨日之事，我已经命人封锁了消息，昭月不知道刘广宗是怎么到的后院。我老婆儿子这次保了你，嫣儿，你好自为之，今后对昭月恭敬些。你记住，冒犯昭月就是冒犯燕王，若是再惹出什么事端，可没人能护得住你。这1个月你就莫要出院子了，每日抄写经书2卷，好好修身养性吧。宋明烟心中又怕又气，却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哭着点头称是。姑娘，老太太罚大姑娘禁足1个月，每日抄经书2卷。老太太倒是动作快，我还想等她来闹，再接燕王的事，逼老太太他们好好教训她一番呢。可惜了。他发现自己果然不是个良善的人，就是个小人，一朝得势更要狠狠地踩欺负过他的人几脚。
俗话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变态。他隐忍了快17年，没心理扭曲就不错了。不过话说回来，做恶人的感觉真是好。哦，对了，姑娘，还有一件事。奴婢听厨房的人说，那柳家少爷被人怎么了？被人断了手脚，割了舌头，听说还被人弄成了太监。如今京城传遍了，柳家少爷是太监了。是哪位壮士干的好事啊？啊，姑娘，你不怕吗？这断手割舌的，想想就害人。这有什么好怕的？这是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他还想过以后再教训刘广宗这人渣。他听说这个人渣害了不少的女子，苦主告上衙门，都被父亲出面摆平了。天道好轮回，这个人渣终于是遭到报应了。2日后，宋杰明和宋杰西休沐从书院回来。二妹，这是大哥给你带的礼物，这个是醉仙楼的桂花糕，你最爱吃的。谢谢大哥。阿妹，这是我买给你的珠钗，你带着玩。二哥有心了。二妹，你若有什么想吃想玩的，尽管说，我们定为你寻来。宋昭月心中冷笑，面上却是一脸的感激。多谢大哥二哥。宋杰明和宋杰西又说了几句，便告辞了。姑娘，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大少爷和二少爷居然会给你带礼物。不过这个珠钗真漂亮，虽是一只，但不比老太太上次赏的那条头面差。看来这燕王的大旗还真是好用啊。这个你拿着，去了燕王府再戴。姑娘，这拿着吧，不过眼下还是莫戴了，不然他们要气死了。眼下还要哄着府里，让他们多讨点嫁妆。等我顺利进了燕王府，就不用理会他们生不生气了。姑娘说的是。绿珠接过了珠钗，眼中闪过了一丝狡黠。主仆二人相视一笑，屋内充满了快活的气氛。翌日，青天剑派人到安阳侯府送来了吉日，燕王和宋昭月的婚礼定在了1个月后。时间紧急，皇家婚礼诸事繁琐，且容不得半点差错。在嬷嬷的精心养护下，一晃1个月过去了。宋昭月本就雪白的肌肤越发的娇嫩，好似能掐出水来。坐在梳妆台前，宫里的梳妆嬷嬷熟练地给她开了脸，接着梳理发髻。娘娘好容貌，实乃世所罕见。宋昭月在众人的伺候下，换上了皇子侧妃的婚服，品红色的婚服繁复精致，屋内烛火下，金线绣的凤纹美轮美奂。那华丽的婚服如同一片绚丽的云彩，将它包裹在其中。此时天色大亮，端坐在贵妃榻上，宋昭月望着房间里熟悉的摆设，阳光透过窗户的雕花，斑驳地洒在她洁白如玉的面庞上。轻轻转头间，凤冠流苏拂过她的颊边。17载春秋在这安阳侯府里缓缓流淌，侯府后院承载着她17年来的回忆，多苦少甜。然而今日即将离开这个小院，宋昭月的心情复杂。自幼生长于此，及笄后就一直盼着出嫁，离开侯府。然而这一天真的来临，她心中百感交集。今日踏出这安阳侯府，柳氏、父亲和祖母就再也不能掌控她的命运了。前厅里，老太太、宋替手等人见到燕王，纷纷行礼。裴明旭温声让人免礼。见燕王前来亲迎，老太太等人心中火热。月儿似乎很得燕王心意，这对于侯府简直是件天大的喜事。众人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捡了些客套喜庆话说说，一时间前厅越发热闹而喜庆。宋昭月被喜嬷嬷扶着到了前厅，她的视线被盖头遮住，只能看到脚下。听着周围人的热闹，宋昭月有些紧张。嬷嬷扶着宋昭月站定，引导她拜别了亲人。老太太和宋替手慈爱地看着行礼下拜的宋昭月，脸上满是不舍和喜悦。一旁的柳氏装出了一副慈模样，笑容满面。若是不知情的看了，还以为宋昭月是柳氏的亲生女儿。喜轿缓缓行进，宋昭月坐在轿子里，仍能听到外面街道两旁传来的骚动，以及不绝于耳的惊叹声。哎呦，这燕王娶妻的阵仗可真大呀！哎，这是娶的哪家贵女为妃啊？哎，错了，燕王今天娶的是侧妃。
是安阳侯府的姑娘。原来这是娶侧妃啊，这架势抵得上娶正妃了。哎，就是，自打元泰10年起啊，龙子龙孙出宫见府，老夫这还是头一次见到娶侧妃的有亲王亲迎啊。这安阳侯府好大的面子，燕王竟如此看重这门亲事，想来侧妃娘娘肯定是国色天香。安阳侯府真是养了个好女儿，摊上燕王府。那可不是，燕王殿下是我朝的战神，手握燕北铁骑。那鞑靼见了燕王的旗帜，都被吓得屁滚尿流，再也不敢南下。安阳侯府和侧妃娘娘真是好夫妻啊！裴明旭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花轿前，眉宇间流露出了温和之色，俊美不凡的面庞在阳光下更显得格外耀眼。迎亲的队伍经过正阳大街时，路边的百姓纷纷叫嚷着：“啊，这燕王正妃是哪家的闺女啊？哎呦，这今日娶侧妃这么隆重，那正妃的脸上可就不太好看喽。”这听说啊，是陈国公的孙女儿。燕王如此不给正妃和陈国公府面子，居然亲迎侧妃。燕王可是战神，那是龙子龙孙。这正妃和陈国公府的面子，悦来楼包厢内，刘月莹听着楼下无数百姓如此调侃羞辱自己和陈国公府，心里愤恨难当。你截止那日闹出岔子，就应该料到今日的情景了。燕王殿下如此行事，是陛下默许的，这是陛下给陈国公府的警告。英娘，燕王殿下已知晓你不愿嫁，如今你要做的是好生想想，嫁到燕王府后如何挽回燕王殿下的心，莫要惹得府里跟着继续丢人。陛下说过，皇家早逝的皇子正妃也是常见的。是，祖父。在陈国公目光逼视下，刘月莹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侧妃没有拜堂的礼仪，宋昭月被直接送进了新房，引到了喜床边坐下。坐在喜床上，宋昭月微微侧身，头微微地低着，静候着燕王。裴明旭看着身前端坐的红衣佳人，仪态娴雅，神姿婀娜，柔顺地等自己揭盖头，心中莫名一软。王爷可以揭盖头了。裴明旭接过了喜秤，轻轻地挑开了鸳鸯盖头。宋昭月微微抬手，只见裴明旭身穿一袭喜庆的红袍，那鲜艳的红色如同燃烧的火焰，将他的身姿映衬得更加气宇轩昂。乌黑的长发用金冠束住，露出如雕刻般完美立体的五官，对上男子深邃幽暗的眼眸，宋昭月只觉得心跳加快，心中一阵慌乱，如同小鹿乱撞。他忙垂下眼帘去，遮掩着突如其来的羞怯紧张。侧妃娘娘长得真是标致，恭喜殿下。奴婢呀，还是第一次见着如此标致的新娘子。宋昭月闻言看了喜嬷嬷一眼，发现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自己，像是在看一个稀奇的宝物。月儿，殿下，你突然叫得这么亲密，我有点不适应啊。殿下，莫紧张，你先休息，本王先去前面宴客。是，殿下。见裴明旭离开后，喜嬷嬷等人也跟着退了出去。合卺酒，侧妃的婚仪是没有合卺酒的，只有正妃才能和王爷喝合卺酒，这是夫妻成婚专用。侧妃虽然上皇家御蝶正二品，但说到底也只是妾。就是合卺酒。不同于正妃柳氏是父皇定的，侧妃皇室是姨母挑的，月儿是她自己想娶的。侧妃的婚仪没有拜天地，但婚房内补上合卺酒却是可以的。她执起了酒杯，将其中一支递给宋昭月。宋昭月微微颤抖着手接过了酒杯，侧过身同裴明旭一道，仰头将杯中的酒饮尽。裴明旭长臂一伸，搂着怀中人往后一倒，仰躺在柔软的锦被上。月儿，夜深了，该安置了。宋昭月脸颊飞起红晕，点了点头。裴明旭轻笑了一声，翻身压住她，亲吻落到了她的额头、眼睛、鼻子、嘴唇。
时一刻，晨曦微露，天际才刚泛起了鱼肚白。裴明旭缓缓地睁开了双眼，望见怀中女子安然熟睡的面容，眸底掠过了一抹轻柔的笑意。宋昭月轻皱眉头，悠悠转醒，发现裴明旭正凝视自己，四目相对的瞬间，他的脸色刹那间涨得通红。昨夜的记忆慢慢回归脑海，他现在只想知道是谁造谣燕王裴明旭有隐疾的，他哪里有隐疾了？有疾的是他。眼下他只感觉浑身骨头都快要散架了。裴明旭这个出哥真是一点也不怜香惜玉。醒了？月儿，时候不早了，该起了。早膳后，二人便上了马车，往宫里赶去。到了皇宫，宋昭月先随燕王去拜见了景熙帝谢恩，接着二人便转到皇后的坤宁宫。从坤宁宫出来，裴明旭带着宋昭月直奔永福宫。快给姨母瞧瞧我们的新郎和新妇。裴明旭和宋昭月也忙行礼问安。快起吧，别弄那些虚礼了。他看着二人郎才女貌，欣慰地笑道：旭儿啊，终于成亲了，真是让姨母好生欢喜啊。宋氏，你过来。宋昭月乖巧地走上前，刚站定，淑妃便将手上的羊脂玉镯子取了下来，给他戴上。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现在便把它交给你。宋昭月一听，刚要推辞，长者赐，不可辞。这玉镯他本是要给正妃刘月莹的，但听旭儿说起刘月莹接赐婚旨意时的反常，他就不乐意了。区区一个臣女，竟敢嫌弃亲王。宋氏，今后你要用心侍奉旭儿，早日诞下子嗣，本宫不会亏待你的。娘娘放心，妾身定当用心侍奉殿下。一旁裴明旭看着相处融洽的二人，眼里满是笑意。一时间，永福宫其乐融融。午膳后，裴明旭和宋昭月便出宫回了王府。裴明旭将宋昭月送回了院子，就折返前院书房处理事务。梳洗一番后，宋昭月便睡下了。醒来时已是申时一刻，他匆匆换上了一身轻便的衣裳，带着绿珠去了院里的小厨房。宋昭月打算动手做几个菜。俗话说，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先要抓住男人的胃。这些年，他没少被柳氏使唤着做吃食，虽然辛苦，但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小厨房内，宋昭月袖子挽起，绿珠在一旁帮忙，两人配合默契。宋昭月打算做几道拿手菜。姑娘好香啊，您的手艺又精进了。今日第一次给殿下做菜，那必须拿出看家本领。随着最后一道菜出锅，宋昭月轻擦了汗水，命人将菜一道送去花厅。这是？回殿下，这是妾身亲手做的几道小菜，不知道合不合您的口味。我试试。兔肉鲜嫩，葱香浓郁，没有半点的腥膻，火候掌握的恰到好处。不错，月儿厨艺精湛。殿下谬赞了，不过是些家常小菜罢了。家常小菜能做得这般滋味，已是不易。裴明旭又尝了另外3道菜，都十分合他的口味，心中对宋昭月的评价又高了几分。不愧是他挑的，果然更合他的心意。王爷喜欢就好，以后昭月经常做给王爷吃。不必如此，下厨辛苦，偶尔为之便可。宋昭月的心中一暖，这可是古代，裴明旭居然能说出这种话，实属难得。毕竟他这样位高权重的王爷，自小习惯了被人伺候，哪里会想到下厨的辛劳。宋昭月心中对裴明旭的打分加上了几分。能为殿下做饭是妾身的荣幸，殿下心疼妾身，妾身就听殿下的，往后几日做一次，还望殿下赏脸。好，尝尝府里做的羊肉，这是厨子拿手菜，味道怎么样？脆皮烤羊腿的表皮薄脆，羊肉酥嫩，一口咬下去，汁水在口中爆开。殿下，外酥里嫩。那就多尝尝，不过你也别吃太多，当心夜里积食。两人一边吃饭，偶尔交谈几句，气氛温馨。用完膳，二人一步到了下午刚收拾出来的小书房。陪本王下盘棋消消食。好啊，那殿下可要手下留情啊。本王从不手下留情。
宋昭月信心满满的拿起白子，然而几轮下来被杀得溃不成军。他看着棋盘，眉头紧锁，苦思冥想，却始终找不到破局之法。裴明旭看着他苦恼的模样，红唇微嘟，两颊鼓鼓的，像个气鼓鼓的大包子，不由得眼中笑意更浓。哎呀，不下了不下了，这棋盘太凶险了，妾身认输就是了。裴明旭看着他耍赖的模样，忍不住放声大笑。这爽朗的笑声回荡在了整个小书房。门外，这侧妃娘娘进府啊，就是好。这2天殿下的笑容比过去1年的都多。可不是嘛，殿下这几日心情好，咱们这些做奴才的也替殿下开心嘛。哎呀，只希望宋侧妃能一直好好伺候王爷，让殿下呀就这样一直开心下去。他想到后日是宋侧妃娘娘回门的日子，不知殿下陪不陪宋侧妃回门呢？晨光熹微，宋昭月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身边早已空无一人。殿下呢？姑娘，殿下早起去练武场了。昨夜裴明旭闹得凶险，导致印子今日晨起都未散。姑娘，奴婢伺候您沐浴吧。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好。姑娘，您别看奴婢还未成亲，其实奴婢什么都懂。奴婢只是见识少，所以才好奇。好奇什么呢？宋昭月看着绿洲那模样，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奴婢就是好奇，希望姑娘和殿下一直这样恩爱。放心吧，以后等你嫁人了，也会和你夫君恩恩爱爱的。姑娘，您又取笑奴婢。好了，不闹你了，我去沐浴了。宋昭月笑着起身，走进了屏风后。早上后，宋昭月在小书房坐下，绿珠则是拿着一张厚厚的单子走了过来。姑娘您看，这是嫁妆清单。绿珠眼睛都快亮了，递给了宋昭月。庄子2处，铺子2家，田产8顷，还有压箱底的银两。哇，姑娘真是发财了。这可是我们未来的依仗啊！老太太和父亲这次真是大方。待嫁妆单清点完后，宋昭月刚想休息片刻，侧妃娘娘，福公公求见。快，请福公公进来。福顺可是裴明旭的贴身太监，怠慢不得。侧妃娘娘吉祥，奴才在这儿给您请安了。福公公快请起。谢娘娘。哎呀，殿下命老奴准备娘娘明日的回门礼，这是礼单，请您过目，看看您还需要添些什么。从礼物上看，老太太和父亲的明显更上心，是根据他们的喜好准备的。宋杰明、宋杰熙兄弟俩4只，而柳氏和宋明烟则是敷衍了许多。宋昭月心中明白，这明显差异的礼物，其中给老太太等人的是给她做面子，而给柳氏和宋明烟的分明是暗含警告，警告安阳侯府，警告柳氏等人，今非昔比，如今的他已不是他们可拿捏的。多谢殿下，也多谢福公公细心准备，礼单准备得很好，无需再添置什么了。娘娘满意就好，这些呀都是殿下吩咐的，老奴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宋昭月点点头，心中对裴明旭的打分又加了几分。只是明日回门，他会陪他一起回去吗？毕竟他只是一个侧妃。翌日，想什么呢？如此入神。臣妾只是在想，今日有殿下陪着回门，真是臣妾的福气。哦，本王陪你回门，你很高兴？当然高兴啦，有殿下陪着，臣妾才心安。放心，有本王在，没有人敢欺负你。宋昭月也不知这话是指今日安阳侯府没人敢欺负他，还是也指裴明旭今后会给他撑腰。臣等参见燕王殿下，殿下千岁，千岁。都起来吧。众人起身，簇拥着裴明旭和宋昭月进了福寿院正厅。午间热热闹闹用过宴席，漱口盥洗手后，宋替手邀请裴明旭去前院稍坐，让宋昭月和老太太说些体己话。不必，还是让月儿陪本王去园子里走走消食。说完，他不理会宋替手等人的反应，便携了宋昭月一同往外行去。
这园子虽然不大，倒是布置的颇为雅致。那是自然，听说是建府时请江南名家设计的。以前妾身不能出门，每日最喜欢的便是在园子里转转。哦，看不出来月儿还有这般雅兴。不过今后我会常带月儿出门。多谢殿下。绕过水榭，裴明旭见时辰已差不多，便准备折返打道回府。二人路过假山旁的拐弯时，一道红色的身影突然从假山后跌了出来，直直地朝着裴明旭撞了过去。殿下小心！电光火石间，裴明旭的眼眸一凛，飞起一脚将那红色的身影踹飞出去。砰的一声闷响，红色身影重重地跌落到了青石板路上。宋昭月心里暗叹一声，真是蠢货。哎呀，殿下，你没事吧？福顺见到这变故，连忙带着人上前。去，请安阳侯和宋夫人过来。是。福顺应道，连忙派人去请宋替手和老太太。我的儿啊，你怎么了？你别吓唬娘啊！福顺见状，不慌不忙地站出来，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老身教导无方，让这孽障冲撞了殿下，还望殿下恕罪。还请殿下恕罪。宋明烟的眼皮动了动，意识逐渐回笼。嫣儿，你醒了。娘，我的儿啊，你怎么样了？哪里疼？娘，我怕。不怕，娘在呢。宋大小姐心思不纯，今日多有失仪，眼下还冲撞了本王。本王看，不如送去慈安庙里修身养性吧。不，我不要去慈安庙，殿下，我不要去。嫣儿，你别乱动，小心伤势。殿下饶命啊！嫣儿她只是一时糊涂，求殿下看在她年纪尚小的份上，饶她这一次吧。殿下，请您息怒，舍妹只是一时糊涂，并非有意冲撞殿下，求您看在父亲和祖母的面子上，饶恕她这一次吧。殿下，都是微臣教女无方，冲撞了殿下，还请殿下息怒啊！求殿下就饶了他这次吧。宋昭月看着宋明烟，眼里闪过了一丝复杂的情绪。人蠢真是没办法。裴明旭今日这一脚，宋明烟怕是下半辈子都得与药为伍了。刘广宗那件事后，自己还可惜没让宋明烟吃足教训，没想到他今日作死，让裴明旭替他补上了。殿下，姐姐她只是一时大意，并非有意冲撞殿下，如今她已然后悔莫及，还请殿下看在她年纪尚轻，饶了她这一次吧。既然月儿求情，本王自然要给月儿面子。今日之事，本王便不予追究，但今后如有再犯，绝不轻饶。谢殿下开恩，谢殿下开恩呐！宋明烟更是如蒙大赦，虚弱地朝着宋昭月的方向看了一眼，眼里满是感激和后怕。谢殿下开恩，多谢妹妹。殿下，姐姐身子不适，不如就先让她回去吧。裴明旭抬眼看了眼宋明烟，见他感激地看着宋昭月。如此也好。多谢殿下，多谢侧妃娘娘。柳氏闻言，忙向裴明旭和宋昭月行礼谢恩，之后便让宋杰明将宋明烟小心抱起，匆匆而去。老太太等人看到这一幕，心中五味杂陈。他们这才真正的彻底意识到，如今的宋昭月早已不是那个任他们拿捏的庶女了，她是燕王的侧妃，深得燕王之心。她的一句话比他们说破天都管用。从今往后，是他们要求着她了。宋昭月进府的时候是8月下旬，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如今已到了9月初时。燕王府的另外一位侧妃黄灵如即将进府。宋昭月看着花园西边已经挂满红绸的翠华居，心情复杂。她这半个月和裴明旭相处超出了她的预期。裴明旭日日宿在她的院中，他们同寻常夫妻一般朝夕相处，而如今她独占裴明旭的日子即将结束，接下来才是真正的考验开始。姑娘，您看什么呢？绿珠顺着宋昭月的目光望去，见她正在看着翠华居的方向，顿时会意。您是在担心皇侧妃进府？没有，只是有些感慨。
毕竟今后燕王府后院就不是我一人了。姑娘，您可别多想，殿下宠爱你，就算是皇侧妃来了，也抢不走殿下的宠爱。人家皇侧妃也不是吃素的。选秀时我们同住一屋，她容貌、女工、礼仪等等样样出色，每次考评都排前列，一手苏绣，宫里的嬷嬷见了都称赞不已。你家姑娘我，女工拿不出手，每次都只能排到中等，到现在都没有好意思给殿下绣个什么东西。绿珠见自家姑娘灭自己的气焰，长他人威风，顿时急了。我的好姑娘，您女工差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从小就是。姑娘，要奴婢说，您如今啊，跟那画本子里的妖精似的，这些天在殿下的滋润下，可是越发美了呢。奴婢每日看着你，都要被你迷晕了。殿下又不是瞎子，自然知道该疼爱谁。我要是妖精，第一个就把你吃了。姑娘，奴婢是夸您呢。您自己难道就没发现自己越发美了？这都是殿下的功劳。你这丫头胆子越来越大了，连这等瞎话也敢乱说。奴婢说的可是实话，殿下又不是瞎子，放着您这么一个大美人不宠爱，去宠爱皇侧妃。姑娘这么美，奴婢今后可是一步也不想离开姑娘了。不是有一句话叫秀色可餐，每日看着姑娘，奴婢都能多吃一碗呢。你这张嘴啊，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是啊，他怕什么？他有什么好怕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困境如何，总是有破局之法。夜幕降临，宋昭月寝居内燃起了淡淡的熏香，香气旖旎，如丝般缠绕。殿下，您今日怎么回来的这般晚啊？怎么，今日才一会儿不见，就想我了？宋昭月不答，只是起身走到了他的面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红唇轻轻地贴近了他的耳畔，吐气如兰。殿下，妾身想……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裴明旭一把抱起，朝着床榻而去。这可是你自找的。裴明旭低沉的声音带着一丝沙哑，眼眸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床帐内春色无边，帐暖香浓。他知道宋昭月今夜为何如此反常，无非是因为明日皇侧妃就要进府了。平日里娇气到才闹一次便撒娇求饶的人，今日却缠着他不肯罢休。想到这儿，裴明旭轻轻地将宋昭月揽入怀中，两人相拥而眠。突然，窗外传来3长1短的鸟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裴明旭猛地睁开眼，眼中金光一闪而过，哪还有半分睡意？他眉头微蹙，正要翻身下床。殿下，怎么了？无事，我去书房处理点事，你继续睡吧。宋昭月已是困极，勉强地应了一声，便又沉沉睡去。书房内，裴明旭坐在太师椅上，面色冷峻。说吧，什么事？殿下，王侍郎府上探子来报，皇侧妃身份存疑。说详细些。探子今日无意间发现，皇侧妃身怀武功，身手不凡。不仅如此，探子还发现，今晚皇侍郎同皇侧妃在书房秘密议事。书房秘密议事？这更奇怪的是，皇侍郎对皇侧妃毕恭毕敬，不像是妇女，倒更像是下属对主子。一个身份不明、身怀武功，甚至可能操控身为朝廷正3品官员父亲的女子，究竟是何方神圣？皇家到底想做什么？如今朝中的局面看着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汹涌，一个不慎就可能会前功尽弃，将整个燕王府搭入进去。这样的女子进府，不论是否有宠，都将是一个大麻烦。明日就是皇室进府的日子，如今这局面是本王疏忽了。殿下恕罪，探子也是刚查到这些，时间紧急，还来不及挖出皇室妇女的底细。起来吧，此事怪不得你。细细挖，务必查清皇室妇女的真实身份，他们背后的目的。是。还有，翠华居伺候的人全部换掉，换成暗卫营的人，给我严密监视皇室的一举一动。殿下放心，属下这就去办。等等，你去府医那里，让他配些曼陀罗、幻梦和春药，明日再派名女暗卫跟着本王。王生一愣，曼陀罗、幻梦有迷幻之效，加上春药，可以让人如身临其境般做场真实的春梦。殿下这是要……是殿下。
王生退下后，裴明旭习惯性的继续敲着桌面，陷入沉思。不知皇室这事到底是哪位兄弟给他下的套，还是皇室的主子并不是他的几位兄弟，另有其人。不过无论是谁的人，皇室进府后都会被严密监视，就算他有3头6臂，在燕王府也绝不可能翻出天去。查清皇室和皇室郎的身份，还有背后主子，只是时间问题。既然这皇室明显有问题，那他正好利用他当靶子，一来说不定能调出大雨，二来也正好可以将月儿隐藏起来，不惹人眼。傍晚，宋昭月正准备用晚膳，却突然听到一阵脚步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只见裴明旭一身玄色的锦袍缓步走了进来。殿下。裴明旭这时候不是应该在宴客，或者在翠华居吗？怎么，不欢迎我？殿下说笑了，妾身自然是欢迎之至。殿下，今日您怎么有空来我这里？我今日就不能来看看你吗？殿下，您莫要逗妾身了，您知道妾身的意思。今日是皇侧妃进府的日子。我过来看看你，晚些就走。殿下，您今日能来看妾身，妾身真的很高兴。妾身只是希望殿下见了皇侧妃后，莫要忘了妾身。愿我如影，君如光，时时追随，相厮守。只愿君心似我心。另外半句定不负相思意，他并未说出口，但这已经是他第一次对女子说这些。善后华灯初上，时辰差不多了，裴明旭该去翠华居。裴明旭却不紧不慢地用着茶，丝毫没有起身的打算。怎么，你希望我这就走？不是的，妾身只是什么？殿下，妾身心眼小，爱吃醋，打心底不想您过去。但是妾身知道，皇侧妃也是陛下赐婚的。今夜若您不去翠华居，传出去就是对陛下赐婚不满。所以，妾身宁愿殿下早点去翠华居，也不要旁人对殿下不利。月儿，你放心，定不负相思意。裴明旭紧紧地抱着宋昭月不撒手，直抱了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将人放开。这2人今后就伺候你，他们身手不错，你日后走哪都务必带着。奴婢见过侧妃娘娘，请侧妃娘娘赐名。宋昭月虽然奇怪他们都没有报自己的名字，直接让他取名，但看裴明旭也等着他给二女取名的模样，便没有多问。你就叫朱茵，你就叫白锦。朱茵，谢娘娘赐名。白锦，谢娘娘赐名。待福顺领着二女退下后，今后你切莫让朱茵和白锦离身，尤其是见皇室时，皇室来路不对，你日后多加小心，少与他接触。此事机密，切莫与旁人说。王玲如从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裴明旭的敌人，这是什么情况？宋昭月被裴明旭突然放的惊天大雷炸懵了，他困惑的眨眼，然后眼巴巴地瞅着他，希望他能再说些详情。你照我说的做便是，日后我自会告诉你。好，听殿下的。时间不早了，我先过去了，你早点休息。今日是皇侧妃进府的日子，燕王府披红挂彩，好生热闹。只是燕王今日未曾亲迎，就与半月前宋侧妃进府之时相比，显得失色不少。这落在有心人的眼里，自然就多了层深意。翠华居在花园的西南，从桃夭阁过去需要横穿花园。如今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众人簇拥着裴明旭往翠华居而去。福顺作为裴明旭的心腹，自是知道皇侧妃有问题。今日的2个侍女是他按主子吩咐去王生那里精挑细选的。到了翠华居，裴明旭漫不经心地扫视了屋内一眼，在一张圈椅上坐下，并不打算去掀盖头。侧妃娘娘，您还是起身，给殿下请安为好。黄玲如本含羞低头地端坐着，听了喜嬷嬷的话，心中微微一沉，但她很快便调整过来，忙掀了盖头上前请安。妾身见过殿下，殿下万福。起。妾身谢过殿下。声音娇媚入骨，像是进了蜜糖一般。若是寻常的男子听了，定骨头酥软，心痒难耐。只可惜裴明旭不动如山，似乎聋了一般，对上黄玲如望过来欲语还休的媚眼，他也视而不见。
见皇室这般做派，没有丝毫大家贵女的姿态，倒似青楼楚馆中人。裴明旭的心中一动，或许王生他们可以从这方面入手，看能查点什么出来。他不想多费口舌，直接抬了抬手，挥退屋里伺候的人。顿时，太监和侍女鱼贯退下，福顺走在了最后。他出了新房后掩好门，便在门口守着，示意太监和侍女将黄灵如的陪房赶得更远，只留王府的人守在门外。新房内红烛摇曳，黄灵如含羞带怯，一双美眸不住地看向裴明旭，眼里满是若有似无的挑逗。翌日清晨，绿珠一边伺候着宋昭月梳洗，一边状似无意地说道：姑娘，您是没瞧见，今日一大早殿下就回了前院，连早膳都没在翠华居用呢。你怎么知道殿下回了前院啊？姑娘忘了，奴婢每日都要去大厨房提膳。这不，花园里照料花木的小顺子瞧见了殿下的仪仗，便偷偷告诉奴婢了。以后这些事莫要再打听了。怎么了，姑娘？可是奴婢多嘴了。并非如此，只是打听殿下行踪并不合府里规矩，日后若是有心人找事，就是现成的把柄。燕王府管理森严，严禁众人打听裴明旭的行踪，各院的太监侍女没有出行腰牌，不得随意走动。是，姑娘教训的是，奴婢以后再也不打听了。再者，知道的多了并非好事。燕王府永远不缺更年轻更鲜活的女子，今后府里的女人只会更多。每日想着裴明旭夜里去了哪个院子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过好自己的日子。裴明旭来了便笑脸相迎，他不来他就自得其乐。早膳过后，宋昭月屏退了左右，只留下了绿珠、朱茵和白锦。你们两个过来，让我好好瞧瞧。朱茵和白锦对视一眼，恭敬地走到了宋昭月的面前，低眉顺眼地站着。抬起头来，我又不吃人。昨夜殿下在，他们不敢多看。宋昭月今日穿着一袭浅粉色绣海棠花的襦裙，朱茵和白锦看得都有些吃了。他们常年在安卫营训练，哪里见过这般美貌的女子？怎么，看呆了？奴婢不敢。好啦，和我说说你们自己吧。多大了？都会些什么？回娘娘，奴婢朱茵今年15了，略通药理，善使长鞭。奴婢白锦也和朱茵一般年纪，擅长暗器，轻功尚可。哇，你们小小年纪居然这么厉害！的确厉害，以后我们桃夭阁就多了2位女侠了。我瞧着你们手上怎么这么多伤啊？都是练功的时候弄的吗？回娘娘，都是些小伤，不碍事的。绿珠，去把妆台上那盒伤药拿来。是。绿珠领命而去。不一会儿，绿珠便拿了一个玉白的瓷罐回来了，塞到了朱茵的手中。你们等下记得回房上药，以后你们就安心跟着我，缺什么少什么尽管和绿珠说，她会帮你们安排妥当的。绿珠，你给朱茵和白锦一人拿10两银子和2匹料子，再让针线房给他们一人做2身衣裳。谢娘娘。朱茵和白锦眼眶微红，他们没想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侧妃娘娘竟然如此平易近人，还对他们这般好。二人暗暗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尽心尽力地保护好侧妃娘娘，绝不让坏人有机可乘。午睡起来，宋昭月慢悠悠地起身，对着铜镜照了照，眉眼间还带着几分慵懒的媚态。姑娘，您待会儿去花园走走吗？绿珠一边帮宋昭月梳洗，一边问道。宋昭月正想说，还是在院子里看看画本为好。门外传来小丫鬟的声音：启禀娘娘，王侧妃来访。王侧妃？这上午才进宫谢恩，下午就迫不及待地来他这儿，还真是有心啊。娘娘，这皇侧妃怕是来者不善啊。怕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也不能将她给拒之门外，去会会她，看她今日要唱哪出戏。去，请皇侧妃去正厅稍坐，我随后就到。是。小丫头领命而去。绿珠手脚麻利的帮宋昭月重新换上了一套淡紫色的绣芙蓉花襦裙，又梳理了有些松散的发髻。朱茵和白锦在一旁认真的学着，时不时给绿珠打下手。收拾妥当，宋昭月带着绿珠3人朝着正厅走去。朱茵和白锦一左一右，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他们来桃夭阁之前，福公公就交代了，务必跟紧宋侧妃，
尤其是宋侧妃同皇侧妃相处时，更是寸步不离。苏妹妹可算来了，姐姐在这儿等候多时了。让皇姐姐久等是妹妹的不是。苏妹妹说的哪里话？你我姐妹之间何须如此客气？咱们姐妹好久不见了，自打上次选秀一别，姐姐可是日日夜夜都在想着你呢。多谢皇姐姐挂念。妹妹，咱们之前选秀时不还同住一屋吗？如今又一同进了燕王府，这个真是缘分呢。的确，皇姐姐说的对。说起来，姐姐本来想早点来看望妹妹的，只是昨夜有些劳累，今日姐姐稍作休息，便来看望妹妹了。黄灵如说着，眼波流转，故意将昨夜和劳累二字咬得极重。皇姐姐说笑了，你我姐妹之间何须如此客气？你既然累了，就多休息一会儿，这都在府里，日后多的是见面的机会。对了，宋妹妹，姐姐想亲自下厨给王爷做几道菜，只是姐姐院子里的厨房还没来得及收拾妥当，妹妹可否让人给翠华居的小厨房送些食材？姐姐有所不知，府里的事情如今都是福顺福公公在管，姐姐只管派人去和福公公说一声便是了。黄灵如一听，管家的人竟然是裴明旭身边的太监，而不是宋昭月，心中对宋昭月更加的鄙夷了几分。这宋昭月最早入府，离正妃刘月莹大婚进府还有2个月的时间，居然没有拿下管家权。要是他，一定想办法拿到管家权，安插自己人。真是白瞎了这一身的好皮囊，一点都不懂得利用自己的优势。多谢宋妹妹告知。皇姐姐客气了。二人又随意闲话了几句。宋昭月依旧是那副选秀时的模样，沉稳淡然，不善言谈，问到什么就是一问三不知。黄灵如坐了一会儿，见实在打探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便起身告辞了。送走黄灵如后，宋昭月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径直去了书房。黄灵如走后，绿珠便一直守在门外，时不时地往书房里张望。皇侧妃刚来炫耀殿下的宠爱，自家姑娘这会儿心里不痛快。自家姑娘从小心情不好，无法排解之时，便爱安静的写字。眼下她也不好前去打扰。朱茵和白景想过来伺候，被她打发先去歇着。绿珠在门外候着，不让人来打扰，好让宋昭月写个痛快。燕王府前院书房，回殿下，皇侧妃回府后，便将策划局的丫鬟婆子都召集起来问话，每人赏了5两银子。哼，他倒是大方。他陪嫁的郭嬷嬷四处打听府中如今是不是宋侧妃在管家，还探听殿下之前留宿桃夭阁的情况。继续盯紧了皇室和他的人，有什么异动，立刻来报。是。殿下，午后皇侧妃去了趟桃夭阁，说是去拜访宋侧妃。他去桃夭阁做什么？听朱茵姑娘传回的消息是，说是皇侧妃在宋侧妃面前炫耀殿下的宠爱。皇室果然不是个安分的。裴明旭的脸色大变，眼中寒意更甚。傍晚，翠华居里灯火通明，一股浓郁的菜香飘散开来。王灵如亲自下厨，做了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奴才给皇侧妃请安。免礼，不知几位公公前来有何贵干？回禀侧妃娘娘，殿下特地让奴才们送来几道菜，请您趁热用膳。食盒中整整齐齐地摆放着5道精致的菜肴，色香味俱全，一看便知是出自王府厨房的拿手好菜。殿下体恤娘娘今日辛苦，让娘娘早些歇息，今夜她便不过来了。公公辛苦了，替我谢过殿下。公公辛苦了，这是我们娘娘的一点心意，还请公公不要嫌弃。娘娘客气了，多谢娘娘赏赐。公公您看，我们娘娘做了些菜，想给殿下送去尝尝，不知那就有劳了。只是殿下今晚宿在前院书房，交给奴才们直接带回去就行了。那就有劳公公了，奴婢这就让人将菜装进食盒。送完前院太监，郭嬷嬷看着黄灵如难看的脸色，娘娘，殿下这是体恤您，
您就别多想了。奴婢刚刚打听过了，殿下并没给宋侧妃赐菜，可见殿下心里还是惦记着娘娘的。你去把其他菜都撤了，就留下殿下赏的。是。桃夭阁内，玉儿，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没有啊，倒是殿下今夜有些反常。哦，是吗？那为何我觉得玉儿今日有些不对劲，有一肚子话想问？宋昭月无奈，心中腹诽，裴明旭今夜到底是闹的哪一出？玉儿，你这是吃醋了？殿下说笑了，妾身为何要吃醋？还说没有？你这小醋包，连自己吃醋了都不知道吗？宋昭月被他抱着有些别扭，但很快就调整过来，老实的靠在了裴明旭的怀里，也不说话。玉儿，眼见不一定为实，你想知道什么，直接问我即可，莫要被不相干的人用假象给糊弄了。殿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玉儿，你该不会以为我真的会碰他吧？我怎么会碰他？那皇侧妃她……我昨夜呀，给她下了点东西，让她做了一场好梦而已。下东西？好梦？没错，就是曼陀罗幻梦加上一点春药，让她做了场以假乱真的梦。那她身上的那些痕迹，不过是女暗卫的杰作罢了。哼，玉儿，这下总知道了，相信我了吧？宋昭月听得目瞪口呆，这也太刺激了吧！怎么，玉儿很是惊讶？没有。就是觉得你这操作真是够溜的。王灵如要是得知真相，定想要打死你这个老六。玉儿今日见了那女人，怕是没少腹诽我吧？殿下说笑了，妾身怎么会……还说没有？你这小醋包，连自己吃醋了都不知吗？宋昭月被他看得心慌意乱，只能将头埋进他的怀里，不敢再说话。好了，不逗你了。玉儿，你该知道，你是我自己选定的侧妃，不同于旁人，对你永远是与旁人不同的。我相信殿下。不过玉儿，你今日怀疑我碰了皇室，是不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赔罪呢？殿下，你……宋昭月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一把抱起，朝着床榻走去。玉儿，你说要怎么检查一下才能证明我的清白呢？不用了，我相信殿下，真的。我相信玉儿是相信我的，但是我还是想让玉儿亲自检查一下，免得你以后再胡思乱想。真的不用了。那可由不得你。窗外，一轮明月高悬，清辉洒落，映照着满室春光。福顺站在门外，听着房内传来的动静，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你们都给我机灵点，今夜殿下歇在桃夭阁，要是谁敢乱嚼舌根子，哼，仔细你们的皮。是。福顺满意的收回了目光，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靠近。床帐内，玉儿，你放心，我不会碰皇室的，只会将它摆在明面上，当个靶子。裴明旭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带着几分安抚的意味。侧妃娘娘，这是殿下吩咐给您准备的回门礼，已经装车完毕了。怎么这么多？也太破费了。嘿嘿，娘娘说笑了，您是皇上亲封的侧妃，深得殿下宠爱。今日回门啊，殿下自然是要为您撑足了面子的。殿下呢？怎么没见殿下？回侧妃娘娘，殿下今日啊，一早就进宫面圣去了，有要事要禀报。走之前还特意吩咐奴才，一定要伺候好侧妃娘娘您。那边走吧。王灵如压下心中的不快，转身登上了马车。他本想借着今日回门宴向裴明旭引荐皇室子弟，没想到裴明旭竟然不去。9月15是云贵妃的生辰，
云贵妃喜游乐。这一日，裴明旭携宋昭月和黄陵如一同进宫赴宴。花灯游园会设在御花园，男女分开。宋昭月不愿同黄陵如一道游园，略施小计，顺利地摆脱了黄陵如。他带着白景慢慢逛着，刚要转过甬道，突然听到一阵娇笑声传来，夹杂着几句尖酸刻薄的讽刺。皇侧妃怎的如此不知礼数？见了主母也不行礼问安？怎么，皇侧妃这是不将燕王妃放在眼里？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还吵起来了？只见几名男子朝这边走来，为首的是一名身着明黄团龙袍的文雅男子，正是当今太子裴明宗。裴明宗身后跟着3人，其中一人身姿挺拔，面如冠玉，不是裴明旭又是谁？殿下，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回禀太子殿下，皇侧妃如此不懂规矩，实在是有失皇家颜面。三姑娘虽尚未过门，但也是父皇亲赐的燕王妃，燕王府未来主母，旁人怎可怠慢失礼？五弟，你说是吧？太子殿下，今日游园会本就不讲究虚礼。他剑眉微挑，想起近日太子办砸的几件差事，陈国公在父皇面前力保太子，又拉他入局，想他为太子说好话，这些已经引起了父皇的不满。父皇虽然希望他能偏向太子一系，给太子虚张声势，但并不希望他完全倒向太子，打破朝中的平衡。今日之事正好是个机会。皇室册封以下是正二品侧妃，刘姑娘虽然已册婚，但尚未成婚，如今还是5品级的臣女，按礼法，她是要给皇室行礼的。裴明旭此话一出，黄陵如顿时笑开了，看向刘月莹的眼神满是得意。是啊，今日游园不必计较繁文缛节，父皇还在御花园等着我们呢，可别让父皇久等了。太子便顺势下了台阶，领着众皇子匆匆而去。莹娘，你到底想干什么？太子哥哥，我不想嫁给燕王，真的不想嫁。你这又是何苦呢？圣旨已下，你我之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可是我祖父祖母，他们逼我。莹娘，你且听我说，你嫁给燕王是父皇。我不明白。太子哥哥，我只想和你长相厮守。燕王，如今我想到他就厌恶的紧。太子哥哥，你也看到了，方才他竟然敢那样羞辱我，让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我不想嫁给燕王。太子哥哥，难道你都忘了吗？莹娘，你冷静些，孰见你我之间身份已定，今后绝不能僭越，落人画饼。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的温柔。你放心，我不会不管你的，你永远是姑的表妹。太子此刻心中只有后悔，当初怎么就招惹了刘月莹？刘月莹已是铁板钉钉的燕王妃，还不肯断。此事若是被秦王一派的人知晓，他的太子之位都可能不稳。那我们就这么算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嫁给燕王？太子哥哥，我宁愿自裁，也不愿嫁给燕王。莹娘，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可老五他仗着自己手握重兵，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可恨父皇看重他，我如今也是有心无力啊。莹娘，你说过的，你愿意为姑做任何事，姑希望莹娘你能进燕王府做内应。老五篱笆扎得紧，水泼不进，东宫的探子根本无法探到有用的消息。但你不一样，你是燕王妃，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若是能拿到燕北铁骑的虎符，那秦王将不足畏惧。你放心，今日之辱，我一定会为你10倍、100倍还回去。你且先委屈些时，待我登基之后，我们就可以长相厮守了。太子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我何时骗过你？你且安心待嫁，我会安排妥当一切。你放心，总有一日，我会让你风风光光的站在我的身边。你说过，你喜欢西山的红叶，到时候我就封山，只带你去赏红叶。太子哥哥，我答应你，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忘了我们的。太子紧紧地搂紧他，眼中闪过得意和阴狠。宋昭月忍不住悄悄抬头，瞥了一眼裴明旭的脸色，只见他一脸平静，
似乎正在假山中纠缠的二人与他毫不相干。他着实佩服裴明旭的淡定，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这算什么？偷听刘月莹和太子的墙角，原以为只是男女之情，却还听到了太子哄刘月莹做内应偷虎符这么劲爆的消息。宋昭月正胡思乱想着，突然听到假山深处传来一阵暧昧的轻响，他顿时无语，有些脸热，这也太尴尬了吧。就在这时，宋昭月的耳边响起了一声极轻的笑声。完蛋了，他不会是被气疯了吧？裴明旭看着宋昭月惊慌失措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裴明旭拉着宋昭月，二人转身离开。一旁候着的福顺和白景见状，也赶紧跟了上去。主仆四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假山，朝着千秋亭的方向走去。远远的就看到千秋亭的宫宴已经散了，宫女太监们正领着各家夫人小姐出宫。你先出宫去。殿下，那你呢？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你回去休息。宋昭月猜他这要去处理的事情大概率同太子和刘月莹脱不了干系，但也没有多问，便带着白景朝千秋亭走去。看着宋昭月随着宫人朝宫外行去，裴明旭转身望向了假山方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笑。他的这个二哥真是够好的，燕北铁骑的虎符岂是他想拿就能拿的？还真以为拿到了虎符就能号令燕北铁骑了？要是这样，先皇和父皇当年又何必大费周章呢？回了桃夭阁，宋昭月草草的洗漱后，便遣退了守夜的侍女，独自一人睡下。但她躺在床上，却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怎么，睡不着？殿下怎么来了？料想你会睡不着，所以过来看看。殿下。宋昭月的心中一暖，裴明旭脱去外衣，先被躺入。有什么想问的，尽管问吧。殿下，您今夜为何不见丝毫惊色？莫不是早就知晓刘姑娘与太子殿下之事？是。殿下您何时知晓的？圣旨赐婚那日。那您……只是未曾想，她即将嫁入燕王府，竟还如此大胆，敢今夜与太子幽会。今日云贵妃生辰宴，御花园满朝文武云集，若被人撞破，他们二人自是身败名裂，我亦会沦为笑柄。太子也真是个无耻的，竟然让刘姑娘给他当戏做，还想偷殿下的虎符。我原想待他入了燕王府，若能安分守己，尽到燕王妃之责，我亦会与他应得之体面。但他既然如此不识好歹，便休怪我无情。殿下，那您打算怎么办啊？如今尚未到与太子撕破脸之时，莫要担忧，我自会妥善处置。刘氏入府之后，断无兴风作浪之计。宋昭月乖乖点头，心里却忍不住感叹，自己的运气着实不赖。此次选秀赐婚，裴明旭仅选了一个正妃，2个侧妃。侧妃黄灵如身份存疑，被裴明旭视作细作和敌人。正妃刘月莹与太子纠葛不清，无意自绝于裴明旭。如此看来，只要自己安分守己，于燕王府后院自是能站稳脚跟。立正殿内气氛凝重。草原探子有消息传回，安之，你将消息同众人说说。景熙帝看向了兵部尚书钱泰，微臣遵旨。草原探子传讯，鞑靼各部蠢蠢欲动，恐有南下之意。鞑靼今年牛羊瘟疫严重，损失惨重。如今冬季将至，其缺乏越冬粮草，如今正蠢蠢欲动，欲劫掠周边。鞑靼内部对此事意见不一，惧怕燕北铁骑军威，左部倾向于北上，劫掠北蛮，但右部则认为北蛮贫瘠，所得有限，主张南下，趁燕王如今返京之际，南下寇边，抢掠一番。据龙城探子回报，鞑靼单于倾向于右部的提议。太子眉头紧锁，面露忧色。这鞑靼南下全然打乱了他的计划，老五和月莹的大婚很可能会被推迟。他想要通过月莹夺取燕北的铁骑虎符，但前提是月莹顺利地嫁进燕王府，方可继续后续谋划。秦王扫了边上满脸忧心的太子一眼，心中不屑。太子若非是皇后所出，站着嫡出的正统，仅凭此等草包，怎可能坐上太子之位？老五也是个蠢东西，
居然站在太子一边。他倒是要看看，跟着太子他能落下什么好。诸位，都有何想法？父皇，鞑靼狼子野心，此次南下必然是来者不善，我大圣必须早做准备，严阵以待才是。亲王此言极是啊，只是去岁燕北军北伐草原，消耗的粮草军资极大，如今还没完全补充回来，所以今年风调雨顺，国库充盈，都1年了，兵部尚不能补足粮草军资。燕王，你意下如何？回父皇，儿臣愿将婚期推后，先行返回燕北，待击退鞑靼之后，再行大婚亦不迟。太子一听，顿时急了：父皇，武帝以20有5，婚事拖延已久，此时让他返回燕北，岂不是又耽误武帝成婚？父皇，不若令武帝提前完婚，也好早日返回燕北主持大局，如此既不耽误军情，也不耽误武帝终身大事。也好，便将婚期提前至9月19。当初青天剑呈上来的好日子，9月19亦是良辰吉日。裴明旭瞥了眼太子，心中冷笑：太子这般着急，是生怕刘月莹嫁不进燕王府，误了他的谋划吗？是，儿臣多谢父皇恩典。议完事后，众人告退，景熙帝将裴明旭单独留下。昨夜的事儿，朕都听说了。你为了一个侧妃，当众折损太子与未来王妃的颜面。父皇，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刘姑娘如今尚未入府，只是尚无品级的臣女，但既有赐婚之意，自然不需她向侧妃行礼。同样，侧妃已有品级，侧妃也无需向她行礼。待刘姑娘入府后，儿臣自然会给她正妃礼遇。只是如今她还没有进府，便不得提前耍王妃的威风。景熙帝的眼中闪过的一丝满意，这番话正中他的下怀。他还没有死，陈国公就一心为了太子。太子捅了娄子，一堆人扑上去善后，丝毫不将他这个皇帝放在眼里。况且他可不希望裴明旭也和太子和陈国公府一条心。你说的有理，是朕疏忽了。提前大婚委屈你了。西山的红叶别院温泉对岸上极好，就赐给你了。待你打退鞑靼，父皇另有重赏。裴明旭躬身谢恩，脸上露出了恰如其分的喜色和感激。听说太子朝父皇讨要了几回，却都被皇上给拒了。如今父皇居然将红叶别院赏给了他，太子怕是会被气得不轻啊。傍晚，裴明旭回了桃夭阁。月儿，等急了吧？臣妾不急，倒是殿下一大早就被叫进宫，可是发生了什么事？鞑靼蠢蠢欲动，我需要尽早返回燕北坐镇。刘氏要提前进府，日子定在9月19。月儿，皇命不可违，没了刘氏，还会有其他人。眼下，便让刘氏先占着王妃之位，待日后。月儿，你可以吩咐侍女开始收拾行装，等进宫谢恩后第2天，我们就要启程回燕北。这是不是太着急了？若是刘氏和陈国公府不满意，可去找父皇延迟婚期。我本打算延迟婚期，先行返回燕北，是太子提出将婚礼提前。宋昭月的心里五味杂陈，太子还真是不遗余力地想将刘月莹尽快地送进燕王府，不知刘月莹知道后作何感想。陈国公府刘月莹的闺房内，月儿，明日你要嫁去燕王府了。娘，月儿，你要记住，燕王殿下是个讲规矩的人，你做好王妃的本分，殿下自然不会亏待你。刘月莹轻轻点头，她会忍着，在燕王府站稳脚跟，助太子哥哥拿到虎符。等太子哥哥登基，她就解脱了，可以和太子哥哥长相厮守。新房内，红烛摇曳，满是喜庆。刘月莹端坐在雕花拔木床上，凤冠沉重，压得她喘不过气来。太子哥哥，她在心中一遍遍的默念，试图寻求一丝慰藉。可这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却像是一把重锤，一下下敲击着她的心房，让她快要窒息。她不能再等下去了，她无法忍受裴明旭来揭开她的盖子。哗啦一声，刘月莹猛地站起身，一把扯下了头上的红盖头。哼，陈国公府的规矩还真是与众不同啊。裴明旭站在1丈开外，
看着眼前这一幕，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冷笑。刘月莹瞧见裴明旭冰冷的眼神，脸色瞬间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裴明旭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眼中没有一丝温度，转身便走，没有丝毫留恋。裴明旭一路沉着脸回了前院。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可是王妃娘娘，喂水，更衣。福顺不敢多言，换人提来热水，手脚麻利地伺候裴明旭洗漱，又伺候着裴明旭换了身常服。去桃夭阁，路上的人先安排好。桃夭阁，殿下，您怎么来了？裴明旭没有回答，只是更加用力地搂紧了怀中女子，将头埋入她的秀发中。裴明旭后悔了，他明明有很多方法可以毁了这桩婚事，只是眼下还不是和太子和陈国公撕破脸的时候。若是同太子一系闹翻，对燕北军对燕王府不利。权衡利弊之下，他选择了将计就计，将刘氏大婚进府。可这大婚的热闹，那身大红的嫁衣刺得他眼疼。今日这场大婚，若是他同月儿的，该有多好。月儿进府那日，他虽有轻盈，婚仪也是热闹，但是侧妃婚仪的规制比正妃低了一等，终究比不上大婚热闹。当初他只当月儿是入了他的眼，是他喜欢的女子，可这些时日相处下来，他才发现他处处皆好，早已住进了他的心里。或许从万寿寺桃花林那一瞥，他就已经走进了他的心里，只是他到如今才发觉。可如今他只能委屈他占据侧妃之位。殿下，怎么，不欢迎我？当然不是，只是殿下突然过来，妾身心中太过意外罢了。裴明旭看着他善解人意的模样，心中更加的怜惜愧疚。总有一天，他会给他一场更加盛大的婚礼，让她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奴婢见过侧妃娘娘，王妃娘娘还未起身，请侧妃娘娘先去偏厅稍后。1刻钟后，王玲如姗姗来迟。宋妹妹，今日来的可真早，难得见妹妹这么勤快。今日第一次给王妃请安，妹妹觉得还是早些到为好。王姐姐，你说呢？妹妹说的是，殿下赐下的首饰太多，姐姐今日挑花了眼，才来迟了，明日定会早些。昨日大婚，府里人来人往，宵禁比往常晚。他的人见到了王爷离开云和堂的动静。王玲如得知王爷为留宿新房的消息时，心里乐开了花。今日他故意打扮的张扬，就是为了刺激刘月莹。一旦刘月莹罚了他，他便可以去王爷的面前哭诉，上眼药。两人沉默地等了1刻钟，侍女才姗姗来迟。宋侧妃娘娘，皇侧妃娘娘，王妃娘娘醒了，请2位娘娘移步正厅。妾身见过王妃娘娘，王妃娘娘万福金安。妾身见过王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2位妹妹免礼。谢王妃娘娘。王玲如看着刘月莹的脸色，娘娘今日气色真好，看来昨晚休息得不错呢。2位妹妹说笑了，昨日大婚，正妃婚仪复杂，将我累得不轻。妹妹一直盼着娘娘进府，如今有您伺候殿下，我和宋妹妹也能轻快些。这些时日可将我累坏了。宋妹妹，你说是吧？是吗？那我可要好好赏赏黄妹妹了。我乏了，2位妹妹若是无事，就请回吧。妾身告退。出了云和堂，王玲如再也忍不住。哼，宋妹妹，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刚才在王妃面前装好人，可别忘了府里真正做主的人是殿下。殿下不喜欢的人，在府里注定是没有好下场的。黄姐姐说笑了，殿下这些时日可都是吸在我那里的，还赏了我不少好东西。你且看着，这燕王府后院谁才能笑到最后？宋昭月没有接话，而是带着朱茵和白锦转身就走。他真是好奇裴明旭给黄玲如下的到底是什么药，让他越发深信裴明旭对他宠爱有加，气焰也越发嚣张。你！黄玲如气得跺脚，但宋昭月脚下生风，一会儿便走远了。哼，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求饶。这一幕恰好被刘月莹的陪嫁女梅香看到了。娘娘，奴婢瞧着宋侧妃虽然长得美，但性子软弱，不足为惧。倒是皇侧妃仗着殿下宠爱，行事嚣张。娘娘，会咬人的狗不叫。宋侧妃看着柔弱，谁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咱们不得不防啊。嬷嬷说的对，本宫知道了。不过娘娘，当务之急还是得先挽回殿下的心呐。嬷嬷，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拉下脸去给殿下赔个不是，殿下一定会原谅您的。这宫里嬷嬷来收喜帕，眼下皇后娘娘也知晓您昨夜为何殿下圆房。皇后娘娘是您的亲姑姑，也定会帮您说和的。有皇后娘娘帮衬，您再放低身段求和，殿下定能消气的。刘月莹脸色难看，心中充满了屈辱和不甘，但她知道嬷嬷说的对，现在已不能任性，她必须先笼络住裴明旭才行，否则如何帮得到太子哥哥？只是真的要按嬷嬷所说的那样去求和吗？你说什么？昨夜燕王和王妃没有圆房？是，娘娘，老奴是亲手收的喜帕，上面干干净净，一点落红也无。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那皇室……回禀娘娘，昨夜王妃娘娘自行揭了盖头，惹怒了燕王殿下，殿下拂袖而去。这个蠢货！本宫将她嫁给燕王，是为了让她帮着本宫笼络她。她倒好，新婚之夜就将人给得罪了。母后息怒。你们来得正好，先坐下。谢母后。太子和安王一言坐下，却都忍不住拿眼偷瞄皇后。母后息怒，不知是何事惹得母后如此生气。还能有什么事？还不是你那不省心的表妹莹娘。她怎么了？怎么了？哼，她还能怎么了？新婚之夜就惹怒了燕王，害得燕王拂袖而去。你说她还能怎么了？安王则是不动声色地看了太子一眼，眼底闪过了一抹幽光。皇后将太子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知子莫若母，她心中顿时咯噔一下，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雪儿，你先回去吧，母后有话要同你皇兄说。儿臣告退。说吧，你和月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太子心知瞒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将他和刘月莹的事情和盘托出。你怎能做出如此糊涂的事情来？同弟媳有染，此事传出去，你这个太子之位还能保住吗？母后，儿臣当初也不知道陈国公府要将莹娘嫁给武帝，待知道时，儿臣本想同莹娘断了，但莹娘不依，儿臣怕她将事情闹出来，只能先安抚住她。你以为本宫和你外祖将月莹嫁到燕王府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拉拢燕王，稳固你的太子之位？可如今你倒好，和月莹牵扯不清，若是让燕王知道了，他岂会善罢甘休？到时候你如何应对得了秦王和燕王二人夹击？母后息怒，儿臣知错了。但母后你也知道，武帝手握重兵，表面上站在东宫这一边，但实际根本不曾全力支持东宫。燕北铁骑的虎符还是握在东宫手里好。所以你就同月莹纠缠不清？儿臣也是无奈之举。莹娘已经答应做内应，帮着儿臣偷虎符。母后放心，儿臣在燕北早已安插了探子，只等莹娘得手，即刻将虎符送出燕北。届时燕北铁骑便是我囊中之物。太子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势在必得的光芒。皇后沉默了。事已至此，眼下至关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虎符。只有这样，一旦同燕王反目，他们才能不至于完全没有后手。本宫会想办法安抚明旭的。宗儿，你是太子，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你记住，月莹已经嫁给了老五，就是燕王府的人了。从今往后，你不可再同他有任何瓜葛。儿臣谨遵母后教诲。至于月莹那边，今后同他所有联络，本宫会亲自处理，你不得插手。他安插在燕王身边的棋子，
也该派上用场了。儿臣参见父皇。臣媳参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都起来吧。景熙帝淡淡开口，目光落到了刘月莹的身上，眼中掠过了几分厌弃。他已知晓昨夜之事，刘氏竟然如此不知好歹，紫庄婚事委屈老五了。若是刘氏一直如此不逊，过2年就再给老五择一良配为继妃。老五，你明日便要启程，事情繁多，早点回府。今日就不必给皇后请安，直接去淑妃宫中道别吧。儿臣遵旨。身为亲王妃，新婚次日竟不得拜见皇后，陛下此举是在打成国公府，打皇后的脸。坤宁宫内，皇后听闻景熙帝免了裴明旭和刘月莹至坤宁宫请安之事，顿时脸色阴沉。哼，把本宫给燕王夫妇的礼单和物件接送到燕王府去。另一边，永福宫中，儿臣见过母妃。儿媳见过母妃。起来吧。他早已从裴明旭的口中得知刘月莹和太子的私情，加之昨夜的事，心中对这个儿媳如今是厌恶的紧。刘氏，你这脸色怎么如此难看？可是昨夜没有休息好。多谢母妃关心，儿媳只是略感疲惫，休息一会儿便好了。既然如此，你就先去偏殿休息吧。本宫同燕王有话要说。刘月莹一走，淑妃就掩面垂泪。旭儿，是姨母对不住你。早知刘氏是这般德行，姨母当初说什么也要阻止陛下此婚。姨母莫哭，事已至此，我自会妥善处置。旭儿，你回了燕北，要好生照顾自己。姨母放心，侧妃宋氏是个会照顾人的。那就好，那就好。总算有一合旭儿心意之人。姨母，您在宫中好生顾全自身，至于云贵妃和皇后之间的事，你莫要理会。姨母知道，你放心吧。旭儿，你回燕北后，为曼霜择一良人嫁了吧。她伺候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姨母，可曼霜她……姨母明白，若她还是不愿，那便罢了。淑妃叹了口气，她何尝不知曼霜的心思，可旭儿对她并无男女之情。裴明旭沉默不语。曼霜原是母妃宫中之人，自小便跟在她的身边伺候，当年随她前往燕北就藩，同福顺一道照料她的起居，一直不愿出府嫁人。奴婢拜见王妃娘娘。王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一名侍女领着一群太监和侍女行礼下拜。免礼，起吧。谢王妃娘娘。奴婢乃王府前殿侍女，名唤曼霜，在此恭迎王妃娘娘。娘娘，院落房舍皆已打扫停当，娘娘舟车劳顿，请随奴婢先去歇息。宋昭月不动声色地打量着曼霜，只见她年纪20有余，一身水绿色的衣裙清新淡雅，与身后那些穿着统一服饰的侍女相比，明显不同。刘月莹扶着梅香的手上了软轿，曼霜随侍于侧，一行人径直离去，留下了惊讶不已的宋昭月和气红了眼的黄玲如。哼，宋妹妹，别看了，咱们这2个侧妃，人家根本就不放在眼里，人家眼里啊，唯有王妃娘娘而已。咱们这些不入流的，还是识趣点，自己去前殿寻殿下。就在这时，一直候在一旁的小太监见势不妙。哎呀，侧妃娘娘恕罪，娘娘稍待片刻，小人马上就来，马上就来。小太监心中恨恨地咒骂曼霜，早知道曼霜姑姑这么疯，整这么出幺蛾子，打死她今天也不跟着她来迎接后院女主子。你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拦我的路？哎呀，奴才该死，奴才疏忽了，忘了介绍自己，奴才德喜是跟着福顺公公的，今日被开到后院帮忙跑腿。原来是福公公的徒弟，今日我就给你这个面子。宋妹妹，你说呢？一切都听姐姐的。德喜陪笑着陪着2位女主子等着，眼角余光却扫向了一旁安静的宋昭月。这位宋侧妃美得像是画上走下来的仙女，她师父说了，这位主子才是真正的惹不得。望书舍诸事皆已齐备，
地笼和暖墙皆已燃起，室内暖若三春。沐浴梳洗后，天色已暗了下来，许是有些疲惫，宋昭月的胃口欠佳，随意用了几口膳食，便命人撤去。他随手取过一本书，倚在榻上，胡乱翻着，心思却早已飘远。他曾听裴明旭提过，之前燕王府未有女眷，他皆在前殿起居。燕王府后院常年空置，亦未曾安排主事之人。今日那唤作曼霜的侍女，自称前殿侍女，却率着一众后院太监和侍女前来拜见，且全然不将她与黄灵如这两个侧妃放在眼中。这般无礼，且隐隐对他二人怀有敌意。区区一侍女，缘何有此等的底气？宋昭月正揣度着曼霜的底气何来之时，曼霜今日所作所为之事，已传至了裴明旭的耳中。曼霜何在？回殿下，曼霜姑娘自知犯了错，正在院中跪着请罪呢。跪着请罪？她倒是知道自己错了。殿下息怒，曼霜啊也是一时糊涂，奴才这就唤她进来请罪。让她跪着，跪足2个时辰，方可起身。是。福顺心里一凛，知道王爷这是动了真怒，连见曼霜一面都不愿。这天寒地冻，这2个时辰怕是要跪出好歹来，不禁有些可怜曼霜。也不知为何这些年曼霜的性子越发偏激，今日行事竟是如此越矩。还有，告知他，下不为例。裴明旭说完，便径直朝外行去。福顺看着脸色苍白的曼霜，忍不住叹了口气。曼霜啊，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殿下是个念旧情的人，若是你同意，殿下定会为你寻一门好亲事，不会亏待你的。可你今日这般行事，实在是失了做奴婢的本分呐。福顺公公，奴婢只是见王妃脸色苍白，心中焦急，这才一时出错，并非有意怠慢2位侧妃娘娘的。福顺见他冥顽不灵，便知再说下去也是枉然，只得叹息一声，真是好言难劝找死鬼。他将裴明旭的原话转告曼霜。殿下命你跪满2个时辰方可起身，还说下不为例。奴婢领命。凭什么他不能常伴殿下左右，非要逼他出府嫁人？他已陪伴殿下整整20载，他自知身份低微，只想给殿下做个妾室，即便是折寿10年他也甘愿。之前殿下不近女色，他守着殿下心里亦是满足的。可是如今殿下已大婚，王妃身份高贵，乃是成国公府的嫡女，他无话可说。但那2个侧妃，一个寒门侍郎之女，一个侯府庶女，凭什么能够进殿下的身？望书舍内，吵醒你了，今日委屈你了。殿下言重了。殿下，曼霜是？曼霜原是我母妃宫中之人，自小伺候我，后随我来了燕北。她娘亲乃我母妃贴身侍女，自小一处长大，与母妃情同姐妹。当年母妃入宫时，不愿侍女随自己一同身陷宫闱，特地放了她生母的奴籍。只是她生母命苦，遇人不淑，临终前送她入宫，托与母妃。母妃遂将她接入永安宫。后来母妃故去，曼霜便一直随侍于我身旁。原来如此。我已罚过她，日后定不会再有此等之事。刘氏那边，后院断不会交与他手。眼下局势未定，我不想你显露人前。后院诸事，我会另责人掌管。殿下宽心，妾身明白。我明日一早便要赴边城。福顺的徒弟德喜会留在府里，他年纪虽小，却也机灵。你若有事，便可寻他。妾身晓得了，殿下放心。殿下此去万事小心，刀剑无眼。莫忧，区区达达，不足为惧。此次定要让他们有来无回。这个男人仿若天生就带着一股王者之气，令人不禁心生臣服之意。翌日天方蒙蒙亮，怎么不多睡会儿？天色尚早。妾身要起来送殿下。早上后，宋昭月只将裴明旭送至院门口。好了，送至此处即可。
回吧，待我归来。裴明旭转身疾行而去，红色的披风在他身后翻飞，转瞬便消失于转角之处。宋昭月立于原地，良久未能回神，心中忽然涌起了一股难言的不舍。好容易熬到可以下地行走，曼霜赶紧收拾妥当，准备去送裴明旭出征。殿下呢？殿下已经走了。走了？什么时候走的？林墨就走了。殿下昨夜宿在后院何处？德喜想起了昨日因为曼霜自己被师傅好一顿的臭骂，还被罚抄写了府规，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曼霜姑娘这是忘了府里的规矩吗？随意打探主人行踪可是大罪。我只是关心殿下，没有别的意思。殿下说了，曼霜姑娘今后不得再去后院。曼霜的脸色顿时苍白，如遭雷击。刘月莹身体不适，免了半个月的请安。宋昭月乐得清闲。林嬷嬷求见。快请。老奴林氏拜见侧妃娘娘。嬷嬷快请坐。老奴奉殿下之命，替王妃打理后院。娘娘若有所缺之物，或者有事欲办，尽管吩咐老奴。往后便有劳林嬷嬷了。娘娘言重了。若是娘娘没有旁的事情吩咐，老奴便先行告退。嬷嬷慢走。待朱茵送走了林嬷嬷回来。朱茵，你可是认得林嬷嬷？娘娘怎么知道的？我方才瞧见林嬷嬷虎口处有后茧，那是常年习武之人才会有的。而且你方才前来禀告时神色有些怪异，显然是认出了林嬷嬷，却不敢说。奴婢确实是认得林嬷嬷，奴婢与白锦皆为林嬷嬷一手调教出来的。方才送林嬷嬷出去时，她嘱咐奴婢，若是娘娘问起，便如实相告，娘娘自然就明白了。林嬷嬷大抵也是裴明旭手下的暗卫，而且还是级别高的那种。有林嬷嬷这等人物坐镇后院，她确实可以放心不少。念及此，宋昭月的心中一暖，裴明旭安排的真是周到，只是不知道他眼下身在何处，是否已达边城。报！帐外传来了士兵急促的声音。进来。启禀殿下，漠北城外发现鞑靼之后踪迹，先锋军距漠北城不过200余里，大军亦正在向漠北行进。殿下，观之，鞑靼此次的劫掠目标为漠北，漠北城乃西行必经之地，商贾云集，于边城中是数1数2的副城。殿下，末将请名为先锋，率领本部人马前去会一会这些鞑靼蛮子。末将也愿前往，定要笑那些鞑靼狗贼有来无回。但粮草储备量并不多，鞑靼此次劫掠恐怕另有所图。殿下之意是？报！进来。殿下，近日探查鞑靼大军留下的痕迹，发觉其埋锅造饭之火坑数量与大军人数不符，且始终不见鞑靼有先王及其麾下万夫长踪迹。裴明旭闻言豁然起身，他终于知道哪里不对劲了。鞑靼真正的目标非漠北，而是此处云上。云上？云上乃我燕北军粮草重地，而且王府的牧场亦在此处。正是。鞑靼自乃声东击西之计，目标实乃云上。好狡猾的鞑靼人，居然学会了玩心眼子。殿下，末将这就带兵去云上，将这些鞑靼狗贼杀个片甲不留。殿下，下令吧！众将领义愤填膺，纷纷请战。顾武城听令。末将在。你领大军假扮本王，大张旗鼓地前往漠北，迷惑鞑靼人。末将领命。顾武城同裴明旭年岁相仿，身形亦相差无几，最适合假扮之人选。高仪，臣在。即刻传令下去，各地抽调之兵力3成赶赴漠北，其余秘密开往云上。臣遵命。陈广、冯超、尔等随顾武城前往漠北，其余人等随本王率选甲卫连夜赶往云上。是。此次本王要叫鞑靼有来无回。子声东击西之计，必为右贤王达尔昆所定。达尔昆巴特尔有鞑靼智者之称，上次北伐草原，呼兰河一役让达尔昆逃脱，漠北和云上两地将张开口袋静候鞑靼。
此次他定要将达尔昆留在云上。云上城县衙内，裴明旭一身玄色长服，坐于书案之前，手中翻揽着一份战报，神色肃穆。殿下，此战我燕北军阵亡1326人，重伤2154人，轻伤3300余人。按往例，将名单呈报朝廷，速将阵亡将士之抚恤银发放下去。阵亡将士家人，着当地县衙登记造册，每月发放抚恤粮。是。再者，王府另出一份抚恤银，阵亡将士每人再发50两银，伤残将士依伤残情形，发放20两至40两不等之银。殿下，上次北上草原之战，王府发放抚恤银后所剩无几了。燕王府府库的银子主要来源于封地的税银。燕北虽地域辽阔，但地广人稀，并不富庶，因此每年能收到的税银不多。这些税银要养王府的属官、王府亲卫，再补贴燕北军，所剩无几。剩余多少？不足10万两。府库出4万两，余下有本王之司库支出。啊，殿下，您的司库？怎么？司库怎么了？哎，殿下，只是您的司库这些年花销颇多。还剩多少？回殿下，不足20万两。福顺想到这些年裴明旭将司库当成府库般之用，心疼得滴血。如今的司库已经空得几乎可以跑马。这次仍按我说的办。是。福顺瞪了眼高仪，恨不得将他大卸8块。就是这老东西，一点点地掏空了殿下的司库。高仪对福顺愤怒的目光视而不见，目的达到后，立即一溜烟地告退。往后，王府削减用度，本王立分，削减5成。啊，殿下，这怎么能行？无妨，不过少些享乐罢了。就这般定了。是。那王妃和2位侧妃那里？王妃那里缩减7成，皇侧妃那里缩减8成。福顺闻言心中一惊，这也太狠了吧！宋侧妃那里缩减5成，缩减后少的部分，从本王的份例里挪了，给补上。啊，殿下，这怎么有问题？没有。福顺只得赶忙摇头。您自个儿心疼宋侧妃，甘愿委屈自己，咱们做奴才的只能无话可说。看来对宋侧妃，他得更加的小心伺候。毕竟殿下宁愿委屈自己，也不肯委屈了宋侧妃。福顺退下后，裴明旭看着食指轻扣着桌面，不禁感慨：他这燕王当真是越来越穷了。不过他未尝后悔，这些银钱皆是用于那些保家卫国而战死之将士。燕王府内，黄陵如尚不知用度即将被大幅削减之时，这些时日无需去请安，便每日带着侍女在王府中游逛。渐渐的，后院已不足供他游玩闲逛，几次都想逛去前殿，皆被林嬷嬷拦下。黄陵如数次皆被油盐不进的林嬷嬷气得不轻，只得折返。这日，裴明旭收到了王生传来的消息，也按黄陵如传讯出府之举所传的消息已被截获。裴明旭展开密信，借着烛光细细查看。这皇室倒真是勤勉。黄陵如与身边之人身处在王府后院内宅，无法直接将消息传出去，唯有借助他人之手。故而此次王生还寻到了秦王府潜伏于云朔燕王府内的探子。信中，王生详细地禀报了截获密信和发现秦王府探子的经过。王生并未打草惊蛇，而是派人暗中监视了秦王府探子，于信末请示接下来当如何行事。裴明旭放下了信，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陷入沉思。裴明旭收到鞑靼单于率军掠夺北蛮地消息时，冷冷一笑：阿鲁台不愧是草原的枭雄，人老心不老。鞑靼生死存亡之际倒是有魄力，敢背水一战。但北蛮也不是吃素的，此一役鞑靼必定会死伤不少，兵力大损。明年春天，他便可放玄甲卫不时出入草原，骚扰鞑靼。云朔燕王府，娘娘，殿下明日午时便可抵达云朔城外了。太好了，娘娘，您这一下总算是放心了。殿下可有受伤？殿下此次出征大获全胜，
殿下毫发无损。德喜笑得见牙不见眼。殿下凯旋而归，王府上下都欢喜。宋昭月长舒了一口气，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眼角眉梢都染上了喜悦。娘娘，殿下在前殿大宴文武，殿下说今日事情繁杂，并未安排封地文武女眷前来王府赴宴，故而殿下让娘娘莫要等他，早些用膳歇息。我知道了，你下去吧。是。说起来，此次殿下不令官员女眷进府赴宴，真是可惜了。哦，娘娘，您来云硕这么久了，都未曾见过外人呢。奴婢就想着，等哪日有机会，定要将娘娘好好的装扮一番，好好惊艳这云硕的人不可。我可不是孔雀，为何要到处开屏？他心里明白，裴明旭之所以未设女眷之宴席，应是不愿刘月莹和黄灵如接触燕北的文武女眷，否则依着刘月莹那高傲的做派与黄灵如的精明算计，定要生出诸多事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女眷不用到王府赴宴，他便不用应酬，也落得自在。银华居内，岂有此理！这是何意？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王妃？王妃息怒，殿下此次回府匆忙，许是还没来得及安排。没安排，我看他分明就是故意的，他这摆明了不将我放在眼里。如今裴明旭竟敢如此的怠慢他，简直是欺人太甚。黄灵如的院子里，气氛却与宁华居截然不同。他听闻裴明旭并未安排女眷进府赴宴，心中虽然有些惋惜，但面上却是不动声色。真是可惜了，错过一次同燕北文武女眷打交道的好机会。黄灵如轻轻地叹了口气，眼中带着几分遗憾。她初来乍到，本想借着这机会好好的认识一番燕北的文武女眷，为日后做打算，如今看来只能另寻机会了。翌日，晨光熹微，透过窗棱洒入室内，为芙蓉帐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裴明旭缓缓地睁开眼，宿醉后的头隐隐作痛，感觉怀中温香软玉。他垂手一看，见女人正乖巧地窝在自己的怀里，睡得正酣。裴明旭极力回想，脑海中闪过了几个片段。他依稀记得昨夜怀中的女子娇滴滴地哄他喊姐姐，还有胆大包天地调戏他。裴明旭气笑了，这女人当真是胆大包天，不愧是当初敢一脚踹飞登徒子之人，连喝醉酒的他亦敢调戏。殿下，您终于回来了，平安无事太好了，妾身还以为在做梦呢。调皮。裴明旭看着怀中娇颜，眼神暗了暗。他一个翻身将宋昭月压在了身下，随着一声娇呼，芙蓉帐内顿时春色无边。门外，福顺正准备伺候两位主子起身，听到里面的动静，顿时老脸一红。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准备热水！绿珠也红着脸，忙带人去取待会儿主子沐浴时要用之物。看来今日殿下和娘娘要起晚了。宁华居，这便是你们提来的早膳？这等简陋的吃食也配送到王妃面前？你们是愈发大胆了！娘娘息怒，娘娘息怒！昨日府公公传了殿下的令，王府削减用度，后院也一并削减了。闻言，刘月莹的脸色铁青，冷冷地扫了一眼桌上的清粥小菜，拂袖而去。梅书院，什么削减用度？娘娘，殿下已下令，今日早膳便不如往昔。知晓为何削减用度？回娘娘，奴婢听说是殿下体恤此次战死和伤残的将士，故而削减了王府的用度，将银两拨去做了抚恤金。听下人说，这还是头一次。王灵如听了，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梅香见刘月莹拂袖而去，心里咯噔一下，忙吩咐提膳的丫鬟：“还不快去膳房带上银子，让重新整治一桌早膳来。”娘娘，您多少用些吧，气坏了身子可不值当啊。一顿不吃无妨，更何况那般早膳，连国公府2等丫鬟的膳食都不如。娘娘息怒，梅香已经让膳房重新备膳了，您多少用一些吧。老奴听闻，皇侧妃那儿也削减了用度，而且比咱这削减的更多。殿下自己也削减了用度，
可见殿下并非是有意为难宁华居。娘娘，您嫁妆丰厚，府里的分力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娘娘何必为了这些许小事动气呢？闻言，刘月莹的脸色方才好看了一些。娘娘，老奴斗胆说一句，殿下如今回来了，娘娘更要抓住机会才是。娘娘，您刚到云朔，殿下便出征了。这府里的大小事务，您还没来得及插手。虽说这王府有各司各行其职，加上前殿有福公公，后院有林嬷嬷，府内大小事务无需娘娘操心。但王府后院仆人的月钱和升迁，历来由王妃所管。娘娘，您想想，唯有握住此两样，方能真正威慑府里的奴仆。今后何人敢怠慢宁华居？秋兰院和望书舍还有后院，迟早也能安插上咱们的人。见他仍不为所动，王嬷嬷心一横，索性下了一剂狠药。娘娘，若不同殿下和好，长此以往下去，只怕今后府里的冷淡会越来越多。刘月莹终于动容了，脸上的神色变幻。嬷嬷，你去安排一下，就说今晚宁华居设宴，请殿下过来用膳，我有要事与殿下相商。出嫁前，祖父曾秘密地交给他一份矿脉地图，让他到了燕北后交于燕王。是，老奴这就去安排。殿下，宁华居遣人来了，说王妃娘娘有事要与您相商，请您晚间过去用膳。裴明旭剑眉微蹙，头也不抬，刚想开口拒绝，蓦地他想起什么似的，嘴角勾起了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去，回禀王妃，就说本王晚间会过去。是，殿下。你再安排个人，将本王晚上去宁华居用膳的消息透露给皇侧妃。福顺的心头一凛，领命退下。裴明旭一踏入后院，未行几步，就见黄灵如一身品红色的衣裙立在路边候着。妾身见过殿下，殿下万福。你为何在此？殿下出征在外，妾身日夜牵挂，如今听闻殿下凯旋，便想着在此等候，好早些见到殿下。起来吧。谢殿下。既然如此，那便去秋兰院吧。福顺，派人去宁华居知会王妃一声，就说本王今晚便不过去了。是，殿下。福顺躬身应道，转身吩咐德喜去宁华居跑一趟。黄灵如看着裴明旭冷峻的侧脸，嘴角勾起了一抹不易察觉的得意笑容。他就知道刘月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宁华居内，奴才给王妃娘娘请安，王妃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你来做什么？回王妃娘娘，殿下命奴才知会王妃娘娘一声，殿下今晚不来宁华居了。德喜公公，这是怎的了？殿下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说着，他不动声色地将一个鼓鼓囊囊的荷包塞进了德喜的手中。嬷嬷，殿下刚遇见了皇侧妃。话音未落，刘月莹的脸色已然难看到了极点，王嬷嬷的脸色亦不好看。德喜见状，得晓自己已经完成任务，你退下吧。德喜如梦大赦，连忙行了个礼，躬身退了下去。德喜前脚刚走，这个贱人！娘娘息怒，仔细伤了身子。你叫我如何息怒？他黄灵如算个什么东西，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好歹是读书人家的女儿，怎这般一副狐妹子做派？堂堂侧妃，竟然亲自半路截胡，真是没脸没皮！住嘴！梅香吓得缩了缩脖子，不敢再吭声。娘娘息怒，皇侧妃如此这般，那便更要先挽回殿下的心呐。娘娘，您想，只要殿下更看重您，那日后皇侧妃还不是您的掌中之物，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知道了。王灵如昔日对自己卑躬屈膝的贱人
都敢如此嚣张。形势比人强，如今他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愿太子哥哥能理解，莫要怪他。望书舍内，月儿很惊讶我过来。有一点。妾身听说。说什么？没什么。我刚去了秋兰院。秋兰院？我晚膳都没用上，只能来月儿这寂寂这空空的五脏庙。啊？宋昭月惊讶不已，黄灵如都没有准备晚膳就敢截胡。好了，快用膳吧，菜都凉了。绿珠站在一旁，看着两人这副亲密的模样，心里也替宋昭月高兴。看来在殿下的心里，还是自家娘娘最重要。她今日去提膳，被宁华居那帮子人的得意膈应得慌。不过是王妃有请，殿下应下了，便如此张扬得意。他家娘娘都不用请，殿下几乎夜夜都会来。只是这不能往外说，否则的话，他定要那帮轻狂之徒羡慕死。翌日清晨，宋昭月方起身，宁华居的小丫鬟便知。侧妃娘娘，王妃娘娘身子大安，今日起恢复请安，王妃娘娘请您尽快过去。知道了，我稍后便去，你退下吧。宋昭月淡淡的应着，心里却在盘算着今日请安该如何应对。今日刘月莹极有可能让他坐冷板凳。绿珠，把那碟杏仁酥拿来，我先垫垫肚子。是，娘娘。重新梳了发，又换了身衣裳，宋昭月便带着朱茵和白锦出门了。半个时辰过去，宋侧妃，王妃娘娘已经起身了，请您过去叙话。有劳带路。跟着小丫鬟穿过抄手游廊，来到了正厅。妾身给王妃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起来吧，赐座。宋妹妹果然还是个守规矩的。我记得当初选秀之时，你每次考评都是拿优等的，不像有的人规矩只学了个皮毛，如今更是规矩礼仪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娘娘谬赞了，妾身不过是谨记着嬷嬷教导，不敢逾越罢了。黄灵如招惹了刘月莹，今日请安却不来，让她来直面刘月莹的怒火，就莫要怪她踩她一脚了。宋妹妹不愧乃宫里嬷嬷赞过的规矩人，只希望妹妹的规矩能一直这般好下去。宋妹妹你说呢？娘娘说的是，妾身自当谨记娘娘的教诲。刘月莹有一搭没一搭的与宋昭月说着闲话，突然一个侍女匆匆忙忙的走了进来。秋兰院来人了。是，娘娘。带进来。奴婢见过王妃娘娘，见过宋侧妃。起来吧。你来此可是你家主子有何事？回禀王妃娘娘，我家侧妃她昨夜伺候殿下累着了，今日身子有些不适，实在不能来给娘娘请安，还请娘娘恕罪。半晌，她才从牙缝中挤出一句：好，很好。来人！娘娘有何吩咐？将这个贱婢拖下去，赏20个耳光，好好教教她尊卑。娘娘息怒，府里不兴长嘴，娘娘不如罚他几个板子。刘月莹的怒火中烧，哪里听得进去？还愣着做什么？给我打！侍女面面相觑，最终还是迫于刘月莹的威势，只得硬着头皮将不住求饶的银烛拖了下去。屋外清脆的巴掌声一下又一下的响起，在寂静的正厅里显得格外刺耳。宋昭月抬眼看向刘月莹，只见她听着那巴掌声，怒容缓缓地散去，渐渐眉目舒展。见状，宋昭月便不由得眉头微蹙。秋兰院，侍女玉盏正服侍着黄灵如梳妆。娘娘，您说王妃会不会为难银烛姐姐？银烛自然有一番苦头吃，但我不会让银烛白白遭罪的。打了我的人，王妃可别想那么容易脱身。好不容易熬到请安结束，宋昭月回了望书舍，用过早膳后便歪在了贵妃榻上养神。娘娘，不好了！皇侧妃闹着要去前殿找殿下为她做主，都闯到垂花门去了。怎么回事啊？皇侧妃说王妃不分青红皂白打了银烛，她要王爷主持公道。宋昭月的眼神一凛，垂花门一过便是前殿，这黄灵如是要闹得人尽皆知吗？
眼下情况如何？林嬷嬷已经带人拦下了，只是黄侧妃闹得很凶，怕是不肯善罢甘休。娘娘，您说这黄侧妃到底想干什么啊？宋昭月的眸色渐深，想起裴明旭曾说黄灵如来路不对，心中隐隐不安。难道……白姐，快，你去前殿传话，就说我有要事要求见王爷。是。白景领命而去。朱英，你亲自去一趟，告诉林嬷嬷，黄侧妃此举怕是另有目的，让她务必小心，留心后院人员进出。宋昭月望着朱英离去的背影，心中思绪万千。他和裴明旭眼下是一条船上之人，他发觉裴明旭不是干预人下之人，而京城秦王和太子之争，他亦有所耳闻。他不清楚裴明旭如今在太子和秦王之争中扮演着什么角色，但这看似平静的燕王府，实则暗潮汹涌，一个不慎便会万劫不复。前殿，哎呦，白锦姑娘，是什么风儿把你给吹来了？福顺公公，我家娘娘有要事要见殿下，还请您通禀一声。福顺面露难色，这会儿王爷正在议事，哪能说打扰就打扰？福顺公公，我家娘娘说了，是要事。福顺一听，心里更是七上八下，这要事二字可轻可重，万一耽误了，他可担待不起。此时议事厅内，裴明旭正襟危坐，听着底下之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论着冬季边防一事。殿下，臣以为当务之急是……高仪侃侃而谈，裴明旭脸色沉静，手指轻轻地敲击着桌面，脑海中却想着草原探子传回来的消息。阿鲁台当真是有几分厉害，伤亡不过3000，便从北蛮身上狠狠地撕下了块肉。达达这个冬天能勉强熬过去，只是被抢了大半的粮草的北蛮可就难了。北蛮同样掠夺诚信，而燕北与北蛮在燕东有一小块的接壤。殿下，主簿所言有理。话音刚落，就见福顺猫着腰，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王爷，白锦姑娘求见，说是侧妃娘娘有要事禀报。裴明旭眉头微蹙，月儿向来懂事，今日怎么……先让后着。是。福顺应声退下。今日就议到此处，主簿，你回去整理一份文书，明日呈上来。是。殿下，妾身觉得黄侧妃今日如此大闹，恐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今日如此不顾体面的大闹，实在不像是她行事风格。妾身记得您说过她来路不对，所以妾身想着黄侧妃是不是声东击西，制造乱子，趁机传递情报。月儿真是心思玲珑，我已命人再次细查了，皇室同他接头的人一直处于监视中，但今日月儿这么一说，倒是提醒了我，皇室说不定还有暗招。莫担心，很快便有结果了。殿下，妾身还有一事，不知当讲不当讲。你说便是。妾身以为，殿下也该去宁华居看看。去宁华居做甚？王妃毕竟是一府主母，如今被冷落，气性自然是大了些。若是殿下能安抚一二，下面人也少受些罪。宋昭月一语双关，给刘月莹上眼药。刘月莹折腾他，他自然要还点颜色。月儿，你受委屈了。妾身不委屈，能伺候殿下是妾身的福分。两人就这样静静地相拥着，各怀心事。窗外寒风呼啸，屋内一片温暖。宁华居内，反了天了！她一个侧妃，竟敢如此放肆！王妃息怒啊！子熙气坏了身子。息怒？你叫我如何息怒？她今日闹着要去前殿，分明就是故意给我难看。她以为她是谁？不过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人。娘娘慎言呐！皇侧妃再怎么说也是圣旨赐婚的侧妃，这话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妥。怕什么？他皇室都敢骑到我头上来了，我还怕什么？他今日敢如此，来日便更敢放肆。就在王嬷嬷和梅香等人围着刘月莹劝解之时，一个二等侍女趁人不注意，悄悄地溜进了内室，很快又出来了，并未引来任何人的注意。属下参见殿下，参见娘娘。查得怎么样了？
回殿下，王侧妃确实通过秦王府的探子往外传消息，暗卫使了些手段，借机抄来密信。信上说了什么？回殿下，信上说王府削减用度，燕王府穷困，如今缺银子。还有呢？还有一事更为重要。经过再次细查，我们发现了另一探子，此人是司账司的小太监，平日里会轮班出去采买。今日正好轮到他出府采买，为了不打草惊蛇，属下让他同屋的小太监跌伤了腿，林嬷嬷顺势将他留下照顾同屋的小太监。安卫设法读了密信，密信里是一幅燕北矿脉图，这图上标注的皆是未曾探明的铁矿、铜矿，还有一座银矿。宋昭月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铁矿、铜矿、银矿，那可是朝廷专营，只能由朝廷开采的重要矿脉。若有人擅自探卖、擅自开采，皆是抄家灭族之大罪。属下已让人仿造了一份，放了回去。如今原图在此。说着，王生托起一卷不过1尺长的卷轴，裴明旭展开了矿脉图，目光如炬，仔细地查看起来。这些皆是燕北苦寒之地，人迹罕至，倒是个藏东西的好去处。此图之真假，派人去探一探便知。此图从何而来？回殿下，属下还在查。会不会是王妃那儿的？殿下，这图肯定不是您的。这探子看着是和皇侧妃一伙的，那图也不可能是皇侧妃的。至于我，就更不可能有这图了。那剩下的便只有王妃了。宋昭月于一旁解释，裴明旭顺着他这一逻辑想，发现无错处。派人去查查年华居，看看今日年华居有哪些人出了院子，去了何处。至于那探子，先莫要打草惊蛇，盯紧了，且务必莫让他出府。是，殿下。月儿真是我的女诸葛，一语中的。殿下谬赞了，妾身只是略借绵薄之力，能帮到殿下一星半点，便是极好的。不管怎样，今日之事，多亏月儿提醒，才有了这意外之喜。裴明旭今日能让他参与到这件事中，这是否代表着他有机会开辟新的职业方向？不光做个宠妃，还能做个谋士。宠妃加谋士的组合，不说无敌，至少比光做宠妃要强，根基稳。想到这儿，宋昭月不禁有些兴奋。他想起刚在黄陵如密信上说的缺银子一事，心里顿时有了计较。月儿，我去年华居一趟了，说不定还能有什么收获。那妾身恭送殿下。裴明旭走后，宋昭月一个人坐在榻上，脑海里不断地回放着刚才的点点滴滴。他越想越觉得自己不能只做个花瓶，得想想办法在裴明旭身边站稳脚跟才行。而现在就有一个绝佳的机会。臣妾参见殿下。起来吧，不知王妃昨日请本王前来，所为何事？回殿下，此事机密，还请殿下屏退左右。一时间，屋内仅余裴明旭和刘月莹二人。殿下，臣妾出嫁前，祖父亲手交予臣妾一样东西，嘱臣妾到了燕北，务必亲手呈于殿下。祖父言，当年惠贵妃乃他看着长大，如今殿下成家，此物便是他对殿下的一份心意。祖父交代，此物事关重大，还请殿下过目之后再做定夺。何物竟如此神秘？此事事关机密，祖父他老人家特意叮嘱过，万万不可泄露半分。所以，王妃但说无妨。其实这东西，臣妾本来是打算昨夜就交给殿下的，只是没想到。昨夜怎么了？还请殿下稍后片刻，臣妾这就去将东西取来。裴明旭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眼中闪过一抹寒光。看来这矿脉图还真是被月儿猜中了，是刘氏的。只是看样子他还不知道图已经丢了。陈国公这个老狐狸送他燕北的矿脉图，安的到底是什么心？秋兰院正房内时，玉展，那矿脉图可送出去了？回侧妃尚未送出去，他今日未能出府，要等到下次轮到他出府采买。让他想办法尽快出府，将矿脉图送出去，此事耽误不得。陈国公还真是大手笔呀，竟将如此珍贵之物赠予本王。
殿下喜欢就好。只是成国公既然不舍得，不送便是，何必拿一张假图来糊弄本王？殿下，你说什么？假图？此处标着一处铜矿之地，朝廷2月前在此地探明了黑石矿，还有这里铁矿，上月刚探明是一处黑石矿。此2处黑石矿的消息，目前仅极少数人知晓而已。你说这图是真是假？这不可能，祖父不可能给假图的。这图是祖父亲手交给臣妾的，锁上后不曾打开过。哦，那你的意思是本王冤枉了你了，或者说冤枉成国公？臣妾不敢。刘月莹吓得慌忙摇头，臣妾真的不知道这图是假的。他怎么也想不通祖父为何要害他。若他咽气于燕王，于成国公府并无好处。成国公的大礼，本王可收不起，你还是派人送还给成国公。只是路上收好，切莫要让人知晓或者偷了去。这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矿脉图，一旦流出去，成国公府也吃不了兜着走。殿下，祖父给臣妾的图是真的，定是有人把图换了。装这图的木盒，可是你刚才亲自开锁的。你要说人换了图，你自己同成国公说去吧。这矿脉图的事，你莫要到处嚷嚷，只当这事没有发生，否则害了成国公府，就别怪本王没有提醒你。说完，裴明旭拂袖而去，留下了刘月莹站在原地，脸色苍白，身子摇摇欲坠。半晌回过神来，他将卷轴放入了雕花红木盒后，转身进了书房。来人，召杨长史张泽芳游街到书房议事。杨长史即杨修元，乃是王府长史，为裴明旭的心腹之一，亦是首要谋臣。张泽芳、游杰二人，则是裴明旭就藩后所网络之捷郡。二人在府中做幕僚多年，亦是裴明旭心腹谋士。殿下，成国公不安好心呢。杨修元年近50，两鬓斑白。这矿脉图表面看着是成国公示好，拉拢天下，实则那以及毒计呀。殿下，这矿脉图如今就是那烫手的山芋啊。若殿下起了贪念收下，便是落下把柄于成国公之手；若是不收，矿脉图已现身燕王府，这今后可就说不清了呀。张泽芳年约30，一身青衫，面容俊朗，也是一脸的担忧。殿下，更何况秦王还横插一脚，此事若是被有心人利用，后果不堪设想。为今之计，是尽快将燕王府从此事摘出去。游杰年岁与张泽芳相仿，一身宝蓝色锦袍，眉宇间带着几分精明。游先生有何妙计？不如助王府一臂之力，将矿脉图一试一试，尽快传回成国公府。同时透露此事乃秦王府所为。虚虚实实，如此一来，将秦王拉下水，让太子一系同秦王对上。殿下，属下认为此计可行。殿下，我们可以。游杰一番细致布局，将燕王府摘出，拉秦王下水。此事就将按游先生说的办，务必办得干净利落，不留痕迹。这算怎的一回事？即便是丢了御赐的凤钗，也不能跑到咱们望书社来搜吧？这要是弄坏了、损坏了娘娘的东西，谁来负责？放心，林嬷嬷不会搜正房的，其他地方也不会过多去搜检的。你且吩咐下去，待会儿林嬷嬷来时，务必配合。是，奴婢知道了。宋昭月食指轻扣着桌面，眼神深邃。那幅矿脉图果然如自己所料，出自宁华院。如今这般以凤钗的名义大肆搜检，不过是做戏给有心之人看的罢了。做戏做全套，望书社自然也是要搜查一番，才不至于露出破绽。裴明旭定是另有安排，想来是敲山震虎。王妃娘娘丢了御赐凤钗，如今宁华居已然是搜遍皆不见，殿下这才命奴婢们四处搜寻，打扰娘娘清静了。嬷嬷这是哪里的话呀？既是殿下吩咐，我自当配合。谢娘娘体谅。林嬷嬷眼中闪过了一丝赞赏，
他带人将望舒社的侍女太监所住的屋子匆匆地搜查了一遍，自然是什么都没有搜到。至于绿珠等有头有脸的侍女住的屋子，林嬷嬷连进都未进，只站在门口象征性地问了几句。现在望舒社耽搁的时间差不多了，娘娘，奴婢们就先行告退了，还要去秋兰院看看。嬷嬷请便。宋昭月目送着林嬷嬷一行人离去，嘴角笑意渐淡。王灵如那儿才是这场戏的重头。秋兰院内，给侧妃娘娘请安。王妃娘娘的凤钗今日不慎遗失，奴婢奉命前来搜查凤钗。搜查？哼，王妃娘娘东西丢了，来我秋兰院搜查，这是何道理啊？回侧妃娘娘的话，殿下担心凤钗落入旁人之手，这才命奴婢带人四处搜查，还望侧妃娘娘行个方便。方便？王妃娘娘今日无故责打我贴身婢女，眼下又要来搜我的院子，简直欺人太甚。我虽是侧妃，但亦是皇上圣旨赐婚，如今既被王妃如此折辱，我还有何颜面苟活于世啊？说罢，他便作势要往柱子上撞去。身后的侍女婆子见状，大惊失色，连忙上前拉住他。侧妃娘娘，您这是何苦呢？奴婢只是奉命行事，您若有什么委屈，大可去殿下面前诉说，何必如此想不开呢？我何苦？我宁愿死，也不愿受此等屈辱。这场面若是不知情的人见了，还以为是奴大欺主要逼死王府侧妃呢。银华居正房，娘娘，不好了！皇侧妃她怎么了？快说！皇侧妃她要撞柱子，说是王妃娘娘要逼死她。好你个黄灵如，如今竟学起市井粗妇，玩起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把戏。走，去秋兰院，我倒要看看她要怎么个死法。刘月莹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也不顾王嬷嬷的阻拦，带着侍女婆子直奔秋兰院而去。裴明旭修长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敲击，眼眸微合，脑海中如棋盘般不断地推演着计划的每一步，务必确保万无一失。殿下不好了，王妃娘娘和皇侧妃闹起来了。裴明旭闻言，嘴角勾起了一抹玩味的笑意。果不其然，正如他所料，王氏狡诈多端，刘氏沉不住气，稍一挑拨便闹了起来。闹得可凶？回殿下，皇侧妃不肯让林嬷嬷搜查秋兰院，竟以死相逼。王妃娘娘听闻后便匆忙赶过去了。以死相逼？王生，盯紧各处出府的口子，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是，殿下。裴明旭站起身来，缓缓地踱步至窗前，望着京城的方向，嘴角勾起了一抹冷酷的笑意。来人，更衣，随本王去秋兰院。裴明旭带着福顺，大步流星地朝着秋兰院走去。他要亲自去添一把火，让这场大火烧得更旺一些。皇室，你如此失仪，成何体统？王妃娘娘，你如此折辱于我，实在是欺人太甚。你就不怕殿下怪罪吗？欺人太甚！哼！皇室，你几次三番挑衅于我，我都未曾同你计较。可如今竟然敢盗取我御赐的凤钗，实在是猖狂至极。王妃娘娘，你莫要血口喷人，我何曾……裴明旭尚未踏入院门，便已听到院内传来了黄灵如的哭喊声和刘月莹的怒斥声，嘴角不禁扬起了冷笑。殿下到！殿下，您可要为前人做主呀！侧妃娘娘，您有话慢慢说。大庭广众之下，成何体统？刘月莹见黄灵如吃瘪，心中暗爽，他就知道燕王面冷心狠，黄灵如受宠也不过如此。皇室，你且说说，究竟有何委屈？为何闹得这般模样？殿下，您可要为前人做主呀！王妃娘娘今日无故责罚妾身的贴身婢女，现在又说丢了凤钗，
要搜查妾身的院子，这实在是令妾身倍感羞辱，无颜见人。侍女之事，本王会命人去查。至于搜查院子一事，乃是本王下令，与王妃无关。殿下，搜查院子一事确实委屈你了，待会儿便让人搜上一搜。若是没有凤钗，让王妃给你赔个不是。妾身谢过殿下。刘月莹则是脸色铁青，心中怒火翻腾，却不得不压制着怒火，扯出了一抹僵硬的笑意。黄麦图一定在秋兰院，他就不信找不到，否则要他给黄灵如赔不是，简直是奇耻大辱。去搜。半个时辰后，林嬷嬷回到了正厅，躬身禀报：回禀殿下，老奴已将秋兰院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并未发现凤钗。不可能！那快放肆！裴明旭的眼神冰冷，其中暗含警告，冷冷地盯着刘月莹。刘月莹心中一惊，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差点说漏了嘴，连忙将剩下的话吞了回去。殿下，既然已经还了妾身的清白，妾身也不要王妃娘娘赔不是，希望王妃娘娘今后莫要再像这样冤枉折辱妾身了。还是你懂事，王妃，你今日实在是有失体统，还不快向侧妃道歉？对不住。说完，刘月莹便朝着裴明旭匆匆俯身行礼，告退了。殿下，今日不如在秋兰院用晚膳吧。不必了，本王还有事要处理。那妾身恭送殿下。王灵如目送着裴明旭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院门，脸上的笑容才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不明意味的光芒。这一局他又赢了，不光赢了刘月莹，还有燕王。娘娘，秋兰院那边闹腾了一场，最后竟是王妃给那皇侧妃赔不是而了结。殿下呢？可有说什么？殿下什么也没说，只道皇侧妃是个懂事的。宋昭月的眸光微闪，裴明旭这是想干什么？让刘月莹和黄灵如斗起来，还是让两人身后的势力斗起来？夜已深，宋昭月正准备歇下。殿下，您怎么来了？傍晚时，裴明旭让人传话，说今夜前殿议事便不过来了。情况有变，今夜可能会有些动静，我不放心你，所以还是过来看看。有殿下在，妾身什么都不怕。裴明旭身为燕王，身边的防护是重中之重，王府精锐皆随侍于他身侧。今夜不管何动静，裴明旭的身边是最安全的。殿下，一切皆按计划进行，狂脉图已然成功调换。秦王府细作手中，不清你是假图，而见过真图之细作，已毒发身亡。很好，秦王府的探子务必盯紧了，别让他们断了线。殿下放心，属下明白。按原计划，将户部侍郎黄文俊乃是秦王的人，以及皇室是秦王安插在燕王府的棋子，透露给成国公。是。书房内烛火摇曳，映照着裴明旭冷静的侧脸。他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不知在想些什么。翌日，娘娘，宁华居的丫鬟刚刚来了。来做什么？宁华居的丫鬟说，王妃娘娘身子不适，这几日免来请安。绿珠一边伺候着宋昭月梳洗，一边回答。宋昭月的动作一顿，免了请安。这刘月莹是转性了？难道是昨日在秋兰院颜面尽失，近日不愿见人了？宋昭月的心中疑惑很快就得到了解答。绿珠从膳房提上回来。娘娘，您猜奴婢方才听到什么了？什么呀？昨夜王妃的宁华居进了贼人，王妃娘娘受惊病倒了。贼人？可有抓到？听说是跑了。昨夜王妃娘娘吓得不轻，院子里还死人了。闻言，宋昭月的心中一阵后怕，暗自庆幸还好昨夜裴明旭来了，不然他的心中隐隐觉得这贼人恐怕和之前偷盗矿脉图的是一伙人，也不知裴明旭做了什么，竟将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想来这应该和裴明旭接下来的计划有关。秋兰院，矿脉图的事可有消息传回？暂时还没有消息传回，想来应该是顺利送出去了。只是什么？只是此次我们的人手折损严重，
燕王府里如今只剩下零星几个探子了，今后传递消息怕是越发困难了。无妨，与矿脉图相比，折损些人手算不得什么。殿下会体谅的，还会给我等记功呢。是。好了，你先下去吧，去把银珠换来，还是让他给我梳妆。是。宁华居内，娘娘，您怎么了？可是梦魇了？王嬷嬷，我是不是做错了？娘娘，没事的，您现在改过也不晚。可是，娘娘，您先喝药吧。喝完药，娘娘安心睡吧，老奴就在这儿守着你。王嬷嬷，我知道你是祖父的人。王嬷嬷，我知晓你有能最快联系祖父的法子，我要你以最快的速度将消息传回去。矿脉图被盗，皇陵如嫌疑最大，让祖父好好查查皇府。王嬷嬷神色复杂地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姑娘，见她目光灼灼，一副笃定的模样。是。闻言，刘月莹缓缓一笑，闭上眼睡去。东宫，外祖父深夜来访，可是出了何事？殿下，请看。裴明宗接过纸条，仔细阅读，脸色也渐渐变得难看起来。好一个亲王，竟然把手伸到本宫身边来了。殿下，此事非同小可呀，我们必须早做打算。外祖父有何高见？当务之急是先将那矿脉图追回来，这矿脉图务必不能落入秦王之手，否则秦王可拿矿脉图做的文章可就太多了。好，就依外祖父所言。数日后，京城秦王府，启禀王爷，属下幸不如命，终于将密信送到。好，做得好。秦王接过密信，眼中闪过了一丝金光。这一路上可还顺利呀？回王爷，属下等一路遭遇成国公府的人马追杀，损失惨重。不过好在最终还是完成了任务。成国公有了这图，本王要他吃不了兜着走。秦王他竟敢！殿下息怒，如今之计乃是抢先一步，化解危机。如何化解？矿脉图已落入秦王手中，难道还能抢回来不成？殿下莫慌，臣内处尚有一份矿脉图之拓印版。拓印图？不错，有了它，秦王手中的那份便成了废纸一张。好，好，好，有了这张拓印图，能做的文章可就多了。殿下，当务之急乃是将此图献给陛下，若不知妥当，还能反咬秦王一口呢。献给父皇，这可是今后给燕王挖坑的好东西。殿下，留着这图只会引火烧身的。眼前的要务还是对付秦王，切不可因小失大呀。那燕王那边，先拉拢燕王，在扳倒秦王之后，再徐徐图之。好，就依外祖父所言。只是该如何将这图自然地呈上去呢？您的舅母白氏，其娘家祖上乃是探金门出身，就让您舅舅以白氏的名义将此图献上。行，就这么办。殿下英明，这事不宜迟，老臣这就安排。燕王府前殿书房内，殿下，依属下之见，此次的矿脉图应该已经落入秦王之手了。成国公老谋深算，行事果断，必定会弃图而保全自己。殿下所言极是，若是探子能顺利将成国公府的图在献出前投出，那我们手中的矿脉图才能为燕北所用啊。就算探子失手，无法将图偷出，但经此一事，太子和秦王之间嫌隙加深，对我们而言也是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继续添柴加火，让他们好好斗上一斗。当太子与秦王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朝纲不稳，陛下定会再选一名皇子回京入朝。届时
便是殿下的大好时机。诸位放心，大事徐徐图之，本王总有归京一日。我等愿誓死追随殿下。三人齐齐拜下，裴明旭满意的点点头。众人又商议了一些接下来的计划和安排。殿下，夜深了，您和杨长史还有2位先生辛苦了，先用些东西吧。殿下，您说这成国公府的矿脉图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啊，殿下，这可是个宝贝，可遇不可求啊。自然是出自成国公世子夫人娘家江陵白家。至于怎么到手的，这就要问问成国公了。裴明旭的眼中闪过了一丝寒光，语气意味深长。成国公府的前院大书房，成国公正气定神闲地打着五禽戏。父亲，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啊？父亲，图不见了。什么？怎么会不见了？你昨晚将它收在何处了？孩儿昨夜将图藏于书房的暗格中。儿子明明锁好了，可今早打开一看就不见了。可曾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刘子贤仔细回想，昨晚儿子隐约听到院子里有猫叫声。猫叫？府里何时养过猫啊？陈国公立刻命人彻查此事，果然发现端倪。一路查下去，最终的线索指向了秦王府。秦王安插在成国公府的探子昨夜盗走了矿脉图。消息传到东宫，裴明宗顿时勃然大怒。秦王，又是秦王！哎呀，殿下息怒啊！秦王欺人太甚，他竟敢派人潜入成国公府盗取矿脉图。传令下去，给本宫盯紧秦王府，一有动静立刻来报。这口气他不会这么咽下去的。一时间，东宫和秦王府之间的斗争再次升级，暗流涌动，京城风云变幻。秦王府书房内，殿下，户部侍郎黄文俊这几日因给户部拨银子一事，被陛下勒令闭门思过。秦王的心腹谋士张显语气沉重：太子之人，最近可是咬着黄文俊不放，借着给兵部拨款不及时之时，没少在父皇面前参他一本。太子此举定是已然知晓了黄文俊的身份。应该是这样。如今太子跟疯狗似的咬着我们，为黄文俊将他耍得团团转之人，更是下手狠辣。如此一来，黄文俊这枚暗棋在太子那里算是废了。黄文俊在太子那里是废了，但不代表在老五那里也废了。殿下的意思是？探子传回的消息，老五如今十分宠爱黄文俊女儿黄念如，只要黄文俊坚决不承认自己是本王的人，不与本王私下交集，他便还可以作为暗棋用在燕王府。毕竟黄文俊所在的户部可是人人都想插手的地方。殿下英明。黄文俊啊，黄文俊，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居然能将我那冷心冷情的五弟给迷得神魂颠倒。说起来，燕北银矿和铁矿一事安排的如何了？回殿下，如今正值寒冬腊月，银矿和铁矿所在之地皆是人迹罕至的苦寒之地，因此至少要来年春雪化完之后，方能派人前往采矿。路数那么多，待到开春，本王要看看这2座矿到底值不值得。望书舍内，宋昭月正斜倚在软榻上，手中捧着一卷县志，认真地翻看着。书上说，燕北有辽阔的草原，牧民占了人口的约1/3，多集中在边境。燕北牧民饲养的主要是长毛羊，这种羊体格大，毛又厚又多，十分耐寒。冬日的暖阳透过了雕花窗棱洒进屋内，在地衣上投下了一片金色的光斑。一只雪白的狮子猫蜷缩在它的脚边，慵懒地打着盹儿，偶尔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呼噜声。狮子猫不足3个月大，名叫布噜，毛发柔顺，甚是亲人。燕北冬日严寒，他怕冷，便天天窝在屋内。裴明旭担心他闷，又知晓他喜爱狸奴，便特意命人寻来给他解闷。娘娘，宁华就刚才来人传话了，说是王妃身子已经大安，
明日便恢复晨昏定性。上次的事，黄灵如明显占了上风，而且明面上他还有裴明旭撑腰，而刘月莹至今未同裴明旭破冰，按理说他应该更加谨慎小心才是。可他偏偏身子刚好便恢复请安，难道就不怕再次被黄灵如给下颜面吗？还是说他手里有什么依仗，能够让他有恃无恐？翌日一早，妾身给王妃请安，王妃万福金安。妹妹快快请起，不必多礼。宋昭月谢恩起身，在刘月莹下手的位置落座。他抬眸打量着刘月莹，见她虽然脸色尚有些苍白，但精神很好，眼里透露着一丝兴奋，与往日判若两人。宋昭月的心中更加疑惑，却猜不透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前殿书房，这是王妃刚差人送来的陈国公的亲笔信。信上，陈国公言辞恳切，字字泣血，揭露了皇家妇女的真实面目。殿下，果然与我们所计划的一般，皇室妇女的身份被太子挖出，这一下太子该着急了。殿下这些时日辛苦了，不枉殿下辛苦宠爱皇侧妃。奇怪呀，来人昨日便到了，这信王妃昨日就已收到，为何今早才拿来呀？哼，王妃之所以眼下才送来，自是要本王前去给她助威。本王这就去后院，让这出戏唱得更热闹些。看着裴明旭的背影，三人对视，皆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宋昭月同刘月莹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了快半刻钟，黄灵如方姗姗来迟。王妃和宋妹妹在聊些什么呢？瞧着气氛这般融洽。刘月莹并未接话，只是冷冷地看着他，那眼神犹如一潭深不见底的寒潭。黄灵如仿若未瞧见刘月莹的冷眼一般，敷衍地行了一礼，施施然地在宋昭月对面的位子坐下。他这一系列的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全然不顾礼数与尊卑，分明没将刘月莹这个燕王妃放在眼里。王妃娘娘，这几日妾身伺候王爷，实在来得及，所以今早便起晚了，还望王妃娘娘体谅一二。想来日后王爷若是留宿宁华区，王妃娘娘便能知晓其中辛苦了。宋昭月在一旁闻言差点没被惊掉下巴，这黄灵如还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竟然当着刘月莹的面暗讽她和裴明旭至今未圆房。王妹妹伺候王爷辛苦了，是该上。多谢王妃娘娘。不过有赏自然有罚，皇妹妹行事乖张，目无尊卑，我身为王妃，自然要好好教导一番。来人，赏皇侧妃一本女则。皇妹妹今日便在宁华居跪着抄写，什么时候抄完，什么时候再起来。你敢？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动手！宁华居的婆子们面面相觑，王妃这是要动真格。我看谁敢！翻了天了！你们这些狗奴才，谁敢动我一下，殿下定不会饶了你们！闻言，婆子们想到了黄灵如如今的盛宠，一时间进退两难，僵持在了原地，双方僵持不下。这是怎么了？参见殿下。殿下，您总算来了。王妃她欺辱妾身，求殿下为妾身做主啊！发生了何事？殿下，王妃她欺辱妾身。罢了，玉盏，还不扶你家主子坐下。刘月莹见裴明旭竟然还是如此的体贴黄灵如，心中顿时升起了一股不可置信。殿下，他是……裴明旭一个凌厉的眼神扫过来，刘月莹的声音戛然而止，犹如被人扼住了喉咙一般，剩下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求殿下为妾身做主啊！裴明旭没有说话，只是挥了挥手，示意伺候的丫鬟婆子们都退下。偌大的正厅只剩下了裴明旭、宋昭月、黄灵如和刘月莹四人。王妃，饮食或有随性之时，而言辞则需谨慎斟酌，读真凭实据，就莫要随意污蔑他人。祖父的信中明明写得清清楚楚，
他和他的父亲根本就是……够了！他就是秦王安插在您身边的探子，他父亲户部侍郎王文俊乃秦王的人。王妃，说话要有真凭实据，不要信口开河。王妃这是何故？妾身自我入府以来，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王妃的事情，为何王妃要如此污蔑妾身？殿下，妾身父亲为官多年，从未攀附权贵，一心为国效力，为生命侍从。为何王妃还要如此诋毁妾身父亲？黄大人一心为国，这点本王自是知晓，只是……不撸，以后清晨终于可以不用去请安啦，能好好撸你了。娘娘，您给猫起名叫布撸，结果天天撸，可怜的小布撸啊，都要被您撸秃毛了。布撸，我们的小布撸，你喜不喜欢我撸你啊？就在这时，帘子被人轻轻地掀开，裴明旭走了进来。殿下，玉儿，早与你说了，不必如此多礼，都起来吧。自这小家伙来了，你眼中可尽是他。殿下说笑了。福顺瞧着两位主子依偎在一起亲密说话，忙领着一群伺候的人识趣地退了下去。宋昭月和裴明旭在榻上落座。殿下怎么这会儿过来了？引出不少先前隐匿极深的探子，如今除了父皇的和特意留下的探子，余皆已拔除干净。再者，皇室如今被禁足，他的人也一并被关在秋兰院，刘氏的人亦处于监视之中，轻易出不得宁华居。日后若有闲暇，我白日便能回来陪月儿用膳。殿下，你所言可是真的？那真是太好了。自然是真的，就这般高兴，日后我定会多陪陪你。确实高兴。好，月儿若是高兴，那便极好。殿下若欢喜，妾身亦是。裴明旭将宋昭月揽入怀中。为了唱今日请安的这出戏，我才立即取消请安。如今请安既已取消，日后你便可起得晚些，无需再冒着寒风去请安。还是殿下最好了。殿下心疼妾身，知晓妾身每日早起请安辛苦，特意免了这请安。妾身啊，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才能遇到殿下这样好的夫君。你呀，少给我灌迷魂汤了。如今皇室和刘氏定传信回京，我们只需稳坐钓鱼台即可。秋兰院内，欺人太甚，欺人太甚！侧妃息怒，小心身子。黄灵如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快步走向书案，提起笔来，奋笔疾书，快速写了封密信，务必将这封信尽快送出。娘娘，如今府里上下皆被殿下之人严密盯着，奴婢恐怕……怕什么？即便是豁出性命，也定要将这封信顺利送出去。今日请安，你也亲眼所见。如今我们身陷燕王府后宅，成国公有来势汹汹，若不早日将消息传回京里，尽快在燕王心中洗清我与父亲的嫌疑，你我二人必将万劫不复。燕王对付探子和细作的手段，想来你此前应有所耳闻。这封信必须尽快送到殿下手中，让殿下早日做出安排。奴婢明白，奴婢这就去办。说罢，他将信紧紧地塞入怀中，俯身后匆匆离去，只留下了黄灵如一人站在原地，望着书案，眼中满是阴霾。侧妃，趁热用些吧，莫要饿坏了身子。银竹，你速速将消息传回，务必让主子知晓。是，娘娘放心，奴婢定会尽快将消息传回给主子。银竹，你觉得宋侧妃如何？啊，娘娘说笑了。宋侧妃虽然脸生的美，然而寡淡无趣，如何能比得上娘娘您风情万种，将殿下迷得神魂颠倒？如今宋侧妃根本不得殿下宠爱，娘娘您无需将她放到心上。黄灵如听了，心中却并没有得到多少安慰。今日在宁华居，宋昭月和燕王虽未有言语交流，但他却敏锐地捕捉到他们之间一个极为不易察觉的对视。
那眼神绝非表面上那般冷淡，反那透着一丝旁人难以察觉的温情。黄灵如的心猛地一沉，一直以来他心底最大的不安皆来自于燕王。这么久以来，燕王虽常来他的秋兰院，但每次皆是来去匆匆，从不多言，更是从未在他这里留宿过。他真的如表面上那一般宠爱自己吗？京城秦王府。殿下，燕王府传回的信。这皇室果真是不负本王所望，将燕王迷得晕头转向。如今成国公与太子怕是急得出热锅上的蚂蚁。殿下英明，皇室自幼便聪慧过人，亦有深谙遇难之道。燕王殿下如今刚大婚不久，又怎能逃脱他的掌心？传令下去，按计划行事，务必助黄文俊洗清嫌疑。本王要让太子和燕王彻底决裂。接下来的10日，户部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户部的几名官员因办事不力或贪污受贿被革职查办，这些官员无一例外都是秦王一党。此次户部清洗，王文俊可谓是出了大力气，他还趁机举荐了几位寒门出身的官员补上空缺。此举赢得了景熙帝的嘉赏。景熙帝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扶持寒门，王文俊此举让他十分满意。王文俊一跃又成为了景熙帝跟前的红人。东宫，荒唐，简直荒唐！殿下息怒，气坏了身子，不值当了。殿下，秦王与黄文俊联手演给燕王看这出戏。倘若燕王真的信了那黄文俊与秦王无瓜，那可就糟了。老五这个蠢货，平日里装的一副不近女色的样子，没想到竟然被黄文俊的女儿迷得神魂颠倒。如今眼下心毛，真是丢尽了皇家颜面。殿下，既然黄文俊的女儿能吹枕边风，我们不妨以此为入手啊！哎，都怪那姨娘不争气呀，笼络不住燕王啊！他本想着让刘月莹帮他偷取虎符，没想到他如此不中用，被一个侧妃压得无法翻身。如今别说是燕北军的虎符了，老五竟是被秦王给哄了去，真是废物。姨娘的事暂且放下，眼下更为重要的是笼络燕王。天下所言甚是啊！既然燕王被色所迷，那本宫便给他送上大礼。燕王府望书舍后院厢房。娘娘，您要这些羊毛做什么呀？山人自有妙计。绿珠，让人把前几日准备好的草木灰水提过来。绿珠虽然满腹疑问，但还是乖乖照办。不一会儿，5桶颜色深浅不一的草木灰水就摆到了厢房之中。娘娘，这是……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宋昭月卖了个关子，将这些羊毛均分成5份，分别放入桶里，再拿木棒用力搅拌，轻轻捶打羊毛团。仆妇们不敢怠慢，纷纷抄起了木棍就开始搅拌。好了，先停一停，让羊毛在水里浸泡一会儿，效果更好。时间缓缓流逝，宋昭月时不时地查看羊毛的状态。差不多了，把羊毛捞起来，用清水洗净。清洗干净的羊毛被整齐地铺在木板上。宋昭月拿起一把带细米尺的梳子，仔细地梳理着湿漉漉的羊毛。厢房里烧着暖炕，梳理好的羊毛被放到上面烘干，不一会儿就变得蓬松柔软。就是它了。将这团羊毛纺成线。仆妇们都是做惯了纺织活计之人，很快便纺出了几团羊毛线。宋昭月命人取来他让王府的营造司制作的针织器和毛衣针。娘娘，这什么呀？一个是针织器，一个是毛衣针，这是我从一本古籍上看到的，说是能织出神奇布料的工具。宋昭月拿起其中一个羊毛线团，将羊毛线在金属钩上穿好，接着便开始转动木架子上的把手。这也太神奇了！这可以做毛衣，专门用来保暖的。毛衣？绿珠等人还是头一次听闻这个词。他拿起做好的毛线套子，套在了布噜的身上。看来布噜很喜欢这件新衣服呢。宋昭月随即拿起了2根毛衣针和一团羊毛线，开始尝试以毛衣针织就毛线。
宋昭月竭力地回想着针法步骤，然而半天过去了，也仅仅织出了一小节歪歪扭扭的毛线，活像一条扭动的毛毛虫。娘娘，这毛线针织出来的东西，怎能与那机器织出来的相差如此之多呀？这针法我还没琢磨透呢。娘娘，让奴婢试试吧。奴婢方才瞧着年枝，看出了些门道。那好，那你试试。哎，白锦，你真厉害啊！奴婢较为擅长手上的活计，也学过些女工，没有想到今日倒是派上了用场。太好了，以后这针织毛衣的针法就交给你了。奴婢一定尽心尽力。我记得还有一种叫麻花的织法，还有一种叫渔网针的。宋昭月把自己记忆中仅存的关于毛线针法的知识一股脑地告诉了白锦。娘娘放心，奴婢一定好好琢磨，争取织出更好看的样式来。白锦认真地记下了宋昭月的话，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宋昭月瞧着白锦认真的模样，心中充满了期待。这小小的毛衣或许能在这寒冷的冬天为更多人带去温暖，亦能给燕王府带来白花花的银子。玉柱，你去吩咐下去，让他们以3号浓度的草木灰水继续清洗羊毛，洗干净了就纺线。是，娘娘。白锦，你试着织一件小的毛衣打个样。你看这小毛衣袖子是这样的，身子如同圆筒，领口这……白锦一边认真听着，一边用心记着，生怕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宋昭月耐心地讲解着，直到白锦完全明白为止。娘娘放心，奴婢一定很快能治好。我相信你。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午时。殿下，您回来啦。今日何事如此开心？殿下，我今日得了一件好东西，正想给您瞧瞧呢。是什么好东西？白锦，将东西呈上来。白锦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几团柔软的毛线和一件小巧的毛衣。布鲁身上穿的就是这个？此乃用羊毛纺成的线织就而成的，我便叫它毛衣。羊毛？这是羊毛线，用处理干净的羊毛纺成的。这件小衣服和布鲁身上穿的，皆是用着羊毛线织成的。这羊毛衣保暖效果极佳，且造价比皮毛所织的衣服便宜许多。妾身从县志上看到，燕北之地有辽阔的草场，牧民众多，饲养的长毛羊每年能剪下许多羊毛。今后牧民们可纺羊毛线，织成毛衣后，既能自己穿着，也可卖到其他地方，换取一些收入。更为重要的是，王府堆积的那些羊毛能够得以利用，换回银子。裴明旭越听眼睛越亮，接过那件小毛衣，细细打量起来。燕北地处苦寒之地，羊毛产量丰富，但因难以清洗，除了少量干净的羊毛用来制作地毯之外，其他的都只能做粗糙的毛毡。可即便如此，仍是有很多羊毛闲置无用。如今燕王府的仓库里竟堆积有10万斤的羊毛。你是如何将羊毛洗得这般干净的？宋昭月便将草木灰水清洗羊毛的方法详细的说了一遍，接着他又让白锦取来了针织器和毛衣针，一样样的演示给裴明旭看。月儿真是大才。他仿佛已经看到了燕北的百姓，人人都穿着温暖的羊毛衣，再也不惧寒冬的景象。裴明旭越想越激动，连午膳都顾不上吃，便让福顺拿上东西，匆匆回了前殿。前殿，裴明旭负手而立，眉宇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和得意。他脑海中浮现出了宋昭月方才说王府羊毛换回银子时的认真模样，心中一片柔软。月儿总是这般的贴心，想着他。王爷，杨长史、张先生、尤先生到了，让他们进来吧。下官参见王爷。属下参见王爷。免礼。殿下，不知您急召我等前来，有何要事啊？托盘上放着一件小巧精致的毛衣，还有宋昭月方才为布卢织的毛线套。除了毛衣之外，托盘上还放着一团柔软的毛线，以及2根细长的木棍。殿下，这是宋侧妃想出来的新鲜玩意儿，羊毛线和毛衣。毛衣是用羊毛线织成的衣物，保暖效果极佳。哈哈，妙啊！殿下，若是能将这毛线推广开来，那王府库里堆积如山的羊毛便有用处了呀。是啊，有了这毛衣，
军中将士们的御寒问题也能迎刃而解了。各位所言极是，本王也是这般想的。宋侧妃已经将这毛线织法交给了府里的侍女，想来很快便能教会更多人织毛衣。此外，这个针织器的制作图纸，宋侧妃亦已给了营造司。王爷，这毛衣固然是好，可这羊毛如何清洗啊？下官担心成本太高啊。这是宋侧妃整理出来的清洗之法，杨长史一看便知。杨修元连忙接过，展开一看，竟如此简单，只消草木灰与清水即可。正是。宋侧妃娘娘真是聪慧过人呐，竟能想出如此简单的好法子。是啊，用这法子清洗羊毛，成本低廉，易于推广。宋侧妃娘娘可真是奇思妙想啊！想不到啊，这普普通通的草木灰竟有如此妙用。宋侧妃娘娘真是心思巧妙，令人佩服。是，这清洗羊毛需要用到大量清水，可我燕北之地河流并不多呀，尤其是那些草场，不知宋侧妃娘娘可有好法子呀？裴明旭回了望书舍，却未见宋昭月迎上来的身影。你主子呢？回殿下，娘娘午膳过后便去了小书房，说是要去画些东西。宋昭月画完最后一笔，放下笔，揉了揉有些发酸的手腕，这才发现裴明旭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殿下，您回来了。来到有一会儿了。裴明旭晃了晃手中的图纸，眼中满是赞赏。这些都是你下午画的？妾身也是突发奇想，觉得这样或许可以提高效率，节省人力。玉儿，你总是能给我带来惊喜，你又一次帮了我一个大忙。能帮上殿下，妾身就高兴。裴明旭的心中感动，一把将宋昭月揽入怀中，紧紧地抱着她。宋昭月将头轻轻地靠在他的肩上，嘴角向上勾起，他的谋士之路顺利地踏出了第一步。翌日清晨，天刚蒙蒙亮。醒了？殿下今日怎么？今日带你一起去前殿。可是妾身去前殿会不会不太好？前殿来往的皆是殿下您的文武属臣，妾身一个妇道人家，有何不好？我的月儿聪慧过人，如此大才，岂能埋没在这后院之中？那妾身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快起来梳洗吧，莫要误了时辰。早上过后，裴明旭便携着宋昭月朝着前殿而去。书房内，这位乃是本王的侧妃宋氏。下官见过王爷，见过宋侧妃。属下参见王爷，参见宋侧妃。将图纸拿来。是。杨大人，你看看。杨修元双手接过图纸，展开一看，只见上面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图案，旁边还有簪花小楷，标注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字迹娟秀，显然是出自女子之手。真是妙啊！想不到这世上还有如此精妙的设计。若是能将这工坊建成，那清洗羊毛耗水的问题便可彻底解决了。这些图纸皆是出自侧妃之手。侧妃娘娘大才呀！是啊，侧妃娘娘真是蕙质兰心，令人佩服。诸位谬赞了，妾身只是略尽绵薄之力罢了。若是诸位对图纸有任何疑问，尽管提出来，妾身定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侧妃娘娘，此处为何要如此设计啊？可是有何深意？杨大人有所不知，此处设计成这般模样，他声音清脆悦耳，条理清晰地将自己的设计理念娓娓道来。杨修元等人听得连连点头。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杨修元等人将图纸从头到尾问了个遍，宋昭月也都一一作答，条理清晰，逻辑严密，令众人听得心服口服。杨大人，你全权负责羊毛工坊一事，张先生和尤先生从旁协助，尽快选址建成工坊，开始清洗羊毛。是，殿下。殿下，这清洗羊毛的方子事关重大，臣以为前期还是不要轻易泄露为好。不如
取个别的名字。就由侧妃来取个名字吧。既然是用来清洗羊毛的，那便叫它洗羊药水如何？洗羊药水。众人咀嚼着这个名字，皆觉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纷纷点头表示赞同。王爷，王统领求见。让他进来吧。王生大步流星地走进了书房，一眼便看到了坐在上首的宋昭月，眼中闪过了一丝诧异。属下参见殿下，见过侧妃娘娘。何事？王生并未答话，目光却是有意无意地扫过了宋昭月。此处并无外人，有话但说无妨。殿下，京城有消息传来，我们的人已经顺利进了户部。恭喜殿下呀！恭喜王爷，贺喜王爷！一切皆在按照他们的计划稳步推进。此次借助黄文俊自证清白，终于得以在户部安插了自己的人手。进入户部的这几人皆是有才学之士，迟早能够登上户部高位。宋昭月在一旁听闻此言，心中微微一动。裴明旭分明是将黄灵如和刘月莹利用了个彻彻底底。户部之事既已攻城，黄文俊既已入局，那便要让他再无回头之路可走。他既已对秦王之人动手，那便要让他与秦王真正决裂。殿下英明，如今在世人眼中，黄文俊已然得罪了秦王，但其女乃殿下侧妃，自然需仰仗殿下您的庇护。而黄侧妃那边，杨大人有何高见？殿下，如今黄文俊既以为取信于您而对秦王之人动手，那咱们便该给他些甜头，吊着他。殿下，微臣以为殿下需大张旗鼓地宠爱黄侧妃，且命人往京城的皇府送上厚礼。如此一来可以安抚黄文俊与秦王，二来也能让太子那边更为着急啊。殿下，人越是着急慌乱，这办事就越容易出错呀。本王明白了，此事自有安排。杨修元还想再劝，却被身旁的游杰扯了扯衣袖，示意他无需再劝，只好识趣地闭了嘴。宋昭月含笑旁听，似乎没有注意到杨修元和游杰之间的动静。他初来乍到，还是多听少说为妙。时间久了，杨长史他们自会知晓，她不是那等会乱吃飞醋的女子。皇室的事，你莫要担心，眼下我尚不会放他出来。妾身明白，殿下自有安排。我会依杨长史所言，厚赏于他，并安排送一份后纣年礼入京。玉儿，清洗羊毛一事，你立了大功，但此次我并不能厚赏于你。给安阳侯府的年礼亦是寻常，你的功劳我皆会记着，日后定不会少了你的。殿下放心，妾身晓得，妾身不吃醋。殿下，安阳侯府的年礼可以不送吗？这千里迢迢的送到京城，太耗费人力物力了，还不如哪日回京后一并补上。傻瓜，这年礼可关系到你的颜面。你想想，皇府收到了后纣年礼，而安阳侯府却没有收到，世人会如何想你？这几日府里给父皇送年礼的队伍正要出发，给安阳侯府的只是一并带上，并不多事。好吧。玉儿，王府虽缺银子，却不至于缺这份年礼的银子。他知晓玉儿与安阳侯府的关系不睦，却未料到竟是如此这般。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安阳侯府真是好样的。奴才给娘娘请安了。福公公，快请起。今日是何风把你给吹来了？回娘娘的话，殿下呀惦记着您呢，特地命奴才送些物件来给您解解闷儿。哦，这些呀皆是殿下亲自挑选的，在后院之中，因为有娘娘您会有此等殊荣呢。殿下说了，他知晓啊您受委屈了，但还请您再忍耐一段时间，待事情彻底查清楚喽，自会还您与黄大人一个清白。这段时日啊，还劳烦侧妃娘娘您呢，在院子里好好休养，切莫胡思乱想。福公公，替我谢过王爷，就说我会好好待在院子里，等着王爷还我和我父亲一个清白。娘娘，
这是今年府里给京城侍郎府上送上的年礼，您瞧瞧。王灵如接过礼单，打开一看，上面所列之物不少皆是父亲喜爱的名画与名墨，一看便知是用了心思的。他心中稍安，看来裴明旭还是相信他和父亲的，只是仍有一些怀疑。给皇府的年礼可比成国公的只少了1成，比安阳侯府的呀可是多上不少呢。多谢殿下，殿下费心了。啊，那奴才就不打扰侧妃休息了，奴才告退。福顺见自己的目的已然达到，便躬身退了出去。王灵如看着满桌子的珍宝和礼单，脸上的笑容更深了几分。这一厢，刘月莹知晓了裴明旭突然厚赏了秋兰院，气得怒火中烧。嬷嬷，我不能这样坐以待毙下去。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宋昭月和裴明旭用过晚膳。福顺，殿下。裴明旭接过了锦盒，递至宋昭月的面前。这是送给你的，你打开看看，喜不喜欢？这是？喜欢吗？殿下，这可是皇后才能佩戴的九尾凤钗，我喜欢吗？殿下，这凤钗可是僭越的大罪啊！傻瓜，放心，这凤钗来路正当，乃是父皇当年赐予我母妃之物，且是过了明路的。当年宫里可是有忌当的。当年此事知晓的人不多，母妃临终前将它留给了我，让我日后将它送给心爱的女子。你喜欢吗？喜欢，妾身爱于性命。自打入府以来，裴明旭未曾负过他，对他一直很好，身边亦无二色。他既已入了燕王府，此生注定同裴明旭纠缠不休。翌日，宋昭月从睡梦中悠悠转醒，只觉得浑身酸痛无比，仿佛被拆散了重组一般。忆起昨夜的疯狂，宋昭月的脸上悄然浮起了一抹红晕，心中暗自懊恼，昨夜着实不该任由裴明旭胡闹，非要折腾至3更半夜。娘娘，你醒了，可要起身？浴房里香汤热气腾腾，宋昭月缓缓地滑进浴桶，温热的水流包裹着身体，酸痛之感总算是得到了缓解。娘娘，您说殿下对您如此宠爱，怎么您到现在还没……子嗣这种事情也要讲究缘分的，急不得。他身子骨尚未彻底长成，加之入府的日子尚短，可不想这么快就生孩子，至少还要等到明年下半年，或是后年年初再说。坤宁宫内，皇后接过了嬷嬷手中的信笺，信是刘月莹亲笔所书，字里行间皆透露着哀求与期盼，只为求得皇后手中的一味秘药。那秘药极为霸道，能使男子自然情动，且难以自持，事后亦不会察觉出异样。更为关键的是，女子借此秘药便可一举夺男。当年皇后便是借着此药，在云贵妃与陈妃的夹击之下，才顺利地诞下了太子，稳固了后位。真是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留着还有什么用？他原本指望着刘月莹能够帮他拿到虎符，却未曾想到他如此的不中用。如今看来，只能另做打算了。殿下，您看，这便是工坊清洗过后的羊毛，以及用羊毛纺成的线织成的毛线套。清洗的效果如何？回禀殿下，目前工坊1日可清洗羊毛1000斤有余，然而纺线的速度却要慢上许多，每日不过500斤。臣一命营造司打造了大小不同的针织器，用这些针织器制成大小不一的毛线套，然后再由妇人将这些毛线套缝制在一起，便可做成一件毛衣。虽说不如用的毛线针织出来的美观，但胜在制作起来极为便捷快速啊。月儿打造的这个针织器果然不凡，臣命人也用毛线针织了一些毛衣，用这种法子织出的毛衣更为合身保暖。但目前会针织之人并不多，因此还需劳烦侧妃娘娘的侍女一段时间。
以便将这针织毛衣的法子传授给更多的人呐。杨大人客气了，就按您所言，让白锦再教一段时间吧。白锦前些日子便被杨长史借去了城外的庄子，在庄子上教导众人的针织之法。想来再过些时日，织毛线这门手艺便能广泛的传授开来。杨大人，你便再建一处工坊，尽快将府中堆积的羊毛处理妥当，来年开春便可大力推广清洗羊毛之事。殿下，这目前纺线的速度怕是跟不上羊毛清洗的速度呀。如今仓库里已经堆积了不少清洗好的羊毛了。不若这般，何不将这些清洗好的羊毛分发下去，让人领了回去纺成线，再交还回来？如此一来，我等只需支付些许工钱便是。这纺线的活计，大可交给军户家的女眷去做。娘娘这主意甚妙，如此一来，既能解决羊毛堆积的问题，又能让军户人家多一份收入，可谓是一举两得呀。至于发放工钱的银两，大可将这些羊毛线售卖出去，无论是城中那些大户人家，还是漠北的商队，想来都会对这些保暖的羊毛线颇感兴趣的。这样既能最快速度的消耗羊毛，又能换回银子，还能逐渐将羊毛线和毛衣推广出去，岂不妙哉？可谓是一举三得。侧妃所言极是，既能解决燃眉之急，又能惠及军户，一举两得。他旋即转向了杨修元，便依侧妃所言去办，先从距庄子最近的军屯起始，将清洗好的羊毛分发下去。是，臣这就去安排。羊毛之事，还需诸位齐心协力，务必办得妥当。杨修元三人退下后，书房内仅余了宋昭月和裴明旭二人。月儿辛苦了。能为殿下分忧，是妾身的荣幸。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却是春意盎然。安和军屯与羊毛工坊所在的庄子相距不过3里之地，起码不过1炷香的时间。军屯依山傍水而建，远远望去一片灰瓦白墙，甚是规整。安和军屯内2000军户世代居住于此，守卫着大盛朝的边疆。冬季严寒，滴水成冰，无法外出劳作。军户家的老人、小孩和女眷只能躲在家中猫冬，做些室内活计，以此打发漫漫的长日。为了节约钱粮，不少人家一日仅食2顿，1顿稀粥，1顿干饭，甚至还掺杂了不少晒干的干菜，勉强得以果腹。这日，安和军屯的管屯官们敲响了军屯的大钟，3声沉闷的钟响在寒风中回荡，传遍了军屯的每一个角落。哎，这怎么了？怎么突然敲钟了？不知道啊，莫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别瞎说，这是3声长钟声，定是有事情要宣布。一户人家的木门缓缓打开，一名身穿粗布袄裙、身材瘦削的妇人走了出来。她回身对着屋内说道：“娘，您带着孩子在屋里待着，我去看看就回来。”妇人刚走了没几步，便遇上了熟人。哟，这不是李家媳妇吗？这是去哪儿啊？皇家嫂子，您这是去哪儿啊？嗨，这不是听到钟声了吗？过去看看，说不定是什么好事呢。能有什么好事啊？还不是那些老生常谈，让我们安心在家待着，别给家里爷们添乱。我听说啊，这次好像不一样，好像是有什么大事要宣布呢。什么大事啊？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听别人说了一嘴。那咱们赶紧过去看看吧。前殿书房内，月儿，这账册你看看。殿下，这羊毛线的生意竟如此火爆，这才几日，库存便已售罄，这账上已有数千两银子了。这羊毛衣轻便暖和，比这棉袄舒服100倍，这羊毛线更是供不应求。这云硕城的贵人，如今谁不想拥有一件羊毛衣呢？这都是你的功劳，你是我的福星。那殿下要如何奖励妾身呢？月儿，想要什么？殿下，妾身听闻正月15云硕城有花灯会，还有舞火龙，可热闹了。哦，月儿想去？想去看花灯，亦盼着能和殿下一起去走百病。走百病？听闻正月15这天有情人一同过桥，便能消灾驱病，
1年内皆可健健康康的。好，正月15，我定陪你去。真的啊？绝无戏言。那殿下只能陪妾身一人，即便要做戏，带上他人亦是不可。放心，正月15只陪你。好不容易出府游玩，他可不愿与黄灵如和刘月莹一同演戏。殿下，妾身想到一事。怎么了？妾身方才突然想到，这羊毛衣在燕北乃是新鲜物件，且保暖性极佳，咱们是否该为陛下和皇后娘娘各织一件毛衣，紧急送往京城？这羊毛生意日后定会越做越大的，送羊毛衣至京城，一来可表殿下孝心，二来也可提前让陛下知晓，以免日后再生枝节。好主意，到底是女子心系，我即刻吩咐人去办，挑最好的毛线，织2件，务必以最快速度送往京城。妾身这就画个样式，让白锦照着织，她手也好。宋昭月言罢，便起身行至了书案前，铺开宣纸，提笔作画。月儿，你当真是我的贤内助。殿下谬赞了，妾身不过是想为殿下尽一份心力罢了。图纸画好后，裴明旭命福顺亲自送去的羊毛工坊，命人加急赶制。殿下，妾身方才细细思量了一番，这羊毛之动静，或许远超所料。月儿，此话怎讲？殿下，江南素来富庶，虽地处南方，然冬季湿冷难耐。倘若这羊毛线与羊毛衣能销往江南，必定畅销无阻。羊毛线之市场可谓广阔无垠。殿下，羊毛线之利润惊人，既有广阔市场，又有高额利润。商人向来逐利，这羊毛产业或许能成为燕北的支柱产业之一，绝不逊色于江南养蚕缫丝织业。世人皆知江南富庶，除却江南乃鱼米之乡外，江南地区之丝织业亦是功不可没。故而羊毛产业牵涉甚广，若发展起来，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妾身愚见，殿下不妨早日将此事密报陛下，也好早做打算。月儿所言极是，此事的确需要从长计议，我需尽快上书父皇，将此事禀明，也好早做安排。只是这密折该如何书写，还需仔细斟酌一番。殿下，还有一事须得早做打算。这羊毛利润如此惊人，若百姓皆弃耕种而逐利，恐燕北之地粮食不足，反受其乱。月儿可有良策？不如将清洗羊毛的法子牢牢握在手中。宋昭月微微一笑，道出了心中所想。殿下，草木灰之所以能清洗羊毛，乃是因其中还有一种名为碱之物，可将此物从草木灰水中直接提取出来，制成粉末，由燕王府将这粉末平价售予燕北百姓。一户凭着户帖，1年只需买够清洗10斤羊毛之粉末，百姓家中剩余羊毛便卖给王府或其他清洗羊毛之大户人家。至于大户人家需要粉末，则需要从燕王府高价购买。善，握住了清洗羊毛的法子，既可以让燕北百姓从羊毛中获利，但获利不至于弃耕养羊，同时还能拿捏不少想分一杯羹之人，控制羊毛业之利润，同时能让拥有大量土地之权贵也不至于弃耕养羊。殿下，如此一来，清洗羊毛粉末的方子不外泄便至关重要。因此这制碱的工坊不如就建在王府之中，如此一来，方子便可万无一失。言之有理，就依月儿所言。至于这碱，不如就换作洗羊毛药粉吧，简单易懂又具迷惑性，让旁人以为是某种药材制成的。好，就叫洗羊毛药粉。这制碱的工坊说来亦简单，主要只需要2步即可。第一步便是获取大量草木灰水，第二步则是将过滤后的草木灰水蒸干，便可得到碱。正好用于蒸干草木灰水所烧剩下的草木灰，又可以作为原料来利用。之前参与试制药粉的那些仆妇早已先去王府，正好安排他们到工坊上工。现下工坊那边，当初草木灰水便是单独设在一块区域，除了选定的中心之人，外人一概不得入内。眼下这些人，先让暗卫盯着，待王府工坊建立好后，便将他们也一并调来。至于工坊制草木灰水之处，便派暗卫彻底拆除。殿下英明，如此一来，既可保密，又能为王府工坊寻得工人，可谓一石二鸟。月儿过誉了，
殿下，妾身便先将宫房的图样设计出来，也好让工匠们早日动工。窗外寒风呼啸，室内却是温暖如春。两人之间的默契与温情，仿佛能将这冬日的寒意驱散殆尽。也不知过了多久，宋昭月终于是放下了手中的笔，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殿下，您看看，可还满意？裴明旭接过图纸，仔细端详起来。月儿心思之巧妙细致，着实令人叹服。殿下过誉了，妾身不过是尽自己所能罢了。这些时日在前殿待下来，他发现裴明旭乃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主，有功必赏，有错必罚。不论赏罚，王府属臣都对他十分信服。裴明旭将工房图纸交给了杨修远，命他安排营造司之人依照图纸所示即刻动工，以现有的院子改造工房。什么？父皇竟然将御药房的灵犀九转丹和续月膏都赐给了老五？殿下息怒，不过是些许药物罢了。燕王击溃了鞑靼右部，俘虏右贤王达尔昆，立下赫赫战功，且如今又千里迢迢送年礼入京。陛下慈爱，赏赐些东西，实属情理之中啊。如今老五在父皇心中的地位，怕是比孤这个太子还要高了。坏祖父，孤刚解了禁足，前日又被父皇一顿痛斥，这朝内外不知多少人看孤的笑话。父皇如今对孤何曾有慈父之心？殿下慎言呐！殿下不必担心，陛下就算再如何喜爱燕王，也断不会将那皇位交授于他的。坏祖父此话何意？殿下不必知晓缘由，只有记住老臣的这句话便好了。我们的大敌从来都不会是燕王，一直是那秦王。可恨！如今老五色迷心窍，偏偏独独宠爱秦王安插在他府中的探子。上次让母后出手，想给他送去几个美人，却被父皇拦了下来。殿下莫急，如今已是年底，距离来年开春也不远了，再等等也不急于一时。不如这段时间让皇后娘娘好好挑选几位品貌出众的女子，精心调教一二。可万一这段时间那皇室有了身孕，父皇会不会同意赐下美人呢？殿下放心，皇后娘娘准备的美人一定会赐下的。他语气笃定，似是对成功赐美一事有着十足的把握。秦王府书房内，殿下，燕王府的曾诚奉燕王之命送礼进京，今日进宫面圣，陛下龙颜大悦，赏赐诸多好物。眼下太子怕是在东宫气得暴跳如雷了吧？也不知待成国公府与皇府的年礼送完，太子会不会被气得吐血三升？殿下所言极是，太子殿下近来诸事不顺，怕是又要气急败坏了。对了，宫中可有何消息传来？回殿下，宫中探子传出消息，皇后娘娘曾有意给燕王赐美，以分皇室之宠，却被陛下阻拦。但皇后娘娘似乎并未死心。皇后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殿下，我们要不要在其中想办法安插一名自己的人？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就借着皇后的手，在燕王府里再安插一个钉子。不过，此事务必瞒着皇室和黄文俊，明白了吗？是，属下明白，定会谨慎行事。云朔燕王府，宋昭月则是一心扑在了草木灰水上。娘娘，您何必这般辛苦？瞧瞧您，都弄得灰头土脸的了。傻丫头，这算不得辛苦，我这是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是啊，如今多攒些功劳，待日后年老色衰了，方能躺在功劳簿上安享清闲。呸呸！娘娘怎可这般说自己？哪有人咒自己失宠的呀？您与殿下如今这般恩爱，来年是个小公子或是小郡主，将来便有了依靠，何必说这些丧气话？正因要生孩子，我才更需努力。绿珠愈发困惑，这和生孩子有什么关系？王妃和皇侧妃每日都过得悠闲，
怎么到了自家娘娘这里就变得如此复杂了呢？你不懂，在这皇家，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做母亲的若不积攒资本或宠爱或家世，孩子又怎能过得好呢？就如殿下的母妃惠贵妃出身顾家，正因如此，殿下才有机会接管燕北军，成为实权藩王，也因此才能有角逐皇位的实力。你再看其他皇子呢？宋昭月的语气中带着一丝嘲讽。除了秦王，排行靠前的还有3皇子清河郡王和4皇子清平郡王。2位郡王因母妃早逝，后宫之中无助力，且外家败落，又不得陛下宠爱，成年后只封了郡王，便被打发到前地就藩。封地既贫瘠又狭小，这些年陛下似是忘了这2个儿子，从未召他们回京。绿珠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些事情他从未想过。宋昭月看着绿珠的神情，心中暗叹，这王府后院从来都不是什么善地。绿珠，你猜咱们这羊毛生意能不能赚个盆满钵满？娘娘这话说的，咱们的羊毛制品如今可是云硕成一绝，那些贵人们都抢着要呢，自然是赚的。那就好。宋昭月食指轻抠桌面，眼睛微眯。或许景熙帝都未曾料到，看似孝顺忠心的燕王才是真正隐藏了爪牙的蛟龙，而他要做的便是助裴明旭化蛟成龙，翱翔9天。毕竟他可不想好日子还没过2天，就陪着裴明旭去喝孟婆汤。娘娘，您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我在想等赚够了银子，就给你找个好人家，风风光光的嫁。娘娘又拿奴婢打趣。哎，怎么啦？你这反应不对啊！奴婢这就去给娘娘沏壶新茶来。随后便如一只受惊的小兔子般，慌慌忙忙地跑了出去。宋昭月看着绿珠慌慌忙忙的背影，嘴角不禁泛起了一丝笑意。这丫头平日里伶俐得很，今日这般容易害羞，莫不是真的看上什么人了？宋昭月沉吟片刻，想起这些时日带绿珠去前殿，似乎也没碰上什么英俊的年轻男子，除了王府的侍卫之外，便只有……宋昭月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高大挺拔，眉目硬朗，只是这岁数是不是有些大了？难道是他想多了？宋昭月轻轻地摇了摇头，心中暗道：罢了，等晚些时候寻个机会问问绿珠便是。殿下，幸不辱使命，这里面便是提纯出来的碱。月儿，疼不疼？殿下，不疼，只是不小心沾了一些碱水，并无大碍。让你受苦了。妾身能助殿下一臂之力，些许小伤又算得了什么？月儿，我定不会负你。宋昭月听了这话，嘴角不禁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狡黠的笑容。燕王府改建完毕的宫房坐落于王府的西北角。此宫房可还入你的眼？殿下，这宫房建造的极好，与妾身所绘图纸一般无二。营造司此次做得不错，赏。谢殿下。跟在一旁的营造司管事李武德闻言，连忙躬身谢恩，激动得满脸通红。宋侧妃当真是他的贵人啊！殿下，您看此处，原本设计乃是在此处放置清洗羊毛的池子，但营造司根据房屋布局，将它移到了此处，反倒是更加合理了。他们倒是用心了。殿下，以后在此处生产洗羊毛药粉，便不用担心房子外泄了。你当记一大功。二人将整个宫房巡视完毕，便离开了宫房。福顺却并未跟上，而是留了下来。老李，我可是再提醒你一次，嘴巴闭紧了。这里的事儿，还有凡是涉及到宋侧妃的，不能透露出去一星半点儿，否则天王老子来了也救不了你。福公公放心，除了我，无人知晓这些同宋侧妃娘娘有关。我李武德就算死，也绝对不会说出半个字。书房内烛火摇曳。殿下，喝口热茶吧。何事？回殿下，羊毛工坊那边传来消息，青山军屯的人去了安和军屯，说是也要领羊毛纺线。青山军屯领头之人可是当年那位胡亲卫，如今青山军屯只管屯官。殿下英明，
正是胡亲卫。今日便是他呀，带着青山军屯之人前往安河军屯，还赖着不走了，非说也要为殿下分忧，让他们军屯亦要放羊毛。这胡勇还是当年的那股性子，粗中有细，还有些霸道赖皮。既然如此，便依着他们。当年出来燕北，多亏了他们。嘿，是啊，工坊那边正好积攒了一批羊毛，管事张发便做主呀，先让青山屯的拉回去纺线了。同张发说一声，今后也先让青山军屯加进来，同安河军屯一道纺线。是。福顺躬身退下，裴明旭望着跳动的烛火，思绪飘远，仿佛又回到了当年刚来燕北的岁月。那些金戈铁马、热血沸腾之日，乃是他人生之中最难忘的记忆。他靠着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战功，彻底地收复了燕北铁骑。舅舅便放下心，卸甲归田，带着家人回了冀州。父皇不愿他同顾家人亲近，故而这些年他从未登门拜访，只能按时按节派人送去厚礼。迟早有一日，他要亲自登门请舅舅出山。夜里，裴明旭回了望书社，同宋昭月说起了青山军屯之事。这几日宋昭月来了月事，身体有些不适，便未随裴明旭去前殿。殿下，燕北有多少个军屯？云朔城州军屯有8，军户约2万余户。至于他处，共计30有6军屯，军户10万余户。除却云朔城近旁的军屯，其余军屯多布于边疆之地，各屯相隔甚远，但边疆军屯皆有牧羊。古人云：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你的意思是？殿下，妾身想着待明年开春，于云朔周边军屯可再建3座工坊，使其他军户亦能参与纺线之事。然边疆之地，屯与屯间距遥远，运输多有不便。妾身想着，不妨于各个军屯皆建起工坊，王府就地收购羊毛，且雇佣军屯之人清洗羊毛，并进行纺线。那纺好之线，可由工坊运送至漠北等地。漠北往来客商云集，便于毛线售卖。言之有理。明日我便同杨修元他们商议，拿出一个章程来。还有一事，今后所需的碱怕是不少。虽然目前大量用豆树干和豆荚壳烧制草木灰，提升了碱的产量，但恐怕也不足以长期大量的供应。你有何想法？妾身曾与矿脉图上见得，云墨有一处盐滩可采盐。妾身思忖，那盐滩附近或许有天然碱湖存在。世间竟有碱湖？确然，且有的天然碱湖中存有一种碱，多呈青白色，其断面恰似马牙。此碱乃是清洗羊毛之绝佳好物，用此碱洗过的羊毛更为柔软光滑。然此皆为妾身的猜测罢了，待开春之后，可派人前往查探一番。好，此事我会安排。裴明旭唤来福顺，自他手中接过了一个锦盒，将锦盒捧出的那一刻，福顺只觉得自己的心在滴血。这好不容易靠着羊毛，殿下的司库多了一点进项，可这银子还没捂热呢，殿下便又花了出去。马上便是新年大宴，想着大宴之上9尾凤钗不便佩戴，我便命人打造了这只桃花簪，你到时候带着。多谢殿下。殿下，你帮妾身戴上吧。裴明旭接过桃花簪，小心翼翼地插到了宋昭月的发间。好看吗？好看。只要他喜欢，便是千金万两，他也舍得。裘兰院中，侧妃娘娘天生丽质，便是不用这些珠光宝气，也足以艳压群芳。就你嘴甜。殿下赏赐的可都是好东西，尤其是那对红珊瑚耳坠，更是衬得娘娘肌肤胜雪，娇艳欲滴。到时候娘娘戴上这些首饰，定会让宋侧妃黯然失色，王妃娘娘更是要气得不轻了。前些日子燕王便解了他的禁足，且多有赏赐赐下，只是近几日燕王似乎公事繁忙，来此的次数少了些。娘娘，新年大宴上，各家夫人小姐都会到场，娘娘可要好好的把握机会才是。你所言极是，断不能让殿下失望。绿珠，快来给我揉揉。娘娘，您今日也辛苦了，我都听说了，皇侧妃今日明显不安好心，您何必忍让她？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我何必为了一时义气，坏了殿下的大事呢？自家娘娘向来识大体，顾全大局，是她着相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我有些乏了，想先睡一会儿。是娘娘。宋昭月闭上眼睛，脑海中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今日宴席上的种种画面。刘月莹自持身份，只端坐在上首摆着王妃的架子，几乎没说过几句话。王林如倒是活络得很，一整晚都是围着那些燕北重臣的女眷打转，八面玲珑，长袖善舞。宋昭月不用想就知道她没安好心，定是在打什么鬼主意，因此她只好不断地丢出话题，笼络住众人。好在这些女眷个个都是人精，配合着她一群人说说笑笑。这燕北王府第一次宴请封地属臣女眷的新年大宴也算圆满结束。夜里裴明旭来了，他得好好表功，今天的辛苦可不能白费了。抱着这样的念头，宋昭月沉沉睡去。散了宴后，裴明旭虽是酒量上佳，却也难敌众人轮番敬酒，不免沾染了几分醉意。殿下，您用些醒酒茶吧。殿下，这是奴婢当年依照惠贵妃的方子煮的，解酒最为有效。裴明旭看了他一眼，伸手接过了那碗醒酒茶，饮了几口。解酒茶入口微苦，回味却带着一丝甘甜，的确是当年他偷喝母妃为父皇所煮的醒酒茶的滋味。裴明旭放下茶碗，见曼霜还未退下，目光落到了他的身上，一丝不言而喻。殿下，奴婢下去吧。殿下，奴婢求您了，莫要赶奴婢走，奴婢不愿意嘱咐家人，奴婢只想留在殿下身边伺候您，就如同从前一般。奴婢自幼便侍奉在殿下左右，当年惠贵妃娘娘尚在之时，曾拉着奴婢的手，叫奴婢此生定要好好的照顾殿下。他看着曼霜一袭粉衣，恍惚间仿佛瞧见了梨花带雨哭倒在地的宋昭月。裴明旭摇了摇头，看清眼前之人乃是曼霜，方才竟是自己眼花了，但裴明旭心中却隐隐觉得不对劲，他还未醉到眼花的地步。来人，殿下有何吩咐？将曼霜带下去，关起来看住，没有本王的命令，不许任何人靠近。是。殿下，你要相信奴婢，奴婢对殿下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呐。殿下，奴婢。他眼睁睁地看着那碗冒着热气的醒酒汤离自己越来越远，心中一片冰凉。那碗醒酒汤此刻就在他眼前，仿佛变成了一道催命符。哎呀，殿下，我老人家还忙着试药呢，您这是耍我老人家玩呢？哎，景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啊？嗨，殿下的身体好得很，没有半点问题，龙精虎猛的，比我这把老骨头好了不知道多少倍。景先生，劳烦您再看看这醒酒汤。景中华闻言，端起那碗醒酒汤放到了鼻尖，轻轻嗅了嗅，而后竟毫不犹豫地用食指沾了点汤汁放入口中细细品尝。哎，景先生，您怎么不用银针验下先？这要是……嘿，若是银针能验出来的毒，殿下恐怕早就倒下了。哎，这醒酒汤并无任何问题，只是这火候控制的不好，细品之下呀，回甘不足，白下了里面那上好的甘草。劳烦景先生了，辛苦您跑一趟了。哎，不辛苦，老夫就当是饭后散步了。只是，殿下，您看老夫此次能否？不知景先生欲求何物？嘿，老夫也别无他好，独爱药材。殿下府中那只300年老参不知……哎，景先生，之前府里的那株200年老参就被您老人家得了去，如今府里可就这一只上了年份的老参了。哎，府公公，你这真是过河拆桥啊！景先生莫恼，300年老参确实要留作不时之需。哼，看吧，我就说殿下不会应允你。不过，新得的那株100年老参倒是可以赠与先生，望先生能多制些保命药丸与将士。嘿，多谢殿下，老夫定当竭尽全力研制出比御药房秘药更厉害的保命药丸，保我大圣将士平安。他知晓燕王新得的一株100年老参，故而虚晃一招，实则是打着100年老参的主意。景仲华哼着小曲，揣着领100年老参的条子，心满意足地走了。
景先生走了。回殿下，景先生已经走了。去，派人仔细搜查曼霜的房间，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放过。是。景先生说那醒酒汤并无问题，可本王心中总觉得不妥。连夜提审曼霜，务必问出个所以然来。老奴明白。福顺心下一颤，殿下这是动了真怒。翌日清晨，宋昭月醒来时，竟发现裴明旭居然还在身边。醒了。殿下，恭贺新喜，愿梅香盈岁，鹤舞云天。恭贺新喜，愿梅雪争春，瑟瑟和鸣。可要换人送杯水来。殿下就会欺负人。是为夫梦浪了，还请月儿恕罪。妾身瞧着皇侧妃似乎有意结交。哼，他那点心思我岂会不知？月儿，放心，我已派人盯住他。说起来，昨夜那些夫人可真是热情，妾身应付了半宿，现在还觉得有些乏呢。辛苦月儿了。殿下，昨日皇侧妃问妾身桃花簪的由来，妾身按着之前说好的，说是千巧阁的，各家夫人贵女如今对千巧阁可上心了。昨日瞧着，怕是希望今天云硕城的千巧阁并开张呢。殿下，我们可说好的，到时候也把营造司旗下的司针局的老师傅借给妾身。那月儿要如何分成？自然是6、4分。哼，那谁4谁6？自然是妾身6，殿下4啊。殿下，您又甚少让司针局打造首饰，大师傅们手艺都快生疏了。如今大师傅们又有活干，又有银子赚，岂不正好？我的确甚少让大师傅做首饰头面，不如让大师傅做一些，正好作为后院新年贺礼。闻言，宋昭月瞪了一眼裴明旭。逗你呢，小粗包，我可舍不得浪费银子。上次赐给皇室的那些首饰，福顺都心疼了好久，还是月儿好啊，一心给我挣银子。那殿下以后可要少像昨夜那般欺负臣妾啊。这可真是难为我了。殿下，该起了，时辰不早了，妾身该去给王妃请安了。今日可是正月初1，何必去年华居找不自在？可规矩？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这个燕北之主都没说什么，谁敢智慧你不成？况且我昨日便已派人去年华居和秋兰院传话，都免了他们给我拜年，你何须去给王妃拜年？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好好陪陪我。殿下说的是，妾身听殿下的。我的月儿最是乖巧懂事了。窗外，冬日的暖阳透过窗棱洒进屋内，为这满室的春光更添了几分暖意。娘娘，你要注意凤体呀。裴陛下敬奉天地祖宗，是我这个皇后的职责，辛苦一些无妨。那妃妾再怎么得宠，也只能在太庙和奉仙殿外候着。娘娘，臣妾瞧着族里有个姑娘不错，模样俊俏，人也机灵。臣妇想着过几日领进宫给娘娘看看，若是娘娘也觉得可以，便塞到开春赐给燕王的美人中去。娘，此事不急，开春后的美人是赐不下去了。娘娘这话是何意？陛下不是说若是开春了，燕王府没有好消息便赐美人吗？难道陛下改主意了？过些时日，燕王府便会有好消息传来。这怎么可能？娘娘，你把那秘药赐给迎娘了？本宫并未把秘药赐给迎娘。那娘娘做了什么？本宫把秘药赐给了燕王的那个侍女曼霜。曼霜？她有致命把柄在本宫手上，不敢不听命于本宫。本宫等她有了身孕，再命她用肚子里的孩子去陷害皇室。只要皇室失势，自古女子情伤，郁结而亡的还少吗？总之皇室必死无疑。待皇室死后，本宫自会安排迎娘揭穿曼霜，还皇室清白。本宫已选了个与皇室相像的女子备着了。燕王既然那么喜爱那个皇室，他便送他一个新的。
午膳后，暖阁内，宋昭月与裴明旭相对而坐，与紫檀木棋盘两侧博弈。布鲁则是慵懒地卧在二人脚下的地上，不时用爪子拨弄几下白锦特意为他做的毛线球。殿下，您也不让让妾身？哼，方才是谁扬言要将我杀得片甲不留呢？宋昭月嗔怪地瞥了裴明旭一眼，未再接话，目光落于棋盘之上，鼓着两腮，认真思索下一步该如何落子。这时，福顺匆匆走了进来。何事？但说无妨。回殿下，曼霜一直喊冤，却什么也不肯说。奴才已经搜查过他的住处，并无异常之处。近日与他来往之人，奴才也都查过，并未发现可疑之人。奴才未用大刑，这大刑一旦用下，不死即残，奴才不敢擅自做主，还请殿下示下。这曼霜当年好歹是惠贵妃当半个女儿养的，有这个香火情在。殿下未发话，那些大刑他也不敢用。将曼霜打发到庄子上，让王生派人秘密监视。另外，给他相看婆家，同他说不管如何，3月底必将她嫁出去。这几个月，让王生盯牢了曼霜，他同什么人接触，说了什么话，同他接触之人身份，都要一一排查。福顺领命，躬身退下。暖阁内再次恢复了平静，唯有棋子落下的清脆声响在空气中回荡。殿下，究竟发生了何事？裴明旭见他问道，便将昨日之事娓娓道来。殿下，可有哪里不舒服？头疼吗？有没有觉得头晕目眩？景先生医术高明，他都说没事，那便一定没事。可是傻瓜，景先生精通毒理，他既然查不出问题，那便说明曼霜下的并非毒药，或许只是某种迷药罢了。如今我并无任何不适，想来那迷药药性并不强烈，或者说我昨晚喝的并不多，所以并未中招。宋昭月闻言，这才稍稍放下心来。他想起昨夜裴明旭的龙精虎猛，似乎也印证了他的说法。可是殿下为何如此笃定那醒酒汤有问题呢？我虽饮了些酒，但还不至于醉到眼花缭乱，将曼霜错认成你的地步。虽景先生说那醒酒汤并无问题，可这世上之事无奇不有，也总有景先生不知道的。小心驶得万年船，谨慎些总没有错。更何况曼霜之事也并非毫无破绽。什么破绽？粉色衣裳。粉色衣裳？昨夜曼霜着了一身粉色衣裳。曼霜虽尚未婚配，却也20有5，且在前殿伺候多年，向来以端庄稳重示人，早已不穿这般鲜嫩之色。更何况曼霜伺候我多年，对我酒量几何，自是一清二楚。即便我真的醉了，也不至于认错人。所以殿下让福顺告诉曼霜，3月底前必将她嫁出去，是在等曼霜露出马脚。哼，正是。我倒要看看她究竟会有何举动。若是她当真清白无辜，我自然会给她一份丰厚的嫁妆，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若她真不愿嫁人，那嫁妆便给她当做傍身之物，也足够她出府后安稳度日。很快，一则消息传遍了整个燕王府。哎呀，听说了吗？曼霜姑姑因为冲撞了殿下，被发配到庄子上去了。啊？怎么会？曼霜姑姑可是服侍了殿下多年了。消息传到不同人的耳中，便有了不同的解读；落在有心人的耳中，则更是不同。梅香，打听清楚了昨夜殿下宿在哪儿了吗？回娘娘，奴婢从洒扫粗使婆子口中得知，昨夜殿下的仪仗的确是去了秋兰院，可后来又回了前殿。回了前殿？哼，看来即便是黄灵如那般狐媚手段，也不过如此。燕王果真是生性凉薄，根本不会将女子放到心上，就算再宠爱，也不过是玩物罢了。娘娘可是为了昨夜殿下去了秋兰院而烦心。老奴听说这云朔城正月15的花灯和火龙远近闻名，娘娘不如那夜出去散散心，多邀些夫人小姐们相伴，也好过整日闷在这宁华居中。哼，嬷嬷说笑了，我如今这副模样，谁愿意与我相伴？
怕是避之不及吧。娘娘这话可就错了，您是这燕王府的正妃，身份尊贵，谁敢不给你面子？再说了，您可邀殿下同行，还可趁着赏灯之际向殿下示好。即便这殿下不来，但您主动相邀，殿下也能明白您的心意，不是？刘月莹沉默不语，脑海中浮现出了昨夜碾宴上的场景。她虽然端着王妃的架子高坐主位服侍众人，但她总感觉到那些夫人小姐看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嘲讽和怜悯。他们都知道她空有王妃的名头，实际上只是一个纸糊的花架子，根本压不住府里不老实的侧妃。娘娘，老奴斗胆说句逾矩的话，不论娘娘将来作何打算，眼下还是要笼络住殿下要紧，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呐。嬷嬷说的是，我知道了。那娘娘可是要邀请殿下15那日一同上灯？那老奴这就去给娘娘挑选几件合适的衣裳首饰备着。刘月莹看着王嬷嬷忙碌的身影，心中不禁苦笑。或许到了那日，她真该向裴明旭好好低头。秋兰院正房内，娘娘，殿下将前殿那个侍女发落到庄子上了。谁啊？就是那个曼霜，听说昨夜触怒了殿下，今日便被绑着送去了庄子上。曼霜？可知晓那曼霜做了什么，惹得殿下大怒？奴婢也打听过了，但前殿那些人嘴紧得很，只说曼霜姑姑是犯了错，被殿下责罚了。犯了什么错？这个，奴婢听说押送曼霜姑姑去庄子的仆妇们说，好好的姑娘怎么就起了那样的心思？王灵如闻言心中一动，这曼霜是对燕王动了心思。你去，再去打听打听，务必要将这件事查清楚。是，娘娘。玉盏领命退下后，王灵如继续想着心事。她进府也有一段时间了，也得到了燕王的恩宠，但却为何迟迟未能有孕呢？她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心中有些遗憾。若是她能顺利怀上燕王的第一个子嗣，那这孩子的作用可就大了。王灵如正想着，银烛从外面走了进来，凑到黄灵如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你说什么？此话当真？千真万确，主子也是偶然间得知此事。当年永安宫的一个宫女出宫后回了乡，前些时日主子遣人寻访，才得知当年惠贵妃之死或许另有隐情，而那曼霜极有可能知晓一些内情。主子说此内情恐与皇后甚至是陛下皆有关。黄灵如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若惠贵妃之死确有隐情，且牵扯重大，而曼霜又恰恰极可能握有关键线索。眼下那曼霜已经被送去了庄子上，不过去了庄子总比在前殿要好。娘娘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制造意外，营造曼霜假死的假象，将她神不知鬼不觉地掳走。娘娘英明，不过此事需从长计议，待过些时日，等众人遗忘了曼霜，我们再让人动手方为上策。先生见谅，本王今日微服出行，方才不便以真面目示人。哈哈哈哈！燕王殿下言重了，老夫一介布衣，何须殿下如此客气？先生不必多礼，快请坐。哈哈，殿下想必早已知晓老夫身份了吧？赵先生快人快语，本王派人去请了先生几次，不想今日竟在此偶遇，真是缘分。老夫闲云野鹤惯了，云游至此，不过为故人一诺。不知夫人刚才救治小孩的法子是何家之法？此法乃偶然间于一本杂书之上所见，并非出自哪家一家典籍。不知是何书，可否告知老夫？年代久远，现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个孤本，且那本书早已不知去向。不过此法要点以及注意事项，我倒是还记得，可细细说与先生听。啊，如此甚好，还请夫人不吝赐教。宋昭月便将那海姆立刻急救法从施救姿势到按压位置，再到注意事项，事无巨细娓娓道来。赵梦泽听得聚精会神，不时点头。
偶尔还会提出疑问，宋昭月也都一一解答。原来如此，怪不得夫人会问那小儿年龄，3岁以下小儿确实不适用刚才的法子。先生明鉴，此法虽可救人性命，却并非人人适用。3岁以下孩童骨骼柔弱，若是贸然施救，恐有损伤，需用刚才提到的另一个法子。妙哉妙哉，发明此法之人真乃大才。先生，气管被异物阻塞之事时有发生，且救治时间极短，若是错过最佳时机，便会危及性命。如今此法既已失传，不如先生将其著书立说，使其广为流传，方能救更多人的性命。先生仁心仁术，我燕王府愿倾力相助，祝先生将此法推广开来，造福百姓。夫人真是燕王的贤内助，一心想帮着燕王将老夫留在此地。先生说笑了，我只是不愿见此等悲剧再次发生，这才恳请先生著书立说，将此法传扬出去。至于先生著书之后是去是留，全凭先生心意，燕王府绝不阻拦。他虽还未全然清楚这赵先生的身份，但方才已知这赵先生乃是裴明旭欲招揽之人。方才给这赵先生讲急救法时，他眼中的求知若渴，他可是瞧得一清二楚。只要赵先生答应留下来，他便有诸多的法子让这赵先生舍不得离开燕王府。现代医学发达，这么多年耳濡目染之下，如今他总有新奇之物吊着他。还望先生看在众多无辜性命的情分上，施以援手，推广此法，减少小儿、老人因气管卡住而丧生的悲剧。赵孟泽见二人如此，也不再推辞，爽朗一笑，应了下来。多谢先生。你二人明摆着算计老夫的模样，倒是与殿下母妃当年如出一辙。先生认识本王母妃？不过当年同你母妃还有一位小友有过数面之缘，相交一场罢了。哦，不知先生与家母是如何相识的？皆为陈年旧事了，老夫也记不清喽。裴明旭见他讳莫如深，也不便多问，只将此事暗暗记在心中。殿下，时辰差不多了。月儿，可愿随我到窗边一观？宋昭月虽不知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却也欣然点头，起身随他走到窗边。赵先生，您也瞧瞧这夜景。赵孟泽了然一笑，遂将目光投向窗外。恰在此时，一声巨响划破了夜空，一朵巨大的粉色烟花在夜空中绽开，宛如一场如梦似幻的桃花雨，纷纷扬扬地倾泻而下。紧接着，又是接二连三的烟花腾空而起，将漆黑的夜幕点缀得流光溢彩。喜欢吗？喜欢，好美的烟花呀！多谢殿下，妾身很喜欢这个惊喜。楼下原本熙熙攘攘的人群，也因这突如其来的烟火而停下了脚步，纷纷抬头仰望，发出阵阵惊叹。有人好奇地问道：哎，今年怎么会有烟花？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啊！听说呀，是燕王殿下命令放的。燕王殿下，他怎么会突然想到放烟花？真是奇了怪了。众人议论纷纷，却无人知晓这其中缘由。烟花散尽，夜色渐深。裴明旭与宋昭月也准备动身回府了。赵先生，不如先行一同回府歇息，如何？您的行李，我派人去取便是。如此，便叨扰殿下了。住处就不必特意安排了。我与景仲华乃是旧识，正好可以与他同住，也好叙叙旧，切磋医术。先生与景先生竟是好友？好友算不上，不过也算是相识多年了。殿下只管派人知会一声，他若知晓我来了，定会激动万分。好，那就依先生所言。赵孟泽那老家伙在哪儿呢？这声音洪亮，带着几分怒意暴躁，明显不是欢喜之意。他不禁想问：赵先生，您确定景先生见到您是很激动？老夫也没说是哪种激动，对吧？你个老小子，不到处游历，跑燕王府来做甚啊？多年不见，景兄这火爆脾气，竟是丝毫未变。
这么多年不见，你依旧是这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你这张脸没少浪费好药材吧？都已经年过花甲，却还佯装得如同中年人一般。年过花甲，他一直以为赵先生不过是40岁左右，岂料竟是60有余。这赵先生可真会保养。宋昭月心中一动，顿时有了想法。景兄啊，你莫要激动。他慢悠悠地说着，语气里却带了几分调侃。你难道要我把你当年的糗事都抖落出来吗？你敢？你这心可真是黑透了。当年你逍遥自在惯了，就哄骗我来演。景仲华剩下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赵梦泽眼疾手快地捂住了嘴。他双眼瞪得滚圆，仿佛要喷出火来。殿下，景兄见到老夫太过激动，老夫这便带他回药炉。我们2人好生叙旧，先行告辞。说完，赵梦泽便拽着景仲华匆匆而去，只留下了一个潇洒的背影。这赵先生是不是会武功啊？景先生竟然毫无反抗之力。赵先生闲云野鹤，游历四方，会些拳脚功夫也不足为奇。殿下，这赵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赵先生全名赵梦泽，乃当今天下最负盛名的神医，向来喜好云游四海。我曾多次派人去请赵先生，却都不巧错过，未曾想今日竟能在云朔与他相遇，实乃缘分使然。神医啊，这可真是实打实的尖端人才，无论如何都要将他留在燕王府才行。我就藩有了自己的势力之后，便开始暗中调查当年之事。可惜当年母妃病逝时，父皇以照顾不力为由，将永安宫一批工人杖毙，其余工人亦陆续被遣散归乡。我遣人找过那些工人，查过当年的事情，然那些工人并非近身侍奉，故而未查得可疑之处。后来舒母妃知晓我查母妃病逝一事，便不许我再查。舒母妃说母妃是病逝的，将母妃留给我的一封信给了我。舒母妃说那封信是母妃特意留下的，便是为了我在查她病逝一事时让她交给我的。母妃于信中言对不住我，将我留在深宫，将顾家的命运压在我身上。母妃言她心气已散，不愿再遭受病痛折磨，她不能伴我成长，对不住我。殿下，妾身会永远陪着你的。你欲查何事，欲行何事，妾身皆会伴在殿下左右。过了元宵，裴明旭便忙了起来。这头一件大事便是军中大比武，从军中选拔新人补充选甲位，再从选甲位选拔清兵。月儿，此次军中大比武，且在选拔精锐之时以补充选甲位，不可马虎。我需在云朔城外军营中坐镇，约莫半月才能恢复。在此期间，你要好生照料自己。若遇到事情，便去寻林嬷嬷。倘若林嬷嬷无法解决，你可寻杨长史帮忙，或者派人给我送信。妾身记下了。至于王妃和皇室那边，我已安排妥当。3月便是皇后的寿辰，我已命他2人潜心静修礼佛，抄写经书作为寿礼，为皇后祈福。这半个月，他们定然无暇生事。殿下英明。裴明旭考虑的着实周全，见清修抄写佛经之名，把刘月莹和黄灵如困在了各自院中。如此一来，他便无需担忧这2人搞事，惹人安宁。这主意当真妙。王妃与皇室虽皆有暗卫监视，但皆非善茬。这段时日，你无论去往何处，务必让朱茵和白锦寸步不离的跟随，切不可让人有机可乘。殿下放心，妾身明白。等我归来。妾身等殿下回来。裴明旭一走，宋昭月也不再去前殿，只安心地窝在望书舍里，对着窗外的几枝红梅，专心画着新式样的首饰。洗羊毛的作坊已经步入正轨，暂时无需他操心。至于寻找碱矿一事，裴明旭也已经安排妥当，只待2月份的天气转暖，便派人去寻矿。他已去信京中，让千巧阁的掌柜派几个手艺精湛的大师傅来燕北。眼下他得抓紧绘制首饰图样，一部分交给思真区的大师傅打造，一部分交给千巧阁的大师傅。至于云朔城千巧阁的铺面，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装修之中。
铺子选在了云朔城最繁华的正阳大街，用的是燕王府的铺子，地方宽敞，位置极佳。娘娘，老夫看了娘娘所述的气管卡住异物急救之法，着实是受益匪浅。只是老夫愚钝，尚有一处不解，特来向娘娘请教。景先生请讲。眼下这急救法子皆是针对清醒之人，倘若病人已然昏迷不醒，无法站立，又当如何救治呢？老夫亦在思考昏迷之人的救治之法，却不得其法。若病人已昏迷，便需令其平卧，再以掌根按压其上腹部，用力需向内向上，其用力要快要准要狠，如此反复多次，直至异物排出。倘若孕妇或体胖之人，腹部不便按压，亦可按其胸骨下半部分，同样能使胸腔压力骤增，将异物排出。敢问娘娘，这等救急之法究竟是何道理？人之所以被异物卡住气管会丧命，便是因为气管被堵塞，气流不通，导致窒息而亡。通过冲击膈肌下方肌肉，利用残存于肺腑中的气体，我们以掌根按压患者上腹部，便是要利用这股残余气体的冲击力，将异物从气管中冲出来。原来如此，但何为膈肌？此话一出，宋昭月顿时抓瞎，他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何为膈肌。这膈肌，它是我们身体里极为重要的一处，它恰似一道分隔上下的帘子，它把我们的胸腔和腹腔分隔开来，所以在杂书上便称其为膈肌。你们不妨想象一番，我们呼吸之时，膈肌会上下起伏，当我们吸气时，膈肌会向下收缩，让胸腔的空间变大，这样就能吸入更多的气体。当我们呼气时，膈肌又会向上回弹，让胸腔的空间变小，将肺腑中的气体排出。而在急救的时候，我们按压上腹部，便会对膈肌产生影响，通过这种方式，利用肺腑中残存的气体把异物冲出来。可惜，娘娘方才所言的膈肌之说，闻所未闻，不知娘娘可否还能找到那本孤本？实不相瞒，那本孤本，我当时觉得甚是新奇，便记了下来。可惜那孤本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倒是可以拿来与二位共同探讨一番。哦，竟然还有此奇书，不知上面还记载了些什么？娘娘，能将这等救命之法记录下来，想必那孤本也绝非凡品。可惜无缘得见，真是遗憾之极呀。那孤本年代久远，内容驳杂，我也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关于这急救之法记载颇为详细，其他的……他故意装作努力回想的样子，眉头微蹙，欲言又止。其他的法子倒是还有一些，待我想起什么便会立即告知二位先生。他打算今后有啥新奇的都往那本书上推，正好偶尔想起一点什么，把赵孟泽调住，将他留在这燕王府。哎呀，可惜啊，此等奇书无缘一见呐。这宋侧妃不愧是燕王的心奸人，帮着燕王想方设法的留他在这燕王府。两位先生，这急救之法虽然精妙，但若是描述过于文雅，寻常百姓恐难理解。依我看，不如将这急救之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编撰一番，再配上清晰易懂的插图，如此一来便可广为流传，让更多百姓受益。娘娘所言极是，如此一来，百姓掌握此法的确更为容易。哎，赵老头，你可是天下名医，若是用这种大白话写，你不怕人笑你文采尽失吗？若是能以这种方式将医术传播出去，就算被天下人笑话，赵某也心甘情愿。不过景兄若是愿意与我一同被天下人笑话，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景仲华的脸色一僵，这老狐狸定是又想哄骗他。景兄一手丹青，妙笔生花，当年可是名满大圣，一画难求啊。娘娘有所不知，当年老夫为了求景兄一幅画，可谓是一波三折。如今景兄已甚少动笔作画，其画作更是价值千金，难以求得。景兄啊，你那一手绝妙丹青，
正好可以为这本急救手册绘制插图。如此一来，百姓们一看继兄的话，便能明了急救之法，岂不妙哉？哼，那行吧，谁让老夫心善呢？宋昭月看着眼前一幕，不禁眼唇轻笑。这景先生看着厉害，却被赵先生拿捏得死死的。云朔城外，军营教场高台之上，殿下，这2日比武，军中涌现了不少好苗子，但如今最为亮眼的却是一个来自辎重营叫周勇的。此人有何过人之处？他实战10胜，迄今未逢败绩，且每战皆能在3招之内将对手击倒在地。此人骑射如何？骑射上佳，但不够拔尖，看得出来并未好生练过骑射。若是能好生练上一番，虽不说顶尖，但定然堪称出色。看来武城你对这个叫周勇的甚是看好。回殿下，末将的确看好他，主要是他可能是天生神力。天生神力？末将观其比武力大无穷，招式虽略显粗犷，却胜在力大无穷，往往一力降10会，恐怕军中难寻敌手。既如此，你便多多关照他，若是可塑之才，便好生培养。末将遵命。家中一切可安好？回殿下，家中一切都好，劳殿下挂心了。老太太近况如何？老太太身体硬朗着呢。过年的时候，老太太还带着母亲和伯母他们亲自动手做年糕、炸丸子，说是要按照家乡的习俗来，图个吉利。那就好，那就好。小舅如今身子可曾好些？回殿下，家父如今一切皆好。父亲每日晨起练武，然后就去族里的学堂教书，带着族里的孩子们读书习武，日子过得很充实。小舅舅被迫解甲归田，现今能缓过劲来，在族中教书育人，眼下也是一件幸事。家中小辈如今都如何了？回殿下，几个弟弟都已经成家立业，都是母亲和伯母们操持着，寻得清白人家。2弟和3弟过几个月便要为人父了，几个妹妹也都相看了人家，唯独3妹，她呀一心习武不肯嫁人，还嚷嚷着要来燕北从军，被母亲教训了一顿，这才老实些。想当初定儿和和儿还不到我马高，现今都要做父亲了。3娘那丫头从小就与旁的不同，一晃多年过去了，也不知他们都长成什么样了。他们心中都清楚，这些年来裴明旭为何不曾拜访外祖一家。放心，终有相见之日。顾武成抬头看着裴明旭坚毅的侧脸，心中一时坚信，总有云开雾散之时。此番你回乡，小舅母可有张罗着为你相看人家？回殿下，确实提过几回。可有相中的姑娘？被我以诸多理由推脱了，结果遭母亲好一顿收拾。原来如此，本王可是准你在家中过完元宵再回燕北的。本王还道你为何这般快便回来了。说真的，崇武，你为何不愿成亲？本王如今不也成亲了？但你成亲之后，自是明白成亲的好处。成亲后心中虽有牵挂，但府中有人候着，总有人等你。殿下，您如今说的倒是轻巧，可您一下子就娶了王妃，还纳了2个侧妃，这府中等着您的人可不少。他悄悄抬眼看了看裴明旭，见他脸上带着一抹温柔的笑意，心中不禁好奇，不知殿下此刻心中所想之人究竟是谁。对于府中那位受宠的皇侧妃，他倒是有所耳闻，然而他在殿下身边多年，总觉得殿下方才口中所说的等候之人，并非是那位传说中的皇侧妃。秋兰院中，娘娘，奴婢方才探听到一个消息。何事？府里头的府医今日去了望书社。望书社？望书社的篱笆一向扎得紧，奴婢这次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才得知的。听说府医离开望书社的时候面带喜色，像是遇到了什么天大的喜事一般。面带喜色？难道说府医突然去了望书社？若不是宋昭月的身体不适，那便是有孕了。再加上府医离开时面带喜色，难道宋昭月真的有身孕了？不行，我得去探探这宋昭月。娘娘，这
殿下命您清修为皇后娘娘抄写祝寿的佛经，您现在怕是不便出门。你设法将宋昭月可能有孕的消息透露给宁华居，刘月营那蠢货易躁易怒，由他出手试探，我们只管等消息即可。是，主子英明。你说什么？宋昭月有孕了？奴婢也是刚巧听到的。怎么听到的？奴婢方才带人去提膳，回来时路过花园，瞧见假山后有2个小丫鬟在窃窃私语，奴婢留心听了几句。那2个小丫鬟说，今日府医去了望书舍，出来的时候一脸喜色，像是诊出了喜脉。哼，粗使的小丫头，怎会知道望书舍的事情？而且还偏偏让梅香给听到了，这其中必定有猫腻。奴婢也不知，许是听旁人所言。看来是有人故意安排他们在花园说这件事。哼，这定是秋兰院那个贱人在设局。娘娘的意思是，黄陵如想挑起宁华居和望书舍争斗，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哼，他想得倒美。他黄陵如未免也太小瞧自己了。不过宋昭月有孕的消息也不得不防，只是眼下还不是轻举妄动的时候。之前姑母说的大礼也不知何时会来。想到此处，刘月莹的心中一阵烦躁。她这个燕王妃当的实在是憋屈至极。黄陵如那个贱人难以压制，如今对宋昭月这个向来不受宠的竟也是束手束脚。秋兰院内，莫非这刘月莹转了性子？娘娘，您莫要忧心，依奴婢看，王妃许是在暗中谋划什么也说不定。你说的也有道理，刘月莹那般心高气傲之人，怎会眼睁睁地看着宋昭月得势？也罢，既然刘月莹不动，咱们也不急于一时。宋昭月这个孩子，将是咱们对付刘月莹、离间燕王和成国公府的一把利刃。哼，我要用这个孩子让刘月莹彻底翻不了身。对了，庄子上那边可有消息了？回娘娘，我们的人已经顺利地混进庄子，只是眼下还没有接近曼霜。很好，眼下莫要轻举妄动，待宋昭月腹中孩子出世，牵扯住燕王的心神之时，再命人动手夺走曼霜。我要用宋昭月腹中的孩子一箭双雕。坤宁宫内，废物，都是废物！密钥都给了，竟还抓不住机会。如今倒好，白白便宜了皇室。娘娘息怒，仔细奉体。息怒？你让本宫如何息怒？曼霜是个废物也就罢了，如今竟让这皇室怀上了孩子。若皇室顺利生下燕王的长子，燕王更偏心于皇室，万一倒向秦王，这叫本宫如何能忍？娘娘，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应对才是。这女人生孩子，便是从鬼门关走一遭，若是皇室生下孩子，便一命呜呼。迎娘身为王妃，便可顺理成章地抚育这长子。传令下去，让人加紧调教选中的女子。皇后眼中闪过一丝杀意，她要尽快说服景熙帝将那女子赐给燕王，把燕王府后院的水搅浑，好让皇室将腹中孩子拱手送给迎娘，送给成国公府。接下来的几日，宋昭月的月事依旧迟迟未来，她心中越来越慌。难道真的？娘娘，要不要请景先生来给您瞧瞧？不必了，眼下殿下不在府里，此事还是先不要声张，等殿下回来了再说。绿珠，此事你切莫声张，你且去准备一些干净的月事带，佯装我月事来过了，明白吗？奴婢明白。绿珠心领神会，转身去准备月事带。宋昭月独自一人坐在榻上，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小腹，心中五味杂陈。这日清晨，宋昭月如往常一般起身，却发现床单上沾染了些许血迹，心中顿时一紧，小腹有些不适，像是轻微的痛经一般。绿珠，快去请景先生。绿珠闻言不敢耽搁，连忙派人去请景仲华。
娘娘这个月的月信可正常？韦先生的话，娘娘这个月的月事推迟10日了，今日巳时来了，但娘娘的小腹有些疼痛。娘娘乃是体内寒气淤积所致，还烦请扶娘娘去内室躺下，老夫先为娘娘施针，以缓解不适。娘娘且安心静躺，待老夫稍后再来取针。多谢赵先生。赵先生，我家娘娘这究竟是怎么了？老夫不是说了吗？娘娘这是体内寒气淤积，待老夫与景先生商量个方子，煎药给娘娘服下，便没事了。赵梦泽出了内室，快步走到外间。你方才把过脉了，宋侧妃的脉象明明是有问题的，乃是被人下了绝4香，你为何只言是寒气淤积啊？景兄啊，你难道未曾察觉，宋侧妃的脉象虽显微弱，然而分明是滑脉，且当下已有滑胎之兆。现如今宋侧妃切不可心神剧烈波动，否则腹中胎儿恐将不保啊。景仲华未发一言，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方才以施针稳住了娘娘的脉象，眼下最要紧的是赶紧商议个方子，先保住胎儿为重。两人低声商讨起了药方来。未过多久，二人便拟定好了方子。我去药炉抓药，此处便先劳烦赵兄照拂一二了。景仲华言罢，便匆匆忙忙地离去了。又过了2炷香的时间，赵梦泽再次为宋昭月把脉，见脉象平稳，这才将银针一一取出。娘娘，您如今只需安心静养，切勿劳神，待老夫这几日施针用药，您的身子便无大碍了。多谢2位先生。娘娘且安心休息。绿珠，替我送2位先生。待众人退出内室后，宋昭月便沉沉睡去。如今娘娘体内阴阳失调，月信之事暂时不必忧心，待调理几日便会恢复正常。若是娘娘醒来后身子有何不适，或是月信来了，还请姑娘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等。奴婢记下了，这几日定会寸步不离地守着娘娘，2位先生放心。这几日便先按着景兄的方子，1日3次，煎服过后，老夫再来为娘娘施针。奴婢明白，多谢2位先生费心了。景中华和赵梦泽一前一后的出了望书舍，皆是面色凝重。没想到竟会是这等歹毒之物，老夫还当着世间无忧香早已绝迹。这无忧香实乃阴狠歹毒至极，女子若是不慎沾染，轻则体寒难孕，重则终身不孕，可还偏偏取了这个无忧之名。前朝无忧香现世，不知多少女子深受其害，后来幸得前朝末帝下令，将所有无忧香尽数销毁，这世间才少了这害人之物。哼，但想不到事隔多年，竟又有人用这等阴毒之物来害人。依老夫看，宋侧妃娘娘接触这无忧香，怕是已有3次。但这无忧香霸道无比，便是3次也足以损毁女子根基，令其再难有孕。可为何宋侧妃娘娘却会有身孕呢？老夫也不知其中缘由。宋侧妃娘娘的脉象着实奇怪，腹中胎儿明明十分虚弱，却像是顽强扛住了无忧香的阴寒之气。此事怕只有等殿下查明真相才能知晓了。我已让林嬷嬷派人去军营了，想来殿下很快便会回府。如今之计，我们所能做的便是竭力保住宋侧妃娘娘腹中的胎儿。好在宋侧妃娘娘只接触了3次无忧香，若是再多几次，老夫也回天乏术了。今日多亏了你的一手金针刺血之术，否则宋侧妃娘娘这一胎怕是……近日若不是赵梦泽在此，他着实没有把握保得下宋侧妃这一胎。赵梦泽这老家伙心思深沉，但这一手医术却是令人不得不佩服。景兄言重了，不过是尽我所能罢了。若非故人相托，
老夫近日也不会来燕北，一切皆是缘分。宁华居内，你说什么？府医又去了望书社？回娘娘，奴婢听人说，今日是望书社派人去请的府医。看来宋昭月那贱人还真是有可能怀孕了。她正想着该如何应对宋昭月有孕一事。娘娘，林嬷嬷求见。让她进来吧。林嬷嬷是裴明旭的人，管着后院诸事，此次前来不知所谓何事。老奴见过王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起吧，嬷嬷今日怎的有空来宁华居了？回娘娘的话，殿下不日便要回府，只是眼下娘娘抄写的佛经数量尚有不足，恐难以如期供奉到佛堂。所以呢？老奴斗胆，请娘娘这几日便专心抄写佛经，也好早日完成殿下交代的事情。至于娘娘日常所需要的一切用度，老奴自会安排人妥帖送进来，绝不会怠慢了娘娘。放肆！你一个奴才也敢进我的族？老奴不敢，只是奉命行事，还请娘娘体谅。待殿下回府，老奴自会向殿下请罪。眼下还是替皇后娘娘抄写祝寿佛经要紧。刘月莹气得浑身发抖，指着林嬷嬷的手指都在颤抖。这个刁奴分明是拿裴明旭在压他。娘娘息怒，给皇后娘娘抄写祝寿佛经，是您的一片孝心呐。滚出去！林嬷嬷低着头，恭敬地退出了宁华居。出了宁华居，林嬷嬷马不停蹄地赶往秋兰院。同样的说辞，同样的命令，将黄灵如和秋兰院伺候的人也一并困在了秋兰院中。同时，林嬷嬷勒令后院所有的侍女太监都要严守岗位，不得随意走动，违令者大刑伺候。一时间，整个王府后院都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林嬷嬷顾不上这一些，她只知想眼下的必须镇住后院的魑魅魍魉，待殿下归来。参见殿下。宋侧妃情况如何？景中华不敢耽搁，将宋昭月的情况简明扼要地禀报了一遍，着重强调了无忧香的阴毒。孩子如何？回王爷，孩子暂时保住了，只是什么？但说无妨。只是无忧香太过阴毒，对胎儿成长极为不利，孩子极易胎死腹中，而且一旦胎儿胎死腹中，还会危及娘娘的性命。两位先生，可有法子务必保住宋侧妃和孩子？回王爷，以老夫和赵先生之力，有90%把握能保住孩子出生。只是孩子出生后必定身体孱弱，自带寒毒，恐难长寿啊。可还有他办法化解？眼下倒是有一个法子，可以在胎中就化解寒毒，让孩子和娘娘都健健康康的。只是岗位先生，究竟是何法子？回殿下，乃是灵犀九转丹，此药可克制无忧香之毒，更能温养母体，固本培元。若是能每日用水化开少量丹药给娘娘服下，长期运养，便可化解娘娘和腹中胎儿的寒毒。虽灵犀九转丹珍贵异常，老夫斗胆，须得10颗，方可确保万无一失。先生放心，本王会想办法的。眼下本王手中尚有1颗，这就命人取来。王爷，还有一事，景先生有话直说。殿下，切不可让娘娘心绪起伏过大，否则恐对胎儿不利啊。因此我等未告知宋侧妃娘娘实情，娘娘尚不知自己中了无忧香和有孕之事。先生放心，本王醒的，一切就拜托两位先生了。裴明旭郑重地向景仲华和赵梦泽行了一礼，景仲华和赵梦泽连忙回礼，表示定当竭尽全力。宋昭月缓缓睁开眼，几缕阳光透过窗棱洒入室内，为室内雕花黄梨雾气幕镀上了一层朦胧的光晕。殿下，你醒了。殿下，妾身并无大碍，劳殿下挂心了。殿下怎么回来了？军中比武已经结束，本王便回来了。
听闻燕北军中人才辈出，不知此番比武可曾涌现什么英才？倒是有一个叫周勇的，天生神力，此次比武未逢一败。天生神力，不知是何等力气大？此人已经入选了亲卫营，有机会，本王带你见上一见。正说着，绿珠端着一碗药走了进来，行走间小心翼翼，唯恐将药洒出分毫。先把药喝了。这药怎的还带着些甜味儿？瞧着也如此清淡。这是用药丸化了水，你只管喝便是。片刻后，他只觉得小腹原本的隐隐不适全然散去，浑身仿若浸泡在温水中般舒适。紧接着，一股暖意袭来，眼皮也渐渐地沉重下来。睡吧。宋昭月迷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很快便沉入梦乡。如何？回禀殿下，侧妃娘娘并无大碍，只是身子虚弱，尚需多加歇息调养。是啊，殿下不必太过忧心。绿珠，你要好生照料你家主子，若是他醒了，便派人去前殿告知本王。奴婢遵命。书房内，说吧，查得如何了？回殿下，属下该死，暂未查到任何线索。回殿下，奴婢该死，暂未查到任何线索。二人心中懊悔不已。望书舍他们一直死死盯着，究竟是何方神圣，竟能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地对宋侧妃下此毒手？殿下，此事也不能全然怪罪王统领和林嬷嬷。景先生，此话何意？殿下，这无忧香乃是前朝一位毒老怪所创，其无色无味，能够悄然添加至任何香料之中，实难察觉。且中了药后，便是医术高明之人也极难从脉象上发现端倪。现今再去追查这无忧香，恐怕无异于大海捞针啊。眼下疑点在于，这无忧香歹毒无比，且配方早已失传，世人皆不知晓，寻常人家不大可能拥有此香。另外，女子但凡闻过5次无忧香，便会终身不愈。且说老夫与赵兄一同为宋侧妃娘娘诊脉，发现宋侧妃娘娘已经接触过3次无忧香，以老夫之见，可从此处着手探查，排查一下何人能够多次下药，却又因某些缘故未能下足5次。3次？先生确定宋侧妃被下了3次药？确实是3次。既如此，本王心中已有大概猜想。劳烦2位先生前往宁华居与秋兰院走一趟，为王妃和皇侧妃把脉，瞧瞧这2人是否中了这无忧香。福顺，你陪着2位先生前去。福顺应声领命，引着景中华和赵梦泽率先出了书房。王生，速派精锐前去接应增城，务必将3颗灵犀九转丹安然无恙的且以最快速度带回。是，殿下。王生领命，匆匆而去。书房内只剩下裴明旭和林嬷嬷。林嬷嬷，本王将后院交给你，便是不希望有人兴风作浪。眼下，你必要看好后院，本王不希望再出现下一次。老奴领命。倘若再有下一次，无需殿下动手，他自己便会以死谢罪。回禀王爷，王妃体内并无无忧香之毒，倒是皇侧妃娘娘接触过无忧香1次。果然，正如他所料。以此情形来看，这无忧香与宁华居定然脱不了干系。王爷，老奴方才在王妃娘娘请脉时，瞧见王妃娘娘身边的王嬷嬷脸色有异，心神不宁的。景先生，劳烦配制一种药，服用之后会造成女子小产的假象。是，殿下。你今日便将此药神不知鬼不觉地下到皇室饮食之中，还有让暗卫封锁燕王府，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去。王生领命，躬身退下。王爷，老夫斗胆问一句，老夫配的曼陀罗加春药。景先生，你猜的没错，正是用到了皇室身上。皇室乃细作，本王原本不想这么早动他，只是当下也只能将他推出来了。殿下，宋侧妃娘娘已然接触了3次无忧香，按理来说，娘娘她应当极其难受孕才是。但
景先生有话直说便是。如今看来啊，只有一种情况解释，那便是殿下龙精虎猛，精气十足，这才使得宋侧妃娘娘有了身孕。景仲华语出惊人，福顺心中佩服。景先生这话未免也太大胆了些，竟然说起了裴明旭房中事。那依景先生所见，宋侧妃腹中胎儿已有几月了？回殿下，约莫月余吧。回殿下，老夫也肯定，侧妃腹中胎儿刚月余。景先生，你可还记得除夕那晚本王命你所查验的那碗醒酒汤？老夫记得。那醒酒汤可有何问题？那日老夫只觉得那醒酒汤甜味不足，还倒是浪费了上好的甘草。甜味不足？殿下，老夫曾在一本古籍中看到过一种秘药，能令男子自然情动，且事后女子必然怀有身孕，且必然是男孩。只是此药极其难察觉，混在食材之中难以分辨出成分，且把脉也看不出脉象有问题，只会觉得男子精气十足。此药唯一一个缺点便是味苦，需用极甜之物掩盖，方可不被察觉。怪不得那日老夫觉得那醒酒汤甜味寡淡，原是被秘药掩去了甜味。再者说，那日老夫为殿下把脉，便察觉殿下精气盈满，这般想来，那碗醒酒汤定然是被下了赵兄所说的秘药。如此一来，所有事情便都能解释得通了。宋侧妃本就难以受孕，却偏偏在除夕夜后有了身孕，且月份也吻合，定是那秘药之功。赵先生，可知那药源自何处？此药老夫仅在古籍中见过，据书中所记，此药最早乃出自南疆。南疆？不是，传本王令给王生，让他秘密将曼霜转移回府中关押，宁暗卫假扮曼霜，留在庄子上。是。福顺应声领命而去。两位先生，如今宋侧妃腹中胎儿，还需仰仗两位先生竭尽全力，护住母子二人周全。殿下言重了，折煞老夫喽。老夫定当竭尽全力。只要殿下能提供充足的灵犀九转丹，老夫担保啊，小公子与娘娘定然安然无恙。老夫所研究的秘药尚未成功，药效实难与灵犀九转丹相比。若是孕期能以灵犀九转丹调养，小公子出生后必身体康健，筋骨绝佳，同时娘娘的身体也会被调养至极佳，日后子嗣亦不会有妨碍。灵犀九转丹一事，本王自会想办法。当下他并不想让月儿暴露于众人之前，以免引来秦王与太子之流的关注。此事关系重大，稍有差池便会满盘皆输。这几日宁华居和秋兰院那边会有较大的动静，你安心在望舒舍养身子，不必理会。殿下的意思是？京中传来消息，今年户部拨给兵部用于燕北的粮草比去年多了5成，此乃秦王和黄文俊在背后暗中使力。黄文俊如此尽心尽力，我自然要成全他的心愿，与成国公府彻底闹翻。那殿下是想？我准备让皇室假孕而后流产，再将此事归咎于刘氏身上，以此为借口休妻，与成国公府彻底决裂。同时本王会安排皇室假死，借此斩断秦王伸进燕王府的这只手。宋昭月心中一凛，这招真是一箭双雕，既能摆脱刘月莹和黄灵如，又能让秦王白白忙活一场，还能让太子一系急得跳脚。我与成国公决裂，但并非与太子决裂。成国公损失了一个燕王妃，秦王损失了皇室，太子和秦王在燕王府的势力又回到了一样的位置。如此一来，燕王府便又可回归中立之位。且看他们谁沉得住气，率先来拉拢我。妾身明白了，妾身会老实待在院子里，不给殿下添乱。裴明旭这一招真是高明，将太子和秦王玩弄于股掌之间，真是好手段。你且安心休养，其他的事情都交给我便好。
傍晚，秋兰院便闹了起来。黄灵如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落，双手紧紧地攥着身下的颈背，指尖泛白，痛苦的呻吟声断断续续。殿下，侧妃娘娘她，小产了。殿下，求您为我们家娘娘做主啊！府医说，娘娘是接触了寒凉之物，才致使小产的。封锁秋兰院，任何人不得出入，给本王彻查。夜色渐深，宁华居内却是灯火通明。殿下这么晚了，怎么过来了？可是有什么急事？王妃这里，本王可担待不起。殿下这是何意？妾身不知做错了什么，惹得殿下如此动怒。你做了什么，自己心里清楚。妾身愚钝，实在不知殿下所言何意，还请殿下明示。难道是他和太子哥哥的事情暴露了？不可能，他自打嫁进了燕王府后，便没有和太子哥哥联系过，不可能暴露的。哼，你不肯说没关系，总有人会说的。王生！王生将人一把扔到了地上，一声惨叫随之响起。王嬷嬷痛苦地蜷缩在地上，脸色惨白。殿下这是何意？你命他给皇侧妃下药，害得她小产，还不肯承认吗？妾身没有做过，殿下莫要血口喷人。没有？那你说说，为何皇上和宋侧妃都中了无忧香，唯独你没有？这又作何解释？他说着，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了地上的王嬷嬷。果然，无忧香三字一出，王嬷嬷的脸色便是一变。来人，将这刁奴拖下去，给本王打！什么时候肯说实话了？什么时候再听？殿下饶命啊！王妃饶命啊！殿下不要！王嬷嬷伺候妾身多年，绝不会做出这种事，一定是哪里弄错了。很快，院中便传来王嬷嬷的惨叫声，一声声如同利刃般，狠狠地插到了刘月莹的身上。禀殿下，此物是从王嬷嬷房中暗格搜出。刘月莹顿时如坠寒潭，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似凝固了一般，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天灵盖。王嬷嬷，她怎么敢？这么大的事情，竟也不同她商量半分。如今东窗事发，王嬷嬷怕是难逃一死，而她自己又能落得什么好下场？将这个瓷瓶送去给景先生和赵先生，请他们看看是不是无忧香。侍卫领命而去，脚步匆匆。屋外，王嬷嬷的惨叫声渐渐弱了下去。裴明旭听到那逐渐消失的声音，眼中没有丝毫波动。还是不愿招吗？嬷嬷，你们是放弃了我吗？没有，皇妃，您莫要乱想。没有放弃我，没有放弃我。嬷嬷，你哭什么？老奴若没有放弃我，嬷嬷你为何要替子？老奴该死！殿下，此番皆是老奴一人所为，与王妃无关，都是老奴擅作主张。老奴只是不想看到两位侧妃先生下孩子，威胁到王妃的地位啊！他拼命磕头，额头都快磕破了，鲜血顺着苍老的面颊流淌下来，触目惊心。殿下，妾身约束下人不力，致使府中生乱，皇侧妃遭遇祸事，还请殿下责罚。宁华居的人早已都被赶进了院子中，噤若寒蝉，一个个低垂着头，大气也不敢出。寂静的院落中，只有寒风吹过的呜咽声，让人忍不住遍体生寒。禀殿下，景先生和赵先生已查验过，瓷瓶中的药确实是无忧香。王嬷嬷已认罪，现如今政务确凿，王妃还有何话可说？刘月莹凝视着这个自幼将自己奶大的嬷嬷，看着她为了隐藏真相不顾一切，甚至甘愿赴死的模样，心中五味杂陈。任凭殿下处置。好一个任凭处置，王妃倒是颇识时务。来人，将王嬷嬷杖毙。王嬷嬷被侍卫拖着，哭喊着：“王妃，
老奴来世再伺候您。很快，院子里便响起了王嬷嬷凄厉的惨叫声，一声声如同利刃般狠狠地扎进了刘月莹的心上，鲜红的血液染红了青石板，触目惊心。宁华居的下人们皆是被惨叫声吓得瑟瑟发抖，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们从未见过如此狠戾无情的燕王，更未曾目睹过这般血腥残忍的场面。惨叫声持续了片刻，便渐渐消散。王妃可看清楚了？刘月莹脸色苍白，嘴唇微微颤抖。今日之事，便是前车之鉴。另外，将宁华院王妃所有陪嫁，全部打发到庄子上做苦力。一时间，哭喊声、求饶声响彻了整个宁华居。刘月莹看着眼前混乱的场面，心中悲凉更甚。没了陪嫁，从今以后，她在燕王府的日子将会更加难过。孤零零一人，如浮萍一般。她并未开口求燕王，她知晓燕王不会松口，何必自取其辱？王妃，好自为之。宁华居处理完了，该去处理秋兰院了。他一路疾走，墨色的衣摆在风中翻飞，如同暗涌翻滚。殿下，殿下，妾身发誓，不能再侍奉您了。妾身有一淑妹，与妾身容貌相似，不如让她替妾身侍奉殿下。黄灵如的目光带着一丝哀求，她不甘心就这样带着遗憾离去，她还为助主子成就大业。眼下她所能做的便是替主子再送人进燕王府。殿下，她想要说些什么，眼前却是突然一黑，就此陷入无尽的黑暗之中。景仲华上前探了探鼻息，沉声道：殿下，皇侧妃去了。娘娘！银珠和玉盏顿时哭喊出声，悲痛欲绝，哭声在屋内回荡，凄凄惨惨。银烛、玉盏，后主不利，杖毙。裴明旭语气冰冷，不带一丝感情。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银烛和玉盏顿时拼命的挣扎，却被侍卫们死死压着拖了下去。翌日清晨，燕王府内，原本平静的氛围被几则消息彻底打破，如同平静的湖水被投入几颗石子，激起了千层浪。听说了吗？皇侧妃没了。怎么会？这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听说是王嬷嬷给皇侧妃下药，导致皇侧妃小产，这才……什么？王嬷嬷？她可是王妃的奶嬷嬷，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儿？哎呀，谁知道呢？哎，听说啊，王爷已经将王嬷嬷杖毙了，还把王妃的陪嫁都打发到庄子去了。这是真的吗？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那些陪嫁丫鬟婆子一个个哭天喊地，好不凄惨。我也听说啊，殿下震怒，就连皇侧妃身边的2个侍女也因为护主不利，被殿下给杖毙了。哎呀，这也太可怕了！燕王府上下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燕王府地牢，终日不见天日。黄灵如缓缓地睁开双眼，迷茫地看着四周，眼前一片漆黑，只有微弱的光线从墙壁上的气孔中透出来，勉强照亮了周围的环境。这是哪儿？他挣扎着坐起身，却感觉浑身无力，虚弱的紧。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阴暗的地牢之中，四周是冰冷的墙壁。他怎么会在这儿？黄灵如的心中惊疑不定。他明明记得自己因为小产已经奄奄一息，为何突然会出现在这里？难道自己并没有死？这时隔壁牢房有动静传来。这是哪儿？不知道啊。我们怎么会在这儿？银烛、玉盏，娘娘，娘娘，真的是您吗？娘娘，你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玉盏的声音里充满了惊喜。黄灵如心中疑惑更甚，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何他们3人都被关到这地牢里？
皇侧妃娘娘，你醒了。黄统领，为何把我关在这里？皇侧妃，那自是想知道娘娘背后的主子是谁。属下知道，您真正的主子可不是秦王殿下。王统领这是何意？莫要乱说，什么主子不主子的？我可是陛下圣旨赐婚的燕王侧妃，刚遭奸人所害，痛失腹中之子。王统领却将我囚于这暗无天日的地牢之中，难道是想将我逼死不成？王统领，就不怕殿下知道此事治你的罪吗？殿下知晓后，定不会饶了你。皇侧妃，若是没有殿下的允许，卑职怎么敢将您关到这地牢里来呢？至于你乃陛下赐婚的侧妃，只可惜燕王府的皇侧妃已然因小产香消玉殒，王府很快便会遣人赴京城报丧。我明明好端端的站在此处，怎就小产而亡了呢？王统领，莫不是被他人收买，蓄意诬陷于我？我要见殿下，我要见殿下！来人，将皇室带走。2名侍卫闻声上前，不由分说的一左一右架住了黄灵如的胳膊，将她往外拖去。阴冷压抑的气息在地牢中蔓延。娘娘不是秦王的人，这究竟是何意？玉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被抓到地牢里来的？还有，什么叫娘娘的主子是秦王？哭什么哭？眼下哭有什么用？他心中盘算着，倘若真的东窗事发，自己若是主动坦白招认，再供出些其他的奸细，说不定还能求得一线生机。眼下看来，已然是事情败露，只要娘娘坚称自己是秦王的人，再将玉展推出去作为旁证，便足矣。他与娘娘定要有一人活着离开，好将此事告知主子。王爷，皇室嘴硬得很，不敢吐露半字，还吵着要见王爷您呢。他倒是嘴硬。皇室如今身子骨弱，卑职怕用刑太过，他扛不住啊。不必继续用刑，将他送回牢房，让他那2个侍女照顾。明日便将那2个侍女分别替身。本王倒要瞧瞧他们的骨头硬不硬。是，殿下英明，总有人会开口的。前去接应增城的人何时方能返回王府？回王爷，估计还需7日。这几日你需将府中消息封锁，切不可走漏了风声，务必要确保灵犀九转丹安然抵达王府。王爷放心，属下明白。待王生退下后，便必须再度提起笔，继续书写着折子。他提笔蘸墨，笔锋凌厉，一字一句写下了休妻的理由，字里行间皆是决绝。休妻，这可是大事，他倒要看看成国公府能不能接住他的这份大礼。望书社，今日你的身子可好些了？妾身已无大碍，劳殿下挂心了。殿下似有喜事，可是发生了什么好事，让殿下如此高兴？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啊，究竟是何好消息？玉儿，我们有孩子了。殿下说什么？你说我怀孕了？是，已1个多月了。怀孕了？她竟然怀孕了！玉儿，你莫要害怕，我会一直陪伴在你身旁，我们一同迎接我们孩子的到来，我会保护好你和孩子。玉儿，你体内寒气淤积，这些时日，景先生与赵先生会每日前来为你请脉病施针，为你调理身子以及安胎。那药丸化的水，你要一滴不剩的饮下，对你的身子大有裨益。殿下，是不是孩子有些不妥啊？莫要多想，孩子好得很，你别胡思乱想了。那日你见红之后，2位先生担忧你因情绪波动过大而不利于安胎，便未将实情告知于你。现今胎相已然安稳，我这才将此事说与你听，不必忧心。2位先生都是医术高超的神医，有他们在，你和孩子定会平安无事的。只是那药丸极为珍贵，化开的水切不可浪费，定要全部喝下。殿下，那究竟是什么药丸？那乃是专门为有孕之人所制的养生丸，其用料皆是极为难得的药材，1年也制不出多少枚，故而才显得珍贵了些。这几日皇室的死讯便会传扬出去，
我也会向父皇呈上折子，言明我要休妻一事。接下来，府中只怕是难以安宁。你安心在望舒舍养胎安胎便是，一切皆有我在。我都听殿下的。殿下也要保重身体，莫要过于操劳。我和孩子会在望舒舍等着殿下。玉儿放心，我每日都会早早回来陪你安寝。若是事忙得晚了，也会让人提前回来知会你一声。我有你和孩子便足够了。往后我们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旁的都不必在意。相遇、相识、相伴一场，有过真心便已足够，剩下的便看谁人棋高一招。燕王府，景中华的药炉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药香。哎呀，怪在，这药材配比与我炼制的并无二致，为何药效会天差地别呢？你那药研制了2年，便想与灵犀九转丹相较，未免太过自负了些。哼，你这老小子会不会说话？什么叫我自负？老夫这是……你那药若真能与这灵犀九转丹相媲美，那御药房那群老家伙岂不都得羞愧地跳进护城河里去？赵孟泽，你当初可是忽悠老夫来这燕王府给燕王做牛做马，如今自己怎么也来了？老夫何时说过要来燕王府久待了？这救治之法的册子一完成，我便可功成身退。哦，那可感情好，你后日便可动身。这册子已经编写完成，只差几幅图画，我这2日便可完成。赵孟泽闻言，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哎呀，怎么我说错什么了吗？你赵神医日理万机，老夫可不敢多留你。你也有今天，我瞧着没有见证宋侧妃腹中孩子平安降生，你是不会离开燕王府半步的。你可曾想过，这孩子用灵犀九转丹喂养到出生，资质筋骨会是何等出色？如此一来，这孩子必定是个习武奇才，百年难得一遇啊！毕竟这世上还没人舍得如此大手笔用灵犀九转丹来孕养子嗣的。我倒要好好看看，这孩子会是何等资质。对了，你还没说你来燕北究竟是为了什么？我可是听说你是为了一个故人之约啊！赵兄啊，你且与我说实话，你这位故人与燕王殿下，究竟是何种关系啊？没什么关系。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赵孟泽是何许人也，我还不清楚吗？你向来都是冷心冷肺之人，若真的没有什么关系，你又怎会对燕王和燕王府的事如此上心啊？你我相识已然数十载，在你眼中，我竟是这般无情无义之人？景中华认真思索片刻，郑重地点了点头。你，莫非你的故人是什么？我知道了，你的故人莫非是燕王殿下的母妃惠贵妃？我就说嘛，你怎么会对燕王如此上心？原来是因为惠贵妃呀！景中华，你在燕王府这么多年，居然还没被燕王殿下给砍了，真的是燕王殿下仁慈啊！老夫虽与惠贵妃相识一场，可她并非与我相约的故人。编，你接着编，且看我信是不信。你那是何眼神？我赵孟泽行得正，坐得端，岂会编造谎言？与我有约的故人乃李谦。李谦？哪个李谦啊？还能有哪个李谦呢？自然是昭勇将军李谦。你说的是那位3次大破匈奴的李谦？赵勇将军李谦3次大破匈奴，立下赫赫战功，为燕北百姓奉若神明。只可惜天妒英才，年仅27岁便战死沙场。当年我出至燕北，入山采药时，不慎被毒蛇咬伤，又被狼群围困，命悬一线之际，是李将军救了我。那时惠贵妃上带子闺中，
李谦当日与他一同进山狩猎。李谦虽年轻于我，但为人豪爽，一来二去，我们便成了好友。惠贵妃那时还是个天真烂漫的闺阁少女，常常与李谦一道游玩，我便也与惠贵妃相熟。后来我离开燕北，半年后得知惠贵妃被赐婚给了还是太子的陛下，做了太子嫔。李谦入了军营，后来凭借赫赫战功成了名震四方的昭勇将军，却一直未曾娶妻生子。而后每年我来燕北采药，我们二人便相约喝酒。我们最后喝酒的那次，席间他拜托我待燕王殿下就藩后帮衬一二。赵孟泽的语气中带着几分唏嘘。如今当年鲜衣怒马的少男少女，一个香消玉殒于深宫，一个则是战死沙场。如此说来，你是因着李将军所托才相助燕王。那李将军为何偏偏要你来帮衬燕王？莫非……你这老小子明知故问，自然是爱屋及乌。前殿书房，裴明旭一身玄色长服，端坐在紫檀木书案后，指尖轻扣着桌面。殿下，此事怎么？杨长史可是觉得本王此举太过草率？微臣不敢，只是此事事关重大，还望殿下三思啊。殿下，眼下与太子一派对上，实在不妥。微臣认为此事乃是家事，若是闹大了，反而会损了殿下的名声啊。殿下，属下反而认为此事正是好时机，可与太子割席。王妃娘娘不贤，残害子嗣，此乃犯了七出之条，于情于理，殿下要休妻，皆是理所应当。如今殿下正好可趁着这个机会与太子割席，让世人知晓燕王府乃是燕王府，而非太子一派的附庸。太子与秦王争斗多年，皆未能分出胜负，如今这般，属下斗胆说一句，此乃陛下的意思。陛下之所以如此，其一为制衡，其二仍是对太子和秦王皆并不满意。之前燕王府因种种原因被视为太子一系，如今同太子割席，虽说会面临打压，可也正是竖起燕王府旗帜之时。书房内一片寂静，只有尤杰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众人的耳边回荡。一群所言正合我意。此封折子一出，燕王府与成国公府闹翻，却并非与太子决裂。世人皆以为燕王府乃太子一派，不如趁此机会同太子割席。如此一来，燕王府便可置身事外，重回中立之位，进可攻，退可守。届时且看秦王和太子谁给的筹码多，我燕王府便倾向谁，借着秦王和太子的手壮大自身。如此一来，该着急的便是太子和秦王了。他们想要拉拢燕王府，便得拿出足够的诚意才行。就如今年户部拨给燕北的粮草，正是最好的例子。杨修远等人闻言顿时恍然大悟。王爷英明。太子和秦王斗了这么多年，也该是燕王府开始下场的时候了。此事还需劳烦曾典部走一趟京城，此番进京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出了差池。这封休书一旦送进宫中，京城的局势怕是要再起波澜了。属下明白，定不负殿下所托。殿下有何吩咐？此番进京还有一事更为重要，这封密折你需亲手呈于父皇。裴明旭将密折递出，切不可假手他人。曾成双手接过，触感沉甸甸的，心中疑惑更甚。宋侧妃腹中之子因王妃暗害，如今保住宋侧妃腹中孩子，还需7颗灵犀9转丹。殿下，此事本王也会修书一封，求助于叔母妃。只是
若父皇不愿，你便将此事透露出去，放出风去。谁若能助我燕王府取得8颗灵犀9转丹，我燕王府便成谁的情。曾成的心中大震，王爷这是要……你放心，此事一旦传开，定会有人相助。届时，你只管将密钥拿到手便是，其他的无需多虑。属下明白，定不负殿下所托。王爷，玉展州了。他说了什么？他和皇室都是秦王的人，也是暗中为秦王传递消息。他所言与我们之前查探到的消息完全吻合。那银烛呢？银烛什么都不肯说，只说自己冤枉，对皇室的事情一概不知。看来这银烛才是关键。重点提审银烛，他应该也是皇室背后主子的人。是。王爷，您觉得这皇室背后之人究竟是谁？秦王也是为他人做了嫁衣，不知本王哪个兄弟正在暗地搅风搅雨。王爷的意思是，你可还记得3皇子清河郡王和4皇子清平郡王？王生心中一凛，3皇子清河郡王和4皇子清平郡王，自从被陛下打发出京就藩后，就从未回过京，世人几乎都遗忘了这2位皇子存在。你看，你负责情报探查之时，也都忽略了本王的这2位皇兄，可见本王这2位皇兄的厉害。是属下失职。起来吧，此事也不全是你一人之过。本王也是这几日细细思忖这皇室背后的真正主子，才察觉出其中的不对劲之处。这皇室与黄文俊，分明是早已布局多年，且不可能是6皇子等那些毫无根基的皇子所能操控的。王爷所言极是。除去太子和秦王，思来想去，远在前地的3皇子清河郡王以及4皇子清平郡王，倒是有这个嫌疑。本王记得探子曾回禀过，黄文俊年轻时喜好游学，也曾去过前地。回殿下，黄大人确实曾游学过前地，还在前地逗留了半年之久。皇生，属下在。银烛那边，你亲自去审，务必撬开他的嘴。本王要知道他背后之人究竟是谁。是，属下遵命。还有，派人去查，仔细查，当年黄维俊游学前地之时，究竟做了些什么，结识过什么人。是，属下这就去安排。黄文俊、前地、清河郡王、清平郡王，这一切看似毫无关联，然而其中定有蹊跷。望书舍内暖意融融。今日感觉如何？可有不适？殿下放心，妾身和孩子一切都好。今日2位先生诊脉后，言孩子胎相已然安稳。那就好。你与孩子皆安然无恙，我方能安心。殿下，妾身定会好好照料自己与孩子，不让殿下忧心。我自会好好护着你们。玉儿，皇室一事，绝非表面那般简单。殿下此话何意？皇室真正的主子，并非秦王。什么？殿下是说皇室真正的主子另有其人？只是当下他嘴硬得很，不肯招供。那殿下打算如何处置？我已命王生亲自提审那个叫银烛的侍女，她与皇室应是一伙，且也已派人去仔细探查黄文俊的底细，相信很快便会有结果。殿下，怎么了？妾身曾于一本书上瞧见一种审讯之法，或许能对殿下有所注意。书上说，未知的恐惧才是最大的，将犯人双眼蒙住，于其身上割开一小口，再以水滴模仿血滴之声，令其误以为自己一直在流血。因双眼被蒙，犯人会渐感惊恐万分，以为自己血流不止，即将殒命。出于求生之本能以及对未知的恐惧，犯人通常会招供。裴明旭闻言，眼中闪过了一丝赞赏，此却为攻心的良策。
他当即唤来暗卫，将宋昭月所言详细告知，并命其火速赶往地牢，将此法转告王生。月儿心思玲珑，总能为我排忧解难。妾身也只是希望能帮到殿下。殿下，银主招了，他幕后的主子是清河郡王。告诉王生，继续是，务必挖出更多消息。是。清河郡王，妾身原以为是其他殿下，未曾想竟是他。这清河郡王多年未曾回京，传闻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封地，竟会是皇室真正的主子。我这位三皇兄远在封地，醉心书画，不问世事，看来实则野心勃勃。殿下，清河郡王封地狭小且贫瘠，听说当年救藩之时，幕部和内库加起来仅仅拨给了2万两银子，他哪来的银钱与人手做这些事情呢？清河郡王虽不得圣宠，但陈妃娘娘出身颍川袁氏，袁氏一族也曾盛极一时。只是当年陈妃暴毙之后，袁氏的人陆续被贬，不少人直接被父皇革职。如今除了少部分袁氏之人在地方为官，朝堂之上已无袁氏的人。然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袁氏的姻亲故旧亦不少。清河郡王手里有钱，有人替他办事，也是正常。毕竟他乃是袁氏一族翻身的希望。听舒母妃说过，皇后和云贵妃都深恨陈妃，亦不待见袁氏一族。太子和秦王也对袁氏一族不喜。原来如此，殿下可知陈妃为何暴毙？妾身以前还曾听人隐隐约约提起过陈妃，听说她宠冠后宫，所用仪仗等仅比皇后低半等。当时他们都说得遮遮掩掩的，但是语气里不少人都羡慕陈妃的盛宠，含糊着说如今云贵妃虽然受宠，但是同陈妃当时根本无法相比。不知舒母妃曾经试着查过，然而线索都被抹了去，而且父皇十分忌讳此事，便未再查。如今看来，倒是要好好查查。裴明旭见他眉头紧锁，天色已晚，该早点休息了。你还怀着身子。宋昭月点点头，任由裴明旭拉着自己回了内室。杨府内，杨夫人领着府中的一众女眷从燕王府吊唁归来。祖母，祖母，新年宴上见皇侧妃还好好的，怎的一下子就去了？我听人说是王妃娘娘害了皇侧妃娘娘，这是真的吗？是非曲折，自有殿下定论。你一个小孩子家的，少打听这些。祖母，今儿怎的没瞧见宋侧妃娘娘？我还想着问问她，新教阁何时开业呢？宋侧妃娘娘有身子了，只是同样被王妃所害，如今胎相不稳，正在安胎，也不知宋侧妃腹中的孩子能否保住。如今殿下铁了心要休妻，也不知京中会是何种反应。前殿书房内，皇室背后主子现已查明，乃是清河郡王。什么？竟是清河郡王？此事千真万确。皇室身边侍女银主已招认，他与皇室皆是清河郡王之人，且供出了燕王府中清河郡王的探子。为了不打草惊蛇，眼下那些探子只是派暗卫严密监视。那黄文俊也是清河郡王的人了。如此说来，清河郡王怕是在黄文俊入朝前便开始布局了呀。这些年众人皆忽略了清河郡王，如今看来，他暗中发展势力，只怕已成气候，日后必是我燕王府一大禁地。书房内气氛凝重，众人皆是面色沉重。京中燕王府还需同太子以及秦王抗衡，这暗地里还有清河郡王虎视眈眈。殿下，待您合力折子进京，太子和成国公那边必然会有所动作，届时我们便将黄文俊的真实身份透露出去，将火引到清河郡王身上。妙啊！如此一来，
太子和陈国公的注意力便会被清河郡王吸引，我燕王府便可暂避锋芒。哼，本王正有此意。清河郡王想躲在幕后坐收渔翁之利，本王偏不如他所愿。眼下正好让他替本王分担太子一派的打压，也省得他暗地里继续发展壮大，成为我等心头大患。想做渔翁，本王先扒了他一层皮。燕王府地牢阴森寒冷，空气中弥漫着霉味和血腥。黄灵如蜷缩在角落，华美的衣衫早已污浊不堪，往日娇艳的脸上布满阴痕。贱婢，吃里扒外的东西，竟敢背叛主子，我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声声咒骂在这阴冷的地牢中回荡。然而他无论如何怒骂，如何想要除了银烛，银烛都被关押在另一处牢房，他根本无法接近。黄灵如绝望地捶打着地面，心中充满了无力和愤恨。殿下，属下有要事禀报。何事？回殿下，银烛言他知晓可查清惠贵妃娘娘病逝缘由的线索。你说什么？王生把头垂得更低，将银烛之言原原本本地复述了一遍。他可有言明是何线索？回殿下，新主说只要殿下答应放了他，他便将线索告知。答应他，告诉他，若敢欺骗本王，本王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是。书房中仅裴明旭一人，他端坐在椅子上，身子微微后仰，目光落在眼前的公文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母妃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可转瞬间他已离开自己近20载。如今母妃病逝一事，却仿佛被蒙上了一层迷雾，让他难以看清真相。裴明旭闭目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无论如何，他定要查个水落石出，有仇必报。如何？银烛可交代了什么？回殿下，银烛确实交代了一些事情，但说无妨。银烛说，知晓当年惠贵妃病逝内幕使然，是。他再度停顿，终于咬牙说出了那个名字：是曼霜。什么？你说什么？是曼霜？回殿下，银烛说，清河郡王不知从何处寻到一位当年在永安宫当差的宫女，那宫女透露，惠贵妃娘娘病逝，另有隐情，而曼霜姑娘极有可能知晓其中内情。清河郡王的人原本还企图将曼霜姑娘掳走，逼问出真相，这内情或许与皇后娘娘有关，甚至同陛下有关。他猛地跪倒在地，不敢再说下去。随本王去地牢提审曼霜。裴明旭丢下一句话，便一阵风般的刮了出去。说不说？奴婢真的不知有何内情。殿下，奴婢真的不知道，奴婢不知是何人在殿下面前挑拨，奴婢对您忠心耿耿，绝不敢有半点欺瞒。好一个不知情！那你说说，你同皇后勾结，私自放入醒酒汤的秘药，又是怎么回事？裴明旭其实并未确定那秘药究竟是出自皇后之手，还是陈国公府。然而眼下不妨以此炸一炸曼霜。你不必否认，本王既然问出来，便是掌握了确切的证据。殿下他究竟知晓了多少？难道当年之事他已然全部知晓？不，绝不可能。这件事除了他，便只有陛下知晓。陛下不可能将此事告知殿下，否则娘娘故去之后，陛下也不会将永安宫伺候的人都打发出宫，以此掩盖消息。殿下真的知晓了当年的事，那可当年他真不是有意，他万没料到自己那无心之语后，竟会害了惠贵妃娘娘，致使娘娘以死明志。
奴婢知，奴婢之所以听命于皇后娘娘，是因为皇后娘娘她答应奴婢。皇后娘娘答应奴婢，只要奴婢听她的话，她便会帮奴婢成为殿下您的妾室。奴婢对殿下您一片真心，天地可见，日月可表。奴婢只是一时鬼迷了心窍，求殿下饶了奴婢吧。奴婢知道错了，奴婢以后再也不敢了，求殿下开恩，饶了奴婢。至于回贵妃娘娘当年的事情，奴婢当真是不知，求殿下明察。不见棺材不落泪，继续审，务必撬开他的罪。说罢，裴明旭便大步流星地离去。他深知，若再留在此处，自己恐怕会忍不住提剑砍了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当年母妃待曼霜可谓不薄，几乎将她视作半个女儿般精心养育。母妃从未让她做过任何粗活，只是让人教她规矩、读书写字。曼霜名义上是她的宫女，实则被母妃娇养着，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日子。母妃临终之际还特意嘱咐她，日后定要好生的照顾曼霜，为她寻个好人家。可这个贱婢明知母妃病逝有隐情，却知情不报，实在可恨。这些年来，这贱婢还有脸时常在她的面前提及母妃。如何？回殿下，曼霜招了。裴明旭接过供词，展开细细查看，越看脸色越阴沉，周身寒气逼人。曼霜这贱婢，竟敢如此污蔑母妃！他未曾想过，母妃竟然是被逼死的，而这个罪魁祸首之一，竟然是从小陪在自己身边，被母妃娇养的曼霜。供词上，曼霜的签字画押清清楚楚。景熙10年，刺客，永安宫。当年宫里闹刺客，有人说瞧见了刺客从永安宫出去。父皇询问曼霜那日可瞧见了什么，他第一次单独面君，心中慌乱，就说瞧见一个刺客从寝殿闪过。父皇问他可曾瞧见刺客模样，他答了句没看清，但是身形同李将军差不多。曼霜这才知晓他那句向李将军带来的后果。曼霜说当时母妃发誓她是清白的，愿意以死明志，但是父皇不信，仍怀疑他的血脉。虽说之后刺客被缉拿乃是叛军余孽，与李将军无关，且当日刺客根本未曾到过永安宫，但母妃还是一病不起。母妃病逝后，曼霜同父皇所说的话不知为何便被皇后知晓，皇后便以此为把柄要挟他，让他听命。裴明旭的脸色阴沉，他万万没想到当年母妃竟然蒙受如此奇耻大辱，他竟然还被父皇怀疑血脉。曼霜现在何处？回殿下，曼霜中宫后便昏死了过去，属下已命人请府医诊治，此刻不知是否清醒。裴明旭不再多言，猛地起身，大步流星地朝着地牢走去。他要亲口问问曼霜当年为何要如此污蔑母妃，皇后在此事中又做了什么。昏暗的火光摇曳，照亮了角落里一团蜷缩的身影。只见曼霜脸色惨白如纸，气息微弱，嘴角的血迹触目惊心。速速去请景先生。王生领命，转身飞奔而去。声响惊动了曼霜，她吃力地睁开了双眸，瞧见裴明旭，嘴角艰难地扯出了一抹凄惨的笑容。当年你为何要污蔑母妃？殿下，这是你第一次这般主动地靠近我，也是离我最近的一次。你究竟想说什么？曼霜望着裴明旭焦急的神情，心中陡然涌起了一股报复的快意，鲜血从他的嘴角不断涌出，染红了衣襟，触目惊心。
他要他记住自己，哪怕是恨，也远胜被遗忘。殿下，殿下，你会记得我吗？满霜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说出这句话，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在裴明旭惊惧的目光中，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殿下恕罪，属下失职，未曾派人在此看守，这才让满霜寻了短见。景先生被王生一路颠簸，本想出言抱怨，可瞧见眼前这般情形，也极为识趣地闭紧了嘴巴。牢房之中一片死寂，唯有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啪之声清晰可闻。30军棍，自己去领。谢殿下，属下领命。殿下肯罚他，便意味着殿下并未厌弃他，依旧肯用他。裴明旭的身影消失在了牢房门口。究竟发生了何事啊？这满霜怎会……先生就别问了。赵先生来了，不必多礼，请坐。赵先生，今日请您来，是想向您打听一些事情。裴明旭也不绕弯子，开门见山。赵梦泽的心中一凛，正襟危坐，静候裴明旭的下文。赵先生可知，当年李谦将军同本王母妃究竟是何关系？殿下这是从何说起？先生不必诓我，请告知我实情。他并非未曾想过去问外祖母和舅舅，然外祖一家如今尚在父皇的监视之下，万一走漏消息，后果不堪设想。老夫并非有意隐瞒殿下，当年李将军同惠贵妃二人来往光明磊落，燕北风俗殿下您已知晓，男女之防并不似京城那般严苛，未婚男女相邀出游亦是常事。当年老夫进山采药，被毒蛇咬伤后，又遭狼群围困，幸得李将军相救，一来二去，我们变成了好友。也因着李将军，老夫也同惠贵妃相熟。当年李将军同惠贵妃郎才女貌，老夫也曾以为待惠贵妃及笄后，两家便会商议婚事。可谁知最终却是惠贵妃被赐婚给了还是太子的陛下。后来老夫每至燕北，李将军便会邀老夫喝酒，席间从未提起过惠贵妃。只是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李将军喝多了，才向老夫吐露了一些心声。裴明旭猛地抬头，紧紧盯着赵梦泽，生怕错过他说的任何一个字。当时老夫才知李将军因为从未放下惠贵妃，才不愿成婚，而非他常挂嘴边的匈奴未破，何以成家。李将军当时还说，殿下您必定就藩燕北，且会接管燕北军。李将军道，殿下今后的路凶险异常，他知晓老夫医术高明，便拜托老夫给殿下您当几年的辅医。那次见面后，惠贵妃薨逝，不到半年，李将军便战死漠北。殿下您也知道，老夫闲云野鹤惯了，您就藩后便将敬仲华推来了燕王府。今年老夫想着殿下您大婚，便想着过来看看。裴明旭听了赵梦泽的话，缄默不语，眸子中情绪翻涌，让人看不真切。赵梦泽看着裴明旭，接着说道，老夫愿以性命担保，当年李将军与惠贵妃之间清清白白，绝无半点逾矩。赵先生，若是当年本王母妃未被赐婚，是否就会嫁给李将军？哎呦，
造化弄人呐！当年母妃突然被赐婚，远嫁京城，其缘由不过是顾家长燕北军已久。先生，李将军可曾向您提及过景熙6年黄觉寺之事？景熙6年，黄觉寺后宫女眷被困之时，老夫当年恰巧在场。哦，老夫当年进京为兵部尚书夫人，诊治顽疾。离京时途经黄觉寺，恰逢方丈是至交好友，便借宿于寺内。赵孟泽顿了顿，回忆起当年的情形。因后宫女眷来黄觉寺上香祈福，老夫便住到了后山客院。上香祈福当日，因寺中戒备森严，老夫不便四处走动，便在禅房中独自品茗。忽闻院外一阵骚动，随后便见李将军护着惠贵妃和宫女匆匆进了院。后来呢？老夫对黄觉寺后山十分熟悉，知道有一处隐秘山洞，若非一行人隐匿于此山洞，恐怕……赵孟泽没有再说下去，但其中的凶险不言而喻。那先生可曾听闻母妃与李将军说过什么？当时情况危急，李将军与贵妃娘娘也未多说几句话，恪守礼仪规矩，生疏的紧。生疏？裴明旭捕捉到了赵孟泽话中的关键。是啊，生疏的紧。若非亲眼所见，老夫也不敢相信，当年的好友竟会形同陌路。说老夫没有记错，那应该是娘娘进宫后二人第一次见面。也正是因为二人太过生疏，看着便如同普通臣子与妃嫔无异，老夫这才没有想到，原来李将军竟从未放下过。多谢先生告知。赵孟泽躬身行礼，缓缓退出了书房。裴明旭独自一人坐在书房中，看着跳动的烛火，陷入沉思。母妃病逝是被病痛折磨，还是母妃当时一心求死呢？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还有，当日到底是何人说刺客是从永安宫出来的？曼霜为何要说这些？这一切都像是一团迷雾，笼罩在他的心头，让他看不清真相。翌日清晨，哎呦，娘娘，您快去劝劝殿下吧。殿下怎么了？哎呀，殿下昨夜将自己关在书房，晚膳也未用，今早亦不曾出来，到现在都还未用膳呢。这是怎么了？可是发生了何事？哎，回娘娘，奴才也不知啊，只知晓昨日殿下发了好大的火，从地牢回来后见了赵先生，便一直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今早都不曾传唤奴才们伺候呀。地牢，赵先生。宋昭月心念急转，捕捉到了福顺话中关键，心中隐隐有了猜测，莫不是同惠贵妃娘娘有关？赵先生与惠贵妃娘娘相识，他先前猜测赵先生此次前来燕王府，或许与惠贵妃娘娘有关。福公公，你先回前殿伺候着，我备些清淡爽口的早膳就来。你怎么来了？妾身听福公公说，殿下昨夜晚膳和今日早膳都未用，心中甚是担忧，便想着给殿下送些早膳来。让你担心了。殿下这是说的哪里话呀？妾身关心您是应该的。进来吧，福顺，伺候本王梳洗。是，殿下。月儿，你这是做什么？殿下，这屋里烧着地笼，干燥得很，若不用些润肤膏，肌肤会变得干涩的。这么一张帅脸，自当好好保养。我非女子，何须涂抹此物？我向来不曾用过这些。宋昭月闻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那今后更当涂抹了。屋内干燥，殿下每日又这般辛劳，不抹些润肤膏，肌肤如何受得了啊？这燕北之地本就干燥，再加上屋内烧着地笼，他每日都小心翼翼地抹脸，生怕长了干纹。可这裴明旭每日里什么都不抹，这皮肤竟都不比他差，摸上去亦是光滑细腻，毫无粗糙之感。你这般看着我做甚？可是嫉妒了？我怎会嫉妒殿下天生丽质呢？殿下天生丽质，我亦不差。那咱们的孩子定然漂亮的如同天上的小仙童一般。好好好，我们的孩儿定是最漂亮的一个。福顺在一旁看着，心中暗暗佩服，还是娘娘有法子，三言两语就哄得殿下高兴了。还有这润肤膏，他如何劝说殿下皆是不肯用，这娘娘一哄，殿下便眉开眼笑地抹上了。用完膳，裴明旭将宋昭月送回了望舒舍。初春的阳光透过廊檐洒下，在地上投下了一片斑驳的光影。裴明旭忽而止步，侧头看向宋昭月：月儿，你不问问我昨夜因何动怒？妾身愚钝，实难猜到殿下因何烦心。若殿下愿意说，妾身愿为殿下分忧解难，做殿下的解语花。若殿下不愿提及，妾身便红袖添香，静静地陪着殿下，可好？好，月儿要一直陪着我。他不知母妃当年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离开燕北，踏进东宫的。月儿，母妃的病逝另有隐情。万双是当年推波助澜之人，但他如今咬舌自尽，这条线索就此中断。他曾听闻惠贵妃待曼霜极好，没想到他竟会如此忘恩负义，做出此等背主之事。既然曼霜这条线索断了，咱们便从别的线索查起。目前查到的线索，此事与皇后有关，那便从皇后查起。殿下放心，这世上但凡做过之事，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只要咱们锲而不舍地查下去，终有一日会水落石出的。裴明旭看着眼前这个柔弱却眼神坚定的女子，心中涌起了一股暖流。他突然庆幸当日去了万寿寺，也听从了福顺所言，去赏了桃花。如今他的身边才有他的相伴。外祖父，您可算来了。外祖父，您可知晓父皇今日为何发如此大的火？老臣也未见得陛下呀。他心中其实已有不好的猜测，李德海言陛下烦心的家事与陈国公有关，那这家事若非皇后那边，便是太子那边，再者便是燕王那边。这下可如何是好？武成兵马司对东宫至关重要。殿下，如今陛下正在气头上，不若过几日再请人前去说情。裴明宗闻言也只得应下，他实是也无更好的办法，只因父皇今日的怒火着实令人摸不着头脑。殿下，说起来，今年参加春闱的举子中，有不少有才之士，皆是世家大族子弟啊。好，都有哪些人？陈国公将自己留意到的几个举子一一说给太子听。这些人若能为孤所用，自然是最好不过。殿下放心，待这些人高中，老臣自会出面，将他们招揽至殿下的麾下。如此甚好，那就有劳外祖父了。秦王府，殿下如此急召，可是出了何事？先生一看便知。张祥接过密函，展开细细阅览，脸色渐渐凝重起来。这燕王妃竟然如此狠辣，竟敢对圣旨赐婚的侧妃下手。妇人善妒，不足为奇。只是可惜了皇室这枚棋子，尚未发挥出更大作用，便这般废了。殿下不必担忧，废棋亦可派上用场。燕王妃不嫌残害子嗣，不如
哦，先生的意思是，不如将此事闹大，定能狠狠打了成国公府的脸。殿下，皇后娘娘可是出身成国公府，燕王妃如此行径，皇后娘娘面上也无光。好，就依先生所言。本王倒要看看成国公府这次如何收场。我那武帝丝毫没有替燕王妃遮掩之意，任由燕王妃残害侧妃和子嗣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怕是想休妻了。休妻？燕王母妃惠贵妃和养母淑妃皆与成国公府沾亲，燕王会如此决绝吗？先生有所不知，武帝年少时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主，但是他命好，自有被惠贵妃好好护着，天真的紧。惠贵妃仙逝后，又有姨母兼养母淑妃在其庇护，且惠贵妃一去，父皇便念在惠贵妃的份上，待她总是不同。我等兄弟无人能及。虽说明面上燕北封地苦寒，但燕王却手握重兵，父皇对他的偏心可见一斑。他若真想休妻，不是眼里容不得沙子，便是个情种。殿下，倘若燕王当真为了一个侧妃而休妻，于我们而言，实乃大有利处。先生请细细道来。殿下，其一，燕王若休妻，成国公府必定颜面无存。届时，成国公府乃至莱阳刘氏未出阁的姑娘们，若想再寻高门联姻，那可就不容易了。成国公想利用联姻拉拢朝臣勋贵，为东宫势力增砖添瓦，怕是难了。其二，便是黄文俊庶出的女儿，让黄文俊将那庶女记在正室夫人名下，送入燕王府，岂不是正好不上皇室空缺？甚好，如此一来，燕王府这条线便不会断绝。燕王府后院仍有我们的人，却没了成国公的孙女。殿下英明，此事宜早不宜迟，属下这就去安排。等燕王府报丧的信一进京，便可大肆宣扬此事。好，就依先生所言。本王倒要看看，这一次太子和皇后的脸到底疼不疼。东宫，老臣参见太子殿下。外祖父深夜前来，可是有何要事？殿下，老臣也是刚刚收到的消息，您过目。裴明宗展开信笺，一目十行的看完，脸色瞬间比成国公更难看。蠢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姑早就说过，应以笼络人心为上。他倒好，刚一进门就惹恼了燕王，之后笼络不了燕王也就罢了，竟还惹得他厌恶，害得燕王同东宫离心离德。如今下手害个侧妃，也弄得人尽皆知，简直愚不可及。早知今日，当初怎么也不能让他当这个燕王妃，简直是废物。裴明宗骂得痛快，却没察觉到一旁的成国公脸色愈发阴沉，几乎能滴出沫来。外祖父，孤一时情急，是老臣没教好孙女儿，如今呢，闯出这么大的祸，实在是愧对陛下和燕王啊。外祖父言重了，此事与您无关，是姨娘自己不争气。燕王到底想干什么？这种隐私之事，他居然不眼下，还让人传了出来。殿下，燕王此举，怕是要休妻呀。休妻？这可如何是得？燕王大婚尚不足半年，姨娘便因残害侧妃和子嗣被休，这让国公府和母后的颜面置于何地啊？姨娘乃母后劝父皇赐婚给燕王的，若是他被休，届时母后面上也无光，云贵妃岂会放过这个机会，定会在父皇面前搬弄是非。事已至此，当务之急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燕王休妻呀。
阎王可以趁迎娘身患恶疾，需送去庙里清静休养，待过几年再报个病逝。如此一来，好。陈国公见他毫不犹豫，心中一寒。虽说他也恼恨银娘这个不争气的孙女儿，但毕竟银娘对太子可是痴心一片。外祖父，可否派人截杀曾成一行？殿下万万不可呀！如今怕是不少人都盯着曾成一行，若是他半路出了岔子，定然会掀起轩然大波呀。更何况没了曾成，还有李成、赵成，眼下还是要稳住燕王要紧，不能刺激他呀。姑外祖父，姑只是说说玩笑而已。陈国公默然无语，心中叹了口气。燕王府，曾成送走了秦王府的来人后，脚步轻快地回了燕王府前殿，脸上难掩喜色。方才秦王遣人送来了2颗灵犀九转丹，严明知晓燕王府宋侧妃急需此药安胎，秦王作为兄长，自是不能袖手旁观。如今加之先前太子送来的1颗灵犀九转丹，已凑得3颗，殿下果然料事如神，秦王和太子果真都上赶着来送药。曾成将秦王送来的药好生的收进了密阁中，望着密阁中的2个玉白瓷瓶，心中总算稍稍松了口气。他此行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弄到7颗灵犀九转丹。曾成想起了先前送药的东宫张顺喜所说的话，张顺喜说太子听闻燕王府急需皇室秘药，便先将东宫仅有的1颗送来，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会继续劝说陛下，让陛下多赐几颗灵犀九转丹下来。有了太子和皇后相助，再加上淑妃娘娘那边说动陛下赐药的把握便更大些。他早已命人将燕王殿下的信送给了淑妃娘娘，想来娘娘那一边如今也有所行动，只需弄到足量的灵犀九转丹，他便即刻动身返回燕北。当然在此之前定要竭力将京中的水搅浑。燕王府前殿书房内，殿下，曾典部传回消息，他已携8颗灵犀九转丹离京。好，他果然没有辜负本王的期望。你亲自前去接应曾成，无论如何，定要将灵犀九转丹毫发无损的平安带回。是。望书舍内，玉珠，你在想什么呢？这般魂不守舍的。没什么。玉珠，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王生惹你生气了？没有，就是王统领他又被派出去办事了。他的伤才刚好，就出去办事，奴婢心里有些担心。你这还没嫁过去呢，就开始心疼上了？娘娘，您说什么呢？奴婢才没有。是，你没有。王统领年轻力壮，恢复得快，又有景先生的伤药，早就痊愈了。你且就放心吧，王统领身手不凡，定会很快平安归来的。你若不信，问问朱茵和白锦，王统领身手如何？绿洲姐姐，王统领的身手在咱们府里那可是数1数2的好，你呀就把心放肚子里。他得知绿珠看上了王统领，心中满是佩服。绿珠姐姐不愧是同娘娘一同长大的，真是奇女子，居然敢看上王统领。当初王统领训练他们暗卫时，那叫一个狠辣无情。绿珠姐姐，你莫要担忧，清官那点小伤对王统领来说不算什么。你呀就是爱忧心。来，先看看我新画的珠钗图样，也帮我参详参详。绿珠闻言忙收起心绪，真好看，娘娘心思真巧，这珠钗若是做出来，定然是美极了。娘娘，这珠钗若戴于您的头上，定然是锦上添花。这珠钗可不是为我自己所绘，千巧阁不日便要开业，虽说已觅得合适掌柜，然诸多事宜繁杂，仍需有个可信之人于旁协助。绿珠，我想让你代我掌管千巧阁。娘娘，奴婢从未做过生意，如何能担此重任？你做事向来稳妥，心思玲珑，
我信得过你。千巧阁日常诸事自有掌柜操持，你只需常去店中查看。若遇掌柜难以决断之事，你再酌情定夺便是。遇到不决的，再回来问我便是。绿珠日后若与王生成婚，自然不能在望舒社伺候，需要打理自家事务。那可不仅仅是操持府内的琐事，更是要兼顾铺子、庄子之类诸多产业。与其婚后面对诸事手忙脚乱，不如如今先在千巧阁历练一番，也好壮壮胆。当年是绿洲陪着他护着他长大，如今他自要为绿洲思虑周全。娘娘，奴婢做不来。之前老太太不是特意请了人教你如何协助主子打理嫁妆产业吗？如今正好学以致用啊。娘娘，奴婢虽学过，可从未上手做过。万事皆有头一遭，你只要放宽心，大胆去做。若有不懂的，只管来问我便是。你总不想我挺着个大肚子，还要为了千巧阁的事情操心吧？奴婢遵命。你也无需太过忧心了，凡事慢慢来便是。这肚子里的娃还真是好用，关键之时总能派上用场。如今只要拿肚子里的娃说事，拿捏绿珠他们当真是一拿捏一个准，就连裴明旭也吃这一套。肚子里的娃可真是他的贴心小宝贝，只是不知孩子出生后是否还会如此贴心，可别是个调皮捣蛋的混世小魔王。宋昭月未曾想到，此念竟是一语成谶。日后他多次被那小魔王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将其塞回腹中。绿珠，千巧阁这2年我便做主，给你2成分红，全当你给自己攒嫁妆了。娘娘，这怎么行？奴婢不能要。我说让你拿着，你便拿着。你攒好了嫁妆，不正好可同王生成亲啦？难道你不愿嫁了？绿珠闻言，一张俏脸顿时涨得通红，似是要滴出血来，支支吾吾半天，愣是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竹英和白景见状，忍不住掩嘴偷笑，望向绿珠的眼神中满是揶揄。你们2个也莫光笑，届时多和绿珠学学，等你们有了心上人，一样都去千巧阁给自己挣一份嫁妆。竹英和白景闻言，脸颊瞬间染上了一层绯红，羞涩地低下头，心中却是泛起了阵阵暖意。他们身为暗卫，自幼接受残酷的训练，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从未设想过嫁人生子，过那平凡安稳的日子。本以为此生都会在刀尖上舔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却不想娘娘竟是在为他们的将来打算。这份恩情，这份体贴，让他们感动不已。娘娘放心，奴婢定会好好学着打理铺子，待日后有所成，并将这些都传授给朱茵和白景。除了这些，我能教你们的东西可还不少呢。多谢绿珠姐姐。朱茵和白景忙笑着道谢。绿珠闻言，腰挺得更直了。宋昭月看着绿珠斗志昂扬的模样，又瞧着朱茵和白景眼中满是期待的神情，不禁莞尔。他满心希望他们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非一辈子困在这后宅中，甚至是在将来的深宫之中成为他手中的利刃，亦或者是在某一个未知的日子里沦为牺牲品。他希望他们明白，他们的人生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而他愿意在他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更多的选择。方才说些什么呢？这般开心。还能有什么呀？不过是商议着给绿珠准备嫁妆。嫁妆？可不是嘛。王统领对绿珠有意，想来殿下应该也有所耳闻吧。妾身打算让绿珠帮着打理千巧阁，给她2成红利，让她给自己攒攒嫁妆。那王生可是要娶个金娃娃回去了。殿下就这么看好千巧阁啊？那是自然，也不看看是谁开的铺子。月儿如此聪慧能干，这千巧阁的生意自然是差不了的。那妾身便借殿下吉言了。月儿，寻找简户一事，近来进展颇为不顺。可是遇到了什么难题？那些寻找简户之人，许是对探矿一事并不十分精通，
以至于至今仍无佳音传回。不过，待增城归来，或许会有转机。他此番归来，会携一队专事寻矿探穴的好手，届时再派他们前去寻找，想来应能有所收获。专事寻矿探穴的好手，曾大人从哪里寻到这些能人的？这些人是白氏的。白氏？可是之前那矿脉图的白氏？正是。白氏家主白老爷子临终之前，将这些擅长探矿之人皆交予了成国公府世子妃白氏。此次成国公府为了赔罪，便将这些人送来了燕王府。既是白氏的宝贝，白老爷子为何不留着自家用，反而都给了世子夫人？白老爷子也是无奈之举。他膝下无子，只有世子夫人白氏这一个独女，白家已然式微，即便过继子嗣，手里的好东西亦难保住，故而他索性将所有都交予世子夫人，唯盼他能在成国公府过得顺遂些。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只可惜白老爷子一番苦心，终究是付诸东流了。月儿，有件事我得告诉你，父皇他不允我休妻，只说最多让王妃闭门静修几年，委屈你了。殿下说的哪里话，妾身并不委屈。殿下待妾身的好，妾身都记在心里。一切有我，今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委屈了。秦王府书房内，殿下为何不趁机派人劫杀曾成，嫁祸给太子或者清河郡王？先生，您还是不了解我那五弟，可没那么好糊弄。况且曾成敢大大方方劫灵犀九转丹灵晶，定是做了万全的准备。殿下是说，你且等着，不消几日，清河郡王派去劫杀曾成之人全军覆没的消息便会传出。王文俊如今既已离京，当下便要好好哄他周全。等他查到了范昂的把柄，便送他上路。届时便又可给范昂安一个畏险罪证、劫杀钦差的罪名。殿下宽心，派去的人正暗中保护着黄文俊，一旦他查到范昂的把柄，便可即刻动手。他竟敢欺瞒本王如此之久，如今取他性命，实乃便宜了他。前地川南，清河郡王府。秦王殿下令黄文俊借赈灾之计查范昂，此事乍看之下并无异常，然我总觉得有几分蹊跷啊。太子那头有何动静啊？是否已派人劫杀曾成？并无。曾成行事谨慎，根本未给他人出手的机会，出京后便快马加鞭疾驰至冀州，而后与曹军移到北上。我们的人一直暗中跟随，伺机而动，想来不日便会有消息传来。无论如何，我们当先设法让燕王太子与秦王相互争斗起来。太子与秦王相争多年，一直是胜负难分，犹如天平两端，处于微妙的平衡。如今之计，唯有将燕王也拖入局中，方能使朝局大乱。届时我们方有可乘之机。舅父所言极是。听说那名叫曼霜的宫女，当尽快将其带回。若是能从她口中挖出惠贵妃病逝真相，且真如那勾人所言，此事与皇后相关，便将此真相透露给燕王。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如此一来，还怕燕王不与东宫拼个鱼死网破？好，本王这便差人去安排。那黄文俊这边该如何处置？暂且静观其变。若他果真能查到范昂的罪证，便助他一臂之力除掉范昂，斩断东宫一条臂膀。届时太子定会大怒，同秦王斗个你死我活。若他查无所获，我们再另做打算。
燕王府前殿书房。殿下，依臣之见，太子此番推举黄文俊前去云山赈灾，想必是和秦王达成了默契，欲借机除了黄文俊呐。殿下，属下亦是这般想的。不过属下以为，眼下黄文俊尚不能死，若是他能在太子与秦王夹击之下平安回京，太子与秦王必定勃然大怒，且对清河郡王的势力更有所警觉。如此，咱们便可以继续布局，煽风点火，让太子和秦王去对付清河郡王。属下附议。眼下还是让太子同清河郡王对上要紧。裴明旭闻言，深邃的眸子中闪过了一抹金光。殿下，曾殿部和王统领求见。哦，他们回来了，快有请。是。一路辛苦了。谢殿下关心。殿下，臣幸不辱命，已将灵犀九转丹安全带回。好，这次你可是立了大功。殿下，这瓶身写着东宫字样的瓷瓶，里面所装的乃是太子殿下赠予的1颗九转灵犀丹，而写着秦王的，里面则是秦王所赠的2颗九转灵犀丹。未写字的瓷瓶里乃是陛下所赐的5颗。辛苦你了，这一路可还顺利？回殿下，幸得王统领及时接应，劫杀臣的一行人无一逃脱，还留了几个活口。务必撬开这些人的嘴。是，殿下。京中之事，你且细细说来。曾成拱手应下，开始将京中之事一一道来，事无巨细，条理清晰。众人静静地听着，神色各异，但皆是若有所思。做得好。如今京中太子和秦王已然按我等所料而动。如今这清河郡王横空出世，倒是有些出乎意料，打乱了计划。裴明旭剑眉微蹙，眸子中闪过了一丝冷厉。不过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咱们当下还是以低调谨慎行事为妙，暂且先让太子、秦王与清河郡王争斗一番，让太子和秦王先去摸清这清河郡王的底细，咱们再从长计议。哦，对了，成国公府送来之人可都安置妥当了？回殿下，都已安置妥当，只是什么？但说无妨。王爷，属下观那些人中，倒是有几个不错的苗子。哦，回殿下，那些人中有几个少年，身手灵活，头脑也机灵，看着便是练武的好苗子。还有2个青年，虽年纪稍长，但做事沉稳老练，一点就通。明日你便安排那几个少年和青年，同府里侍卫一道于教场训练。是，殿下。另外，你再告诉他们，若是他们好好探矿，立下功劳，本王自会给他们托记。这些人历经波折，从白氏辗转至成国公府，又被成国公府当作礼物送来了燕王府，想必心中定然忐忑不安。若是此时给他们一个希望，让他们瞧见前途有望，便更容易将他们收为己用。好了，今日便到此为止吧。曾殿部，你舟车劳顿，先下去沐浴更衣，今晚府里设宴，为你接风洗尘。谢殿下。殿下，那你那些珍藏的好酒可得拿出来。是啊，殿下，咱们都还等着呢。你们啊，每次就只惦记着本王的酒。放心，今夜定让你们喝个够。杨修元、曾成等人退下后，去，请景先生和赵先生过来一趟。是。不顺领命而去，脚步轻快。裴明旭看着桌上的锦盒，目光深邃。太子和秦王此番大方赠药，但稳妥起见，他还是得让2位先生验上一验。他必须确保这3颗九转灵犀丹没有丝毫问题，才能安心。参见殿下。2位先生不必多礼，今日请2位先生前来，是有事相托。此2瓶中分别装着太子和秦王所赠的灵犀九转丹，本王恳请2位先生帮忙查验一番。殿下放心，我等定当竭尽全力。有劳2位先生了。景仲华将手中最后1颗灵犀九转丹仔细地装回瓷瓶，盖好瓶塞，放回了桌上。殿下，此3颗灵犀九转丹并无问题，皆为上品。
老夫亦是这般认为，这些丹药确实没有异常之处，殿下大可安心。如此，多谢二位先生了。殿下客气了。今夜府里设宴，为曾点部接风洗尘，宴会上好酒管够，还望二位先生赏光赴宴。殿下盛情，我二人岂有不从之理？定当准时赴宴。既如此，那便叨扰殿下了。他平生一大爱好便是品尝美酒，见景中华这副模样，想来今夜宴会的美酒定然不差。福顺闻言，嘴角忍不住抽了抽，听着景中华毫不掩饰的谗言，开始心疼起酒窖里的那些珍藏的美酒了。那些美酒，其中不少都是陛下赏赐的宫中珍藏，今夜怕是要被景先生喝个精光。老奴见过侧妃娘娘，娘娘万福金安。嬷嬷快请起，赐座。宫嬷嬷谢恩起身，在侍女搬来的绣凳上坐下，余光清扫，心中暗自惊叹。只见昔日府里庶出的二姑娘，身着银红洒金织锦宫装，光彩照人。嬷嬷许久不见，侯府一切可好？老娘娘挂心，府里一切安好。老夫人与侯爷一直挂念娘娘，有劳祖母和父亲记挂。对了，府中其他人如今可好？回娘娘，大公子今年春闱中了2甲，又顺利考中了庶吉士，如今在翰林院任职。祖母和父亲身子可还安好？都好，老夫人身体硬朗。侯爷去年染了风寒，不过很快便痊愈了。老太太和侯爷听说娘娘有身子了，便令老奴送些药材、幼儿衣裳等物来。原本侯爷还请了名医，欲送来燕北照料娘娘，后得知赵神医在燕王府，便未再送，以免班门弄斧。老太太听闻娘娘这儿缺手艺精湛的大制头面的金匠，便寻了一批愿来之人，让老奴一并送来，望娘娘莫要嫌弃。多谢祖母。宫嬷嬷将能说的说完，场面一时间有些冷淡。她偷眼瞧了瞧宋昭月，想起临行前夫人柳氏私下叮嘱，让她务必向侧妃娘娘提及大公子之事，请燕王在朝堂上加以关照。她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嬷嬷有话不妨直说。宫嬷嬷犹豫了片刻，还是没有将柳氏的嘱托说出口。娘娘，大姑娘成亲了，去年腊月的事儿。大姑娘收到了娘娘的贺礼，很是高兴，说多谢娘娘。回娘娘，此事殿下恐打扰娘娘，便让奴才看着办了。宫嬷嬷在一旁看得有些傻眼，她没想到侧妃娘娘送给大姑娘的贺礼竟然会是这样来的。看来侧妃娘娘在燕王府受宠得很。嬷嬷一路辛苦了，先下去歇息吧。待宫嬷嬷离去，娘娘，奴才这就让人将安阳侯府送来的金将安置妥当。如此，便有劳府公公了。娘娘言重了，奴才这就去安排。让人将宫嬷嬷带来的药材送去给景先生瞧瞧，若是无碍，便送给景先生，让先生自己留着用便是。把送来的其他物件，连同那些小孩子的衣裳，一并收入库房。白景虽不解其意，却也依言照办。柳氏掌管安阳侯府中馈多年，在侯府中人手众多，谁能知晓他会不会突然起了歹心，在这些东西上做手脚。正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安阳侯府送来之物，他是断断不会用的。娘娘，您猜今日千巧阁进了多少银子？可是赚得盆满钵满。娘娘真是料事如神，今日千巧阁可谓是日进斗金。哦，细细道来。今日送出去了3张黄金贵宾卡，还有客人直接满足积分标准，咱们又额外送出了1张黄金贵宾卡呢。除此之外，白银贵宾卡也发出去了6张之多。竟如此火爆！要知道，除去之前订好的赠送的3张黄金贵宾卡外，这黄金贵宾卡和白银贵宾卡唯有在千巧阁消费满15000两和5000两银子方可拥有。可不是嘛！娘娘您看，今日总共竟赚了97000两银子。
宋昭月看着账册上的数字，亦不禁啧舌惊叹：这云朔城的贵妇贵女们竟如此阔绰，买头面就如此大手笔。铺子里的东西都还够卖吗？娘娘，你有所不知，今日千巧阁的珍品几乎被抢购殆尽，如今剩下的不足10套了。其他的头面也都卖了不少，有的都已经缺货了，还有不少夫人小姐们选了定制款，已下过定金了。既如此，便让师傅们抓紧时间赶制出来。可是娘娘，师傅们实在忙不过来。是啊，娘娘，今日生意太好，花簪的柜台都已空空如也。你莫急，我正想说此事呢。安阳侯府今日来人了，送了一批手艺精妙的金匠，正好解此燃眉之急。真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这些金匠现在何处？福公公正安置他们呢，你得去问福公公。娘娘，奴婢这就去。娘娘，您是没看到，今日那些夫人小姐们买起头面来，那真是眼都不眨一下呀。初开业，众人图个新鲜，但过2天便会淡下来了。不过只要咱们千巧阁的头面好，日后自然不愁客源。宋昭月并未言明的是，今日千巧阁生意如此兴隆，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便是这千巧阁是他所开，而他身为燕王府的侧妃，如今在不少人眼中，与燕王后院独占鳌头，风光无限。那些贵妇贵女们自是要前来捧场，只要他恩宠不衰，这千巧阁便能一直顺遂经营下去。宋昭月看着账册上那一个个的数字，嘴角的笑意愈发明显。这云朔城的贵妇贵女们出手还真是阔绰，这千巧阁算是旗开得胜，打响了至关重要的一炮。今日千巧阁开业，你精心筹备许久，却未能去看看，可觉得可惜？虽有几分可惜，然人多繁杂，为腹中胎儿着想，还是不去为宜。待孩儿出世，若他顽皮淘气，惹你不快，我定替你管教。殿下，这话可是您亲口所说啊，届时莫要舍不得管教才是啊。怎会？若他胆敢惹你不悦，定当好好教训，绝不姑息。殿下，娘娘，京中安阳侯府来人了。进来回话。殿下，娘娘，安阳侯府的人言是奉安阳侯和侯府老太太之命，给娘娘送安胎的药材，还有数名金匠。既是祖母和父亲的一番心意，妾身便去见见吧。让福顺陪着你，再带上白锦。你如今身子重，万事小心。福顺，你盯紧些安阳侯府的人，若是有人胆敢对娘娘不利或者不敬，立即拿下。殿下，哪有您说的这般严重啊？便是借他们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燕王府对妾身不利啊。小心为上，总不会有错。宋昭月见他神色认真，也不再反驳，笑着点头应下。